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桃花招谁惹谁了？我既要留桃，又要留发。给我上！1645年，一道剃发令在江南地区掀起惊涛骇浪，违抗者将被视为逆命之寇。顿时，江南各地的士绅民众纷纷举起义旗，重新竖起大明的旗帜。一时间，江南各地风云变色。穿哪里不好，偏偏给我穿到明朝末年这个动荡的年月，关键头上还挂着这鼠尾。如果现在剪下来，肯定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夏儿，你终于醒了。这是为娘为你熬的排骨汤，喝完好好休息几天。军营中的事务碧芝会帮你照看的。少爷，你终于醒了。在我的记忆中，他叫孟必安，也是府中家生子，是一直服侍陪伴我长大的伴当。必安，最近外面有没有什么动静？回少爷，自从半月前多尔衮下令江南各地剃发的消息传来，违抗者将被视为逆命之寇，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外面剃发匠的生意很好，露营兵到处抓人，没剃发的都强行流变。看来形势不容乐观啊！少爷，要不要出门去逛一逛，放松一下？行吧，去逛逛。在虾仁旁敲侧击下，终于知道了这具身体的身份。江苏常熟县人，其父已去世多年，母亲周氏家资颇丰，父亲托关系谋得常熟千总一职。少爷，有个书生快被打死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住手！大胆！剃发留辫乃是朝廷律令，谁敢违抗？莫非你想谋反不成？放肆！你这等身份也敢跟大人如此说话？夏大人，此等军士有眼无珠，还望大人海量，饶恕此僚一次。什么？送把总，小人不知是千总大人罢了。少爷，将这书生带回军营吧，此处距东城门不远，军营就在东城3里之外。如此甚好，此去军营正好可以看看军营情况。在这乱世之中，军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若能统帅一支军纪严明的雄师，天下之大，何处不能去？参见千总大人，让碧芝来见我。少爷，你没事太好了，赶紧起来吧，自家人跪什么跪？少爷这位是，这是少爷在街上救下的一个书生，他不肯剃头，再晚那么一下，他脑袋肯定就没了。先不管他，碧芝，我不在的这几天营里有什么事吗？回少爷，营中一切如常。不过我听到一些消息，好像说是要调我们运输辎重去嘉兴，说是给李成栋运送军械职务，具体什么时候王守备还没说。随后二人一阵闲聊，虾仁总算知道了自己这个千总有多少含金量。营里共有兵士720人，由王守备指挥。不过王守备平常住在城里，基本不来军营。营中把总3人：孟必之、宋建平、林士奇。其中孟必之是铁杆的自家人，宋建平是王守备的嫡系，林士奇则是中立。少爷，那书生醒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今时发誓，披发左任矣，无颜见列祖列宗。哎呀，你这3秀才，头发剃了就剃了，总比命丢了强吧？是啊，书生活着就还有希望，死了那就真的没希望了。希望吗？虾仁知道是满清笑到最后，现在是顺治2年，李自成今年就会死在湖北的九宫山，而张献忠明年也会被乱箭射死。至于南明，更是因为军位之争，而不顾大局先打一顿。看来想改变历史，很现实的一点，那就是军队地盘。而我现在就是个小小的千总，没有独立领军的资格，更何况手下几个把总也不是一条心的。至于地盘，更是没有。这还真是地狱开局啊！数日后，王守备传来命令，命下人率领常熟营押送辎重送往嘉兴城外的李成栋军中。看着几十车前粮辎重兵械，虾仁满肚子里的心思就没停过。此地便是阳澄湖了。到蜀江村谢正肥，双鳌如极挺轻昵，阳澄湖蟹之肥美，真是回味无穷啊！这有何难？附近必有店家，想吃可以买一些。阳澄湖还在，蟹年年都有，只是故人已经不在矣。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啊！阳澄湖在大明开国时也出过一位奇人，书生你知道是谁吗？莫不是黑衣僧人姚广孝？那你觉得姚广孝此人是正是邪？我看史书，有人说他一代奇才，也有人说他是一介妖僧。是正是邪因人而异。在见文帝看来，此人那一定是妖僧，祸乱天下之源；而在成祖看来，姚广孝运筹帷幄，得之犹如汉高德子房，太宗得防度。姚广孝此人辅佐成祖，种种谋划，若无此人，成祖岂能夺得天下？当今东鲁横行，不知今日何人可安天下，重整河山。时势造英雄，天下之大，草莽英雄何其多也！今日之沙弥，或许明日便能开创一番伟业，也未可知。自萨尔许之战后，官军对战东鲁，胜则小胜，败则大败。到了如今，更是战不敢战。江北4镇刘良佐、刘泽清坐拥数万大军，竟不发一矢而降，各级官员投降成风，真是可笑、可耻、可叹。
清军入关并不是真的天下无敌，而是因为朝廷积弱，腐败党争，勇于内耗，却怯于外敌。如果不是朝廷腐败无能，如果不是李自成攻破京师，如果不是吴三桂打开山海关，崇祯皇帝又怎会自尽于那枚山之下？可惜现实没有那么多如果，李自成打破了北京，吴三桂开了山海关，但我相信只要革除石壁，训练精兵，兵精粮足的话，天下有可作为。大人，听说福建福州唐王已经登基称帝，福建正是海船千条，精兵数10万，尚有福建、江西两广、湖广各省。浙江鲁王已经在绍兴监国，如今剃发令之下，人心惶惶，各地皆有一举。这时候如果官军北伐，我觉得肯定会成功的。天下各地义士还未放弃，书生你当振作精神，以待将来。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先放肚子里，以后再说。家大人，我等如今剃发易服，死后已和面目见裂，祖列宗于地下，与其如此屈辱活着，不如我们反了。你个书生之见，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反？官军还没有北伐，就我们这几百个人，说好听点是军队，说难听点那就是一群民夫。现在怎么反？再说了，扬州砍了80万人，江北4镇几10万大军都降了，就这几百号人还不够8旗兵砍的。少爷，你可别听这书生胡说八道啊！孔曰成人，孟曰取义，一个懦弱之徒。怎么也得等官军来了再说。尔等在此休整一阵，前方有些许乱民，大军平叛后，尔等再前进。走，我们去那边山坡上看看。众人趴在山坡上，被眼前一幕震惊到。2000余人杂乱无章地冲击清军阵前，披甲者不过100人，其余人有的执刀，更有甚者拿着菜刀、锄刀、镰刀、铁叉不一而足。清军这边前面约400-500露营兵，后面跟着极为精锐的骑兵，不过100多人，散发着一股嗜血的摄人气息。看样子是各村各乡组织的反抗民兵。这些人竟然这么不怕死了，不要命了！这些乡民悍不畏死，竟无一人后退。不过这种自杀式冲锋对清军并不会造成太大的伤亡。8旗精锐名不虚传，大明精锐的边军都挡不住，更何况这些乡民聚起之众。以如此散漫乌合之众，对8旗精锐铁骑取死之道，殊为不智。那以林把总之见，这些乡民该如何应对？这些乡兵既无操练，甲胄不全，全凭一股气支持。如能凭借坚城固守，尚能支撑；然而后方又无援兵，如无根之木，终是死局罢了。以目前来看，如果决定造反，这些人也不会拥戴自己，最多就避之纳10来个心腹，自己也是个光杆司令，真他妈难啊！前方乱贼已被平定，你们可以继续前行了。真是嚣张跋扈，不可一世。林把总，你说那些露营兵在收拾战场，那些8旗兵呢？8旗挟大胜之威，必大略乡里。难道又会大肆掳掠，纵兵屠戮乡邻吗？大人，能不能救救那些人？辎重营启程。少爷，尸体实在太多了，传令先离开这里。少爷，大人，我们反了吧，反了吧！我说了，先离开这里。还好，要是跟着反了，希望不大不说，自己家大业大的，就是跟着混口饭吃，怎么能做这种杀头的买卖？不反吧，就怕看不见明天的太阳，还是安安全全最好。书生，你疯了你！快拿金创药过来！这书生自己捅了一刀。什么？我来看看吧。散开一些，别围在一起。你这酸书生！大人，烦请帮我剪掉这辫子。您常言活着便有希望，可我已不见希望。我所见到的与我所期望的不同，我倦了，实不愿留着辫子去见列祖列宗。大人，我想希望从我开始。我亦是汉人。还有谁？虾人高举发辫，环扫营中兵士及近处的林士奇、宋建平2人，目光所及之处，有的迎宾义愤填膺，蠢蠢欲动；有的则避开目光，凝视地面。难道几百人就剩我这么一个男人了吗？满清不过几10万人丁，却骑在我们头上，他们必然会用狠辣的手段压制我们，禁锢我们的思想。这不是改朝换代，这是亡天下。看看那个村子，妇孺何其无辜，他们就这样被淫辱。难道你们也想过上那样的日子吗？想想历朝历代有哪个朝代逼迫我们改变我们的衣服，还有我们的头发？想想我们汉唐时的荣耀，我们要效仿大明太祖皇帝，举兵反清，驱逐鞑虏，恢复衣冠。举兵反清，光复大明，夺回咱祖宗的江山。举兵反清，光复大明。举兵反清，光复大明。举兵反清，光复大明。达子不是好人，到处乱杀人，我们跟他们拼了，跟他们拼了！
反了就反了，死便死了。大人，东鲁勇汉如何能胜？达鲁虽破南都，可兵力四散，天下各处举义者不知凡几。况且达鲁并非不可战胜，只要我们能够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就一定能赢。大人，若有一日兵凶战危之时，你是否会抛弃自己的袍泽？只要我尚存一息，必身先士卒，冲在最前方。我若逃，天人共愤，必死于万箭之下。只要我还有一丝力量，必战斗到最后一人，绝不会抛弃瞎自营的任何一人。好，瞎自营，我相信大人。人各有志，我不能强迫你们，但我希望你们能记住自己是个汉人，不要做鞑子的帮凶。如果我们在战场相见，那我们就是不死不休的敌人了。当然，大人，我们一直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肯定不会和大人为敌的。我们就是混口饭吃的。大人，你是知道我们的事吧？既然你们决定不跟我们，那把武器都留下，过了今夜，明天就可以回去了。是，大人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做。虾仁决定反后，有近600人跟随。看着远处的村落，虾仁内心有了决定。既然决定造反，那这些运往嘉兴的辎重自然而然就是我们的了。必安，你带人去清点一下物资。八旗兵刚胜一场，刚才正在村中掳掠，此刻天色渐暗，若能待夜幕齐起，必能建功。运输辎重中有200多副铠甲，选军中雄壮之士穿戴，再以我部下老卒为前锋，趁其不备，就算是八旗劲旅也将必败。 200披甲奇袭，我再带100人绕到村后埋伏，待前方喊杀声起，不进村就在村外等鼓噪而动。八旗兵劫掠后宿营在村里，若是离开村落，再想找机会便没那么容易。3人很快制定好作战方略。林士奇挑选壮硕之士200人，以其麾下几十名老兵为骨干，穿上盔甲，拿上长枪短刃，一支像模像样的军队便组织起来。 大人，我不敢靠得太近，但是村口处还有4人在把守，村里面也有妇女哀嚎之声。现在他们还在里面，我留了3人在那里监视着，一有情况会马上回报的。好，让大家吃饱喝足，好好休息，禁止大声喧哗，待入夜后发起夜袭。脱胎于常熟营的兵个个剃了辫子，为了和清军区分开，大斗笠也不用了。虾人用辎重营里的黑布包头，全营个个披着黑头巾，看起来颇有一番气势。 滴血，有滴血！杀！大人不好了，外面敌袭！什么都别慌，从正面冲出去！满洲八旗天下无敌，岂能被这些土寇围杀？ 擒贼先擒王，大人真是神人啊！随着为首的被虾人射杀，清军的抵抗瞬间土崩瓦解。鞑子不过如此而已。所有鞑子都得再补刀，村里面再搜索一番，绝不可有漏网之鱼。这一夜，100余名八旗被虾人带着200多义军突袭斩杀，无一人逃脱。此战后，大家士气高涨。 必安，你带10来人偷偷回去把我娘带出来，金银细软带些走，其他瓶瓶罐罐什么都不要带，记住一定要小心。对了，那辫子再绑上去。放心，少爷，我一定安全带老夫人出来。虾人带人反正的消息很快在苏州附近传开，八旗精锐被虾人围歼的消息也传到了苏州府。大人，围歼之际只能上报江宁，请调八旗精锐来苏州府。发请帖，我要请城内的众位乡绅在望乡园宴席，还有立刻派快马去江宁求援，多派几拨。虾人此时已经焦头烂额了，受伤的士兵太多，而辎重营带的药品实在太少，大部分都是冰屑和粮草。看着士兵的哀嚎，虾人心中焦急，只能派孟必之到附近请些土郎中过来。大人，有大队人马赶来。 看清楚了吗？是不是清兵？不是，装束是乡民装扮，拿的武器五花八门，不过队列还算齐整。带几个会骑马的，我们过去看看。可是大败八旗的义士。不错，我们是杀了一批作恶的八旗兵，看样子诸位也是举义的壮士。在下韩雄，听闻李庄有壮士大破清兵，愿和壮士一同举事，驱逐鞑虏。同心死义，共商大计，凡举义者豪杰也，皆是我虾人的生死兄弟。虾兄弟此战大胜，大长我等威风，不知下一步打算怎么做？韩兄弟，我有一点浅见，当然如果不合韩兄弟的意思，还希望多多海涵。虾兄弟，请说，我韩雄绝不是小肚鸡肠的人，只要对抗清大计有益，韩雄刀山火海也敢闯过去。那倒不至于，只是我等现在虽小胜一场，却也不是堂堂正正列阵厮杀。如今众乡兵未经操练，不识筋骨，号令不明，以这样的士卒去冲杀，无异于羊入虎口。所以如今韩兄弟是否愿意合兵？
兵一处，整合大军，五指张开，不如一拳在握。不知韩兄弟意下如何？我明白，若不合兵一处，号令不明，着实不妥。夏兄弟，请继续说。我的意思是以老带新，这样可以尽快形成战斗力。我韩雄没有意见，只是不知夏兄弟下一步准备如何行动。整合三军后，伺机攻打苏州城。苏州城内露营1500人，还有坚城固守，城内可出调民夫上万，以我们区2000人，如何能攻下苏州？剃发令下，江南人心惶惶，窥一斑而知全豹，各城各乡皆有起义之势。此时正是烽火燎原之际，如果清廷平定了这次局势，那么我等再无希望。再说我也没打算强攻苏州城，伺机而动嘛。经过几人的讨论，虾仁最后决定以明智为基础重整义军，再稍加修改，即以10人为一队，设队头，3队为一哨，设哨官1人，长令1人，3哨为一旗，设小旗官1人，长令官1人，配伙夫10人，5旗为一营，设营官1人，副营官2人，正副长令总官各1人。目前全军1720人，分设中军营、左营、右营，另设后营、斥后一营。虾子营正式更改为横岗军，取自苏州城郊外附近的一处山名。韩雄带来的1200多乡民，识文断字者有60几人。虾仁把这些识字的大都充任各级长令官，留下了韩雄推荐的2人作为虾仁身边的书记员。杨安字慕德，苏州项城人；另外1人吴台字应仁，苏州城人，2人均为秀才。另外组建了一支20人强壮勇士为亲卫队，孟必安为亲卫队队长，高义为亲卫副队。此人是在李庄血战8旗的勇猛之士。大家都在，我也就不多废话。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决定伺机攻下苏州城。苏州乃江南重地，财富不可理计，若能拿下，大势可期。不过苏州城池坚固，不可强攻。大家有什么建议，可以畅所欲言。帐中都是自家兄弟。不错，现在多铎的大军还在北方，在秋季到来之时，必是8旗南下之日。大人，我等现在对苏州城内情况知之甚少，我建议先派人侦查苏州城防情况，看有没有机会趁机袭城。大人，我可带斥后营100骑兵趁机突袭城门，选军中锐士200披甲紧随其后。只要守门兵来不及关门，我们一个突袭应该就能趁机拿下苏州。志奇的建议太过凶险，万一守门兵迅速关闭城门，那攻城无望，还会让苏州城守军提高警惕，这样拿下苏州的难度更是大大增加了。大人，在下。穆德有话直说，畅所欲言。我有一堂叔，现在就在苏州城内。之前听说在苏州露营中为把总，具体什么情况我不太了解。不过我想我可以去找他了解一下情况。这样我让高义跟着你，你们分开行动，这样妥当些。有什么需要的东西，你尽管开口。我没什么所需要的，我跟着高队长2人去就行。人少，目标小，更安全。那便依你之见吧。诸位，今日府尊在此宴请大家，一方面是为了联络感情，另一方面嘛。大家也知道，近来因为朝廷的一些律令，市民有所不安，城内也有少许不明事理之人，所以府尊大人决定今日宴请诸位，是告诉大家可以相信钟府尊，有什么事可以畅所欲言。诸位，本府昨日已收到朝廷邸报，太子太保洪承畴洪学士近期将抵达江宁，任总督军务，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洪大人熟悉军务，在朝廷位高权重，我相信只要洪大人移至江宁，如今纷乱之势必一扫而空，还江南一个安定祥和的日子。张兄，你说是不是啊？张仲，苏州城内之大族，祖上多有为官之人，人脉广泛，与陈家、苏家并列为苏州城大族。张柱2子1女，其女张说才气容貌甚佳，其长子张博，次子张学。钟府尊说的有道理，只是江南纷乱终归是这剃发令引起的，这发是1000年以来未曾有变，朝廷突然一朝律令就要剃了这发，这难免会引发争议的。至于洪大人抵赴江宁，我想要是朝廷能改弦更张，江南之地不用义兵，不费一时自可安定。张兄言之有理，没想到还出洪承畴也没吓到这群老东西。诸位之言，本府会呈奏圣上的。来，大家饮宴。薛导给本官严密控制露营，派人查探那反贼虾仁的动向。不知那虾仁究竟有何能力，竟然可以击败8骑兵。知府大人大可安心，那虾贼不过是偷袭罢了，数百民夫而已，怎么可能威胁到苏州城防？城中营兵1500余人，另外还在城中征到了民夫10000人，就是10万大军围城，也可坚持数月。更何况那些乡民草寇，至于那虾人更不值一提。露营之中，我已安排心腹把控，一切妥妥当当的。下官可立下军令状，苏州城要是有什么差池，大人可以随时摘了下官这个人头。
叔父，江南各地义军遍地，满清无恶不作，到处烧杀抢掠，如今更是有剃发易服之恶症。我看这清军在江南之日不会长久的。胡说八道！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八旗在辽东多少年，大明平定了吗？如今那吴三桂、洪承畴那么大的大官都降了，钱谦益这些德高望重的大臣也降了，他们能没有你聪明吗？更何况这造反事、杀头的事，你怎么能劝你叔去做这么危险的事？这些事与你无关，你一介书生应该做的是读圣贤书，而不是去做谋反这种疑惑九族之事。圣贤书，我特喵的就是读了圣贤书才反清的。圣人有说让我等剃发吗？圣人说的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圣人说的是披发左衽蛮夷也。夏将军顶天立地，雄才大略，如今举一旗，一战而破八旗，从者无数，这我难道不去跟随吗？你自己懦弱，怎还有脸骂自己的侄儿？你侄儿胸中有大义，当初众人皆降，我没劝你辞官，已是我这妇人短视罢了。打虏到处屠城劫掠，更是逼迫所有人流纳蛮夷之变。如今有英雄举义，汝当为其牵马执鞭，方能赎你失节之过。夫人啊，薛刀乃是我恩主，他待我不薄啊，你现在让我去背叛他？此人小义也，大义不实，真是愚不可及。在杨恩和杨夫人的劝说下，杨靠无奈只得暂时同意告诉苏州城防情况和城门换防时间。至于做那杀头的买卖，是死活不同意。不过在最后临走时，杨靠还告诉了杨恩一个事：只愿我觉得城内有人在串联民夫，而且那次我还看见了张柱二儿子的伴读，不知道张家想做什么。难道张家也想举义，还是说只是杨靠的错觉？看来明天得去张家试探一番。第二日清晨，杨恩早早地把情报给了高义，让高义先把情报交给虾仁，自己则先去张家看看。学生杨恩有事求见贵家主。穆德，你我之间素未谋面，不知今日登门来寻老夫有何要事啊？晚辈素来听闻张家乃苏州名望之家，晚生有些不解之处，想请员外解惑。穆德，请讲。如今朝廷已下达律令，要移风易俗，剃发留辫，不知员外有何见解？朝廷之事，我一介草民如何能知晓？不知员外可曾听闻前些时日李庄虾仁于渔村内战八旗竟足100人之事？不过些许草寇罢了。八旗劲旅数10万，不过折损区100人，不值一提。员外之意，晚辈已知晓了，晚辈就先告退了。员外既然对清廷如此信心十足，为何不剃发以从朝廷雅正，发辫还留待这时？你是那虾仁的人吧？我是谁的人现在不重要，重要的是张员外想怎么做？是报官抓我吗？要知道我个人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了。我们开门见山吧。我知道你是李庄虾仁的人，我想知道你们要做什么。抓你对我没有任何益处。员外知道我是个反贼，却不抓我。清廷有令不剃发者斩，张家满门却拒不剃发，至今还留着发鬓。我想问问员外意何为？不瞒你说，剃发令愈发严格，我张家也马上撑不下去了。再撑下去，我张氏一族恐有不忍言之事。可是真的剃发易服，我却是真的心有不甘啊！既然如此，刀已架在脖子上了，张氏何不奋起反击？如何反击？我族中熟读文章典籍者甚多，张家之钱粮也可称之富足。可这乱世之中，百无一用是书生啊！既然员外有此心，我杨恩也实话告诉你，我是虾将军的人，我们已经有人控制了城门，现在只是我们缺少城内接应的人。我想要张家配合我们拿下苏州城。杨恩说出了此行的目的，声音虽小，但听在张柱耳边却如同炸雷一般。虾将军勇猛果敢，以降兵之力而破八旗，投军者络绎不绝，已经集结8000兵力，甲士1000有余，钱粮辎重供军需可用半年。而苏州城内人心惶惶，有心者数不胜数，露营有反政之意者众多。至于民夫营内，我想张员外也知道，以惶惶之城对抗兵精贾锐之众，其结果我想无需多言吧。你们具体打算要我怎么配合？杨恩以3寸不烂之舌，终于说服张家加入。以苏州望族张氏已经投靠为筹码，再次返回杨靠家中。此时杨靠明白杨恩是铁了心造反，那自己最后一定被诛9族，最后还是无奈的同意了。去告诉老大老二，让他们来书房。半个时辰后，张柱家中老二带着妇孺分批开始离开苏州，前往乡下张家屋堡避难，对外则托辞回乡祭祖。大人，幸不辱命，我已劝我叔父杨靠举一反正，苏州张氏也愿为将军内应，还请将军尽快出兵，一举拿下苏州城。你说什么？虾仁知道这个结果，瞬间被震惊到了，这已远远的超出了他的意料。穆德大才啊！此战若胜，穆德当为全军首功。杨靠把守南城城门，此重要部位必是薛刀心腹，他竟然愿意举一反正。杨靠是我叔父，万不会害我。
只要城门一开，大军突入城内，清军必乱，苏州城便可直接拿下。既然如此，那就出兵吧，成败在此一举。穆德、夜长梦多，你辛苦一点，立即再回苏州一趟，和你叔父还有张氏联系。后天晚上，我们在南城举3把火为号，只要城门一开，大军一拥而入，苏州便可一举拿下。高义，你带亲卫5人护卫在穆德身旁，绝不能有半点闪失。此地离苏州南门不远，不过60里地，2天后即可抵达。唯一难题便是如何隐藏行踪。士奇，你带斥候先行，沿途有人一律扣下。必知后营立刻制作，可供大军5天干粮。大军携带干粮一路急行，不生火做饭，后日必须抵达苏州南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将士们经鞑子占据中原，清骚遍地，留头不留发，毁我中华衣冠，以致文不能显，武不得功，亵渎中华之满清，奴隶制北方，必须被剿灭。江山雾笼烟雨遥，10年一剑斩黄袍。大军开拔。韩兄，此次如能夺下苏州，江南必为之侧目。以苏州之富庶，精练士卒，招兵买马，锻造兵甲火器，都将不在话下。不错，到时候以苏州为基，浙江鲁王若能出兵，光复南都，恢复江南，再以江南之地养兵数年，以北方之残破数年后，即可北伐中原，光复帝都大明，中兴指日可待。韩兄未免太过于乐观了。清兵如今拥兵100万，江南也以为满清所得，大明内部也不和，地位之争如今还闹得乱纷纷。如何数年便可北伐中原？如数年内能光复南都，已是滔天之幸了。一切皆有可能。如今之局面放在3、4年前，谁能想到东吴以区10万铁骑便可席卷天下？前方即练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一闯。叔父，大军今夜就会抵达南城外，你只要看见城外亮起3根火把，便打开城门，接下来大事可定。我已知晓了。叔父，此大事必要十分上心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此事绝无反复之意。不如这样，叔父你带着高队长3人晚上一起巡夜。好，我知道成败在此一举，晚上你们跟着我。我们3人如果都带着刀，会不会引人怀疑？不会，没人不长眼来问的。要不还是别带刀。不行，刀不离身，我一定要带着刀。等下万一有谁拦住不开门，我一刀劈死他。要不拿短刃吧，藏在怀中，这样可不引人注目。员外，万事俱备，你可以准备了。晚上大军入城，你的人要马上领路最近的路线去知府衙门，还有粮库、银库，还有最重要的武库。这么快？我知道了，我马上把家丁武装起来，晚上派人去城门处守着。大军一进城，我立刻派人带路。对了，大军从哪处城门进？大军从南城门进。晚上你可以派人去南门守着，记住一定要派可信之人，万一有什么差错，所有人都得人头落地。那是自然，莫得放心。成事在天，一切就看今夜了。杨八总怎么流这么多汗？是不是干了啥亏心事啊？这天气太热，滚蛋！你闲的没事一边待着去，你去城头看看。士奇传令下去，部族做好准备，传令点起3把火。经过2日的长途奔袭，义军终于到达了苏州南城门外。随着虾人举起3把火，城头的高义看到后，立刻来到城门处，对杨靠和亲卫2人示意了一下眼色。3人慢慢来到城门边上，高义3人突然抬起横扎，用力拉开城门，城门发出呜呜的声响。你们在做什么？退下，兄弟们相信我，只有散开，我保证大家安全。如果谁敢上前一步，我绝不留情。杨八总，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要造反吗？不错，我今天就是反了。这辫子老子不想留了，我他娘的不当鞑子的奴才！城外数万大军，苏州城绝守不住。吴波只要你退到一旁，我杨靠保证大家都不会有事。这么多年了，我的人品大家是知道的，我绝不会带大家往死路走的。随着城门慢慢打开，虾人大军离城门也越来越近，杀进去！杀！父亲，城门已经打开。动手吧，你亲自带队，家族之安危在此一举。张公子，我和你一起去。
将军，这位就是举义的杨靠杨把总。好壮士，待大事一定，你我必要好好的把酒言欢。将军，无盖世之才莫得来了。将军莫在，我为末之人，能随将军共举大义，是我的荣幸。将军，这位是张伯张公子，带家丁200一同举事。将军此刻不是叙旧之时，还请将军尽快拿下知府衙门，还有各处重要之所。好，韩兄，你带一营人去拿下武库，必知你带一营人拿下银库和粮库。士奇和我一起拿下知府衙门。张公子，你和我一起。高义，我留100人给你，你给我守住城门口。至于城门处那些露营，愿降者简便收编，不愿降者收缴武器，待苏州安定后再做处理。知府大人，南城有人开了城门，现在乱贼杀进来了。完了，现在这种情况下，谁来也没得救，丢了苏州城这么重要的财富重地，现在跑怕也是来不及了。薛刀他人呐，城门这么重要的地方，居然都看不住。薛守备不知道人在哪啊？城里现在乱纷纷的，就听见有人说明军从南城处入城了。天意啊，想我中宽10年寒窗苦读，落得如今下场，时也命也。今日唯有一死以报皇恩。大人莫要冲动啊，我们降了吧。现在明军入城已成定局，跑是跑不了了，不如我们主动投降。想必明军不会杀大人的，毕竟大人熟悉苏州城，大人愿降的话，明军肯定能省很多事。如今明军一看就日薄西山，恐怕终究不是大清之对手。大人，不管最后明朝能不能打得过，咱们得先过这一关再说啊。虾仁带领义军不费一兵一卒，顺利拿下苏州城后，便直奔知府衙门而去。将军，那个就是薛刀，苏州城守卫。杀了他，脑袋带走。将军饶命，我愿降。知府在哪里？钟府尊就在府内，府尊大人不敢抵抗天军，愿举义归顺，万望将军恕罪。既然愿降还不出来，还躲在府里做什么？去，让那知府出来。这些酸儒真是既当婊子还想立牌坊，咋的？难道还得虾大人亲自进门三顾茅庐吗？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是诸葛卧龙吗？无妨，我们进去会一会这钟府尊。将军虎威，我愿降。钟先生弃暗投明，乃明智之举。我有一事正需要先生相助，还请先生去劝降教场的露营兵，少造些杀戮。掌管露营的是薛刀，我对露营众人并不熟悉，恐怕会误了将军大事。无妨，我让士奇带着薛刀的脑袋陪你过去劝降，不降者接斩，愿降者我保他们平安。你叫什么？回将军，小的朱土。朱土，把苏州税赋账本给我拿来。明初洪武年间，每年天下赋税总数为2943万担，苏州府缴纳289万担，松江府121万担，常州府55万担。这足以说明苏州支赋数冠绝天下。不过在清军占领南京后，苏州已经分2次运送银锭和粮草送往南京，但是就算如此，苏州府粮草还有120万担。很快捷报传来，林世奇带着薛刀的人头，再加上知府大人钟宽的劝说，露营全营无一人反抗，而孟必之和韩雄已折损了50几人代价，成功拿下银库、粮库、武库。听到这些消息，虾仁心中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苏州被义军攻下的消息如同旋风一般飞速传到各地，这个消息把李成栋砸了个措手不及。他现在靠之前苏州运送的粮草辎重撑着，苏州突然没了，这一下子就让李成栋进退两难。去，传众将过来。大帅，我等应该直接回去夺回苏州，这嘉定的乱民也快被杀光了。苏州之富，那可是富得流油啊！是啊，大帅拿下苏州，我看易如反掌。不过一群伤兵而已，拿下苏州，洗掠3天，大帅就可升都统了。传令嘉定城封都，休整3天后，大军兵发苏州城。虾仁拿下苏州后，兵力如同吹气球一般扩充到1万人。看着苏州城防图，虾仁知道第一场大战即将来临了。虾仁拿下苏州后，深感兵力不足以守卫苏州城。经过几天的疯狂扩军，人数很快到达了1万人。苏州城基本是很轻松拿下了，但还是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忙。我们需要再扩大军队，打造兵器，整顿城防，操练士卒，是一件一件的做。但是时间要快，清军很快就会反攻，我们没有时间停下。我们需要尽快重整士卒，收编绿营，招募新兵，还需要大量的兵械，最好还要有火器。不错，露营里面挑选一下，那些歪瓜裂枣的直接清退掉。招募新兵就由士奇你安排人去做。至于兵械之事嘛，高义你去给我把那朱土找来，必知你就安排苏州城防，城内那些民夫你要安抚好，愿意加入义军的也欢迎。属下一定尽心尽力。
将军，我有几个建议要说。如今我们已经攻克苏州，不扩军已经不足以应付现在的局面，所以兵制需要尽快更改。还有现在需要有人收税、处理政务、管理地方，我想这个也需要将军决断。如今我们在满清内部举义，面临着被清军包围的危险之地，我们需要派人联络鲁王监国，请求支援。那为何不是向福建隆武皇帝求援呢？一方面隆武皇帝远在福建，远水解不了近渴；再一个是受制于郑家，恐怕不会轻易援助我们。而浙江鲁王离苏州近在咫尺，可以更快的支援我们。还有将军，现在您需要更立名号。自古云名不正则言不顺，将军已经不是只有区2000人的义军之首，麾下民众数10万，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依穆德之见，该以何号为好？将军可称都督，兼都督府，总管苏州军政之事。这个好。对了，苏州府内宣传也要跟上去。不知何为宣传？我们要在城内乡中宣传东鲁的暴行，让大家知道，如果让清军再次打进苏州，那将是灭顶之灾。把清兵在辽东、山东、扬州各地屠城劫掠之事，要声情并茂的说出来，去把全城的说书人都给我找来，这事我亲自来弄。朱土，你知道苏州有多少工匠吗？回将军，你是指哪一类的？全部的工匠都说一遍。将军，苏州城内最多的是纺织工，人数达4、5万人。苏州织造那可是天下闻名，这是苏州城人数最多的工匠了。铁匠军户中还有1000多人，城中家庭作坊应该有2、3千人，木匠也差不多2、3千人。高义带人把所有的军户铁匠全都集合在一起，所有人准备开始打造兵械盔甲。虾仁给了朱图一个空头衔，军器监的总管。朱图忙得脚不沾地。如今整个苏州所有的生铁、熟铁都被横岗军采购一空，能够打造兵器的铁匠全部征召到军器监内，木匠则制作木质枪身。而苏州有名的织造也已经安排制造军服盔甲，府库的钱粮如流水一般洒了出去，整个苏州城陷入一片畸形的繁荣景象。为了随时了解外部情况，虾仁已经把斥候全部散出去，同时派杨恩迅速赶往绍兴联系鲁王政权，一方面加紧备战，一方面派人联络各处小股义军。城头每个垛口都有5人时刻把守，石头、木材都已经备好。苏州府库内还有100多罐猛火牛。由于军服盔甲不足，义军的着装也是五花八门。世吉，你说清军多久会到？短则10天，晚则半月，清军必到。都督，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清军围城不攻，拖延日久，若外无援兵，再坚固的城池也难以守住。我知道，我已经派杨恩去绍兴鲁王处求援了。唇亡齿寒，他们不蠢的话都懂。但愿如此吧。城中兴兵众多，民兵只怕也是不堪用。我现在倒是不担心以后，怕的就是清军一次猛攻，城头就撑不下去，那苏州可就全完了。是啊，第一次总是最难的，但是我们心合力齐，清军想要一次就攻下来，我绝不相信。韩兄，我想让你出城联络义军，时机你自己把握。你带一标1000人出去，要多少银子、多少粮草，府库里面随意抽取，甲胄就不能带。我要是离开苏州，敌军来攻，城中若有不测，都督可有把握？我只能赌了。所有人聚集在城中，一旦清军围城，久守必失。所以韩兄，你将是我们的一支骑兵。让韩雄出城，乃是以防万一。若是清军围堵4门，外无援军之下，岂不困守死地？最大的期望还是鲁王能够出兵拉一把。弟兄们，苏州之富，想必大家都知道。等拿下苏州城，7日不封刀，传令大军开拔。李成栋、嘉定3图的刽子手，经过李成栋的3次屠杀令，嘉定的反清运动基本平息了下来。李成栋的部将马宝、李元印、杜永和、严可义、郝尚九、罗成耀、黄英杰、杨大甫、张道营、郭虎、张悦、吴文宪共12人。李成栋自从降清后，一直作为急先锋，为清朝南征立下汗马功劳。当虾仁还在忙着训练士卒，看红眼的嘉定李成栋大军已经快马加鞭地往苏州城杀来。老夫人，我们到了。都督，老夫人来了，已经快到大门外。少爷，幸不辱命，老夫人已经安全接到。我接到老夫人后，一路上隐迹前踪，回到了李庄，才听到少爷已经拿下了苏州，我便一刻不敢停。母亲孩儿不孝，我儿大了，做下这般大事，我也拦不住你，只是可惜了祖辈传下的基业。山河破碎，国家危难，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好了，既然已经做下了，那就要走到底，你无需担心我。毕安，这次回去你可有遇到什么麻烦？回少爷，回去的路上没有什么异常，本来可以慢慢让府里的人都撤出来，但是我们回去第2天，宋建平就回到了常熟。他一回去，那王守备就知道少爷你反了，带人过来抓老夫人。还好我们提前1天把老夫人带了出去，府里面其他人也都遣散了。安全回来就好，先好好休息几天。少爷，我不累，我可以陪着少爷。你先休息，休息好了就和以前一样跟着我吧。紧急军情，快闪开！
禀都督，东城50里外发现清兵真奇，我们几个弟兄绕到旁边山坡处居高观察，清兵大军约2万人。该来的总该是来了，传令召集众将，千总级以上全都要参加。自辽氏起后，东鲁屠辽民100万。崇祯年间，东鲁数次入寇北直隶、山东等地，所过之处，百姓尽被掳掠。就在数月前，扬州被屠，嘉定也被屠。现在那嗜杀成性的李成栋即将来到苏州。如果苏州城我们守不住，那么苏州也将陷入地狱之中。苏州城池虽然坚固，但是绝不可有一丝松懈。我们在外也有援兵，韩延官在城外聚集义军，杨恩联络鲁王。清兵虽重兵压境，但只要我们守住苏州，必将天下瞩目，登高一呼而万众景从。江南之地，东鲁再难立足，一举而定半壁江山。大帅有令，开城降者免死，不降者城破后皆斩。站在古老的苏州城墙上，虾仁感受着这黄昏的气息，犹如置身于幻境之中。已是局中人，在书中记载的和现实中不一样的是，书中是冰冷的，谁殉国谁自缢，谁乘破力战而死。这些人也许就在身边，他们也许此刻正在看着我。必安，你带一队人在城内四处巡视，有可疑之人都先抓了，要确保城内稳定，同时颁布宵禁，各方室内要组织起民兵预备队。守城大战在即，苏州城中的箭矢一捆一捆的搬上城头，滚木、石头、盾牌都已经安排就位，虾仁和众人把可以想到的事情都已经做好，一切就等清军攻城时见分晓了。魏府收到消息，南京2、3天后会有一个骑兵来苏州，领队的叫福尼，是贝勒伯洛派来苏州监军的。骑兵来干嘛？拿下苏州城，那不就被人盯住了？城里的钱粮一大半都得没。义父无需忧虑，不过区区一队骑兵还能翻了天不成？惹急了咱们找个机会弄死他们也非难事。我担心的是那一队骑兵了，弄死他们又有什么用？别给我惹麻烦！传令下去，明早大军攻城，尽快拿下苏州城。当初我就反对相亲，奈何义父不听我的。上！不好，清军攻城了！所有人准备，开炮！继续往前冲，后退者死。盾牌兵给我冲上去，弓箭手放箭。快放火油！奶奶的，跟我上！快把他们赶下去！敌将头颅在此。你们这群废物！不到1个上午的时间，清兵折了700多人，府兵损失近1000人。1个上午，伤兵有600多人，当场阵亡也有300多人。不过好在城头上的义军大都见过血，胆色已经有很大的提升。是急要组织一支精锐的铁甲军，可以随时支援各处。这样的情况太过危险，最好要携带钝器。清军若是披双层甲，刀劈不进，枪扎不透，只要这样的清军登上城头数人，那苏州城就危险了。不错，必安，你速去找朱图，让他马上打造一批钝器出来，然后你去挑人，甲胄从府库里优先拿，给我组建一支手持钝器的铁甲军。休整1日的清军再次发起了攻城。经过前日的大战，虾仁的义军有了很大改变。清军苦战之久，已经远远超过了这支露营兵的承受能力。洗掠苏州的欲望也被战场残酷的杀戮消磨殆尽。李成栋看着攻城已经乏力，他知道靠如今现有的兵力是无力攻克苏州城了。李成栋，你这3姓家奴，先跟闯王李自成，后跟高杰，降明又降清，真是丢了我汉家男儿的脸。虾仁小贼，我们走着瞧！必安派出斥候从西面坠城而下，找到韩延官，让他明日来苏州会合。
是急，我决定明日出城决战，一战踏平清军大营，以经历血战的2000人为骨干。再则民兵勇壮5000，骑兵400，清军士气低落，兵源不足，伤兵满营。此时正是良机，再拖延下去，一是南京的骑兵会来援，二是李成栋怕是会撤。都督，我觉得李成栋晚上就会撤的。是急为何这么说？李成栋今日攻城失利，战不能胜，顿兵坚城之下。换作是我必将撤军。今日苏州守军刚经历一场大仗，基本上不可能追击。今日撤军出其不意，当然这只是我的感觉，都督不必太过在意。清军今日伤员众多，如何能连夜撤军？若是弃伤员于不顾，军中士气如何维持？清军虽损失惨重，无力再发起攻城，但是其可以就地坚守防御，等待南京方面的支援。我想李成栋绝不会撤军。我军士卒守城尚可一战，只是还从未经历过野战，若有所失，恐苏州城防不保啊。大规模野战非我们所长，我建议趁今夜清军熟睡之时，直接奇袭清军大营。军中400骑卒没有参加守城之战，战力犹存，再调各营勇壮者跃踏清营。若胜李成栋将不足为虑，万一失败，苏州城也无失陷之危。都督要我说，就晚上直接出兵。我今天看了，清军大营很简陋，大伙一拥而上，3拳打死老师傅。什么李成栋，我碰到他，一斧头就把他劈成2半。对，今天守城我看清军也就那样，就那些重甲兵还能打一点，其他的露营兵也没大家传的那么厉害。我看不管4更晚夜袭还是明日光明正大的决战，咱们都能赢。娘的，既然如此，那就今晚丑时出兵夜袭清军，知其必之。你们下去选人吧。没想到这群草寇和粪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硬是把本帅的牙给咬崩了。要是有火烫，早就轰开苏州城门，杀光这群草寇了。大帅说的对，明日骑兵出去，我携周边乡民，以乡民以赴登城，5万人不够，就抓10万人来，用人堆也可以把苏州城堆平了。等拿下苏州的财富扩军，到时候吴三桂尚可喜的算个什么东西？说不定本帅也能混个什么王当当。哈哈哈哈哈！都督，清兵大营前面一片平地，再往前无处可隐藏身形。骑兵上马，强攻破营，冲进去，不要停！杀！快来人啊！敌袭！敌袭！短短几百米距离，片刻之间，骑兵就已经抵达。大帅，明军袭营已经冲破营门处，正在大营内四处放火，现在营内一片混乱。一群废物！今夜谁负责巡夜？袁应、杜永和、严可义、张悦他们人呢？回大帅，今晚杨大府杨参将负责巡夜。义父明军已经冲进大营了。都是一群众，听着大营的动静，今夜就算把袭营的赶出去，自己这支大军也快完了。虾人把骑兵分成数队，四处袭击，大量帐篷被点燃，整座大营如同白昼一般。贵者不杀，降者不杀，冲过去活捉李成栋。义父，势不可为，快撤吧。是啊，大帅，先撤出去，留有用之身，再重整大军，是有可为啊。吾终有一日必屠尽苏州城。李成栋的逃跑立刻引起连锁反应，剩下的清军瞬间放弃了抵抗。都督，你看我抓到谁？2个大官呢？我愿降。我也愿降。先压下去。大帅，我们要去哪儿？是去江宁吗？义父不如先回松江府。义父是吴淞总兵，回吴淞名正言顺镇守一方。要是去了江宁，只怕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袁印所言甚是，绝不可去江宁，投回松江。老子当年从一介流民起家，3餐不饱，无田无妻，老子还怕什么？经过一夜的战斗，数千名清军陆营兵被分别关押在了数个地方。都督，这么多人，杀又不能杀，放也不能放，总不能一直养着吧？这些人手上基本都沾过嘉定80万乡民的血，要我说10抽1杀，剩下的编入敢死营，逢战先锋，一了百了。这可4、7、8千人啊，得遭多少杀孽？难道还能直接收编不成？这些人不可靠，临阵反戈，你能说得准吗？这林世奇可够狠的，不过这些俘虏一旦没处理好，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全杀了，屠杀降军的名声一出来，那将来谁还敢降？再者说，乱世之中人口也是资源，杀了可惜。
把陆营中8总以上军官全部斩首，那些府兵愿意加入我军的可以接受，不愿意的可以放归回家。那些陆营正兵全都拉去服劳役，各地的矿场修补城墙，看哪里需要便拉到哪去。苏州之围暂时算是解除了，现在我们最紧要的是抓紧训练，进行演武，锻炼军官的指挥能力。都督，杨恩回来了。怎么样，穆德？此次去绍兴见到鲁王监国了吗？怎么样，穆德？此次去绍兴见到鲁王监国了吗？别说见监国了，就连方国安、孙家骥都没见到。好不容易见了张国维一面，结果他对我等非常不屑，认为都督替过发，气节有亏。而那张国维更是认为苏州在李成栋的围攻之下绝不可能守住，而且浙江派系正和福建龙武皇帝闹得纷纷扰扰。听说在这闽交界处还发生了数次交战，浙江大部分的官员根本都没空理我，只有一个游击将军张明镇对我还算友好，说是会想办法。不过在我走之前也是没有音讯。都特喵是什么玩意？全是猪吗？穆德这些日子辛苦你了，你先下去好好休息吧。早知道南明在历史上好像有点坑，但是万万没想到居然这么坑。清军重兵就在杭州，浙江官员不想着怎么抵抗，这时候还和福建打起来了。本家这么好的顶包人物，他们居然还不要，真的是想当狗自带骨头，结果还被嫌弃。李成栋的军官一排排被押到河边，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的下场，绝望的呼嚎声、怒骂声、求饶声不绝于耳。背信弃义，说好了投降不杀的，居然骗老子！你们这些还有良心吗？别杀我，我还有钱还没花，我不想死。你们也活不长，就你们这群草寇能打得过8级铁骑，还敢造反，我就在下面等着你们，看你们这些人咋死的！斩！乱世之中，人命不值钱啊！一刀下去，吃了20几年饭的人设们就没了。咱打赢了，死的就是他们；输了，现在跪在那的就是咱们几个。毕安，走带几人去军旗间看看火铳造的怎么样。少爷是要骑马还是坐车？坐车吧。大爷，快来玩啊！苏州府在明朝是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城中商业极为发达，能工巧匠不在少数，不过大部分都是制作绸缎、书籍、折扇类的艺术品，对军工类并不擅长。哎，这粮食一天一个价，老婆子我快吃不起喽。去看一下现在粮价多少。都督，我问了店家，现在苏州城内的粮价一担2两300文银子，原来一担800文，现在已经翻了1倍。那伙计说是周边乡镇没有运送粮食进来，而且看这情况还得再涨。粮食价格关乎民生大事，必须尽快平息粮价。江南之地经济发达，可惜我对经济实在是懂得不多，而且现在清军在侧，极大威胁苏州，现在也没空关心经济之事。都督啊，我想回衙门伺候你，行不行？老朱啊，我看你这军旗间弄得不错啊，回衙门过段时间吧，你再坚守一段时日。好歹我也是个文人，一天到晚和这些浆糊混在一起，实在是有些膈应啊。这么胖，这么多毛孔，不会炸吗？不会的，大人，这用料足，不会炸的。这射程多远？这把枪还没试过，不过最少50步内可破甲。50步大概60几米，这射程是短了点，精准度应该也不高。走去空地试一下这把枪。中。距离拿下苏州已经过去了半个月，城中的铁匠都被招募到军器司打造各类兵械。今天刚好是测试火铳的日子。没上吧，没打中。我再试一试。打中了。拿副甲胄放在靶子上，重新打一枪，看能不能破甲。50步大概60几米，这射程是短了点，精准度也不高，唯一可行就是大规模列装，但是这造的速度实在太慢了。老朱啊，可得抓紧制造这火铳，人手不够就多招募一点人来打下手，我们的时间可是很紧。老爷，要不要用膳了？金民，你先下去吧。世人皆言我洪承畴背主求荣，怎知大明以击毙南反，大清圣主频出，此乃天命也。大清入关区1年光景，灭了明廷数10年不能平的流寇，从北京到南京皆已平定，天下太平指日可待。我洪承畴纵然千夫所指，虽千万人无往矣。总督大人，白永富白总兵刚刚抵达江宁，现正在堂外等候。让他来大堂吧。白总兵何在？白永富在。这人是谁啊？这么一来，总督大人就接见了，这么大的面子。我知道他，以前去江北拜见刘大帅时看见过他，是刘大帅的属下，好像是姓白，叫白永富，对，就是这个名字。白永富是个武人，难道又要开打了？这回要打呢？浙江、江阴还是苏州？我哪知道，不过应该是苏州。你看江阴伯洛大帅10余万大军云集，这白永富去那干嘛？苏州没定，怎么可能去打浙江明军？肯定是苏州。
乱纷纷的，啥时候是个头啊？末将白永赴参见总督大人。起来吧，白总兵，大军准备的如何了？粮草军械是否齐备？回总督大人，我军全军65000余人，可战之兵23000，只是战兵甲胄不全，军中粮草可供不足2月，火药弹丸皆有所不足。可有虚言？这总督大人，末将不敢虚言隐瞒大人。白总兵不用担忧，江宁粮草充足，甲胄也可调拨一些，军费火药更是不在话下。本督就想听白总兵一句话：苏州之贼，将军多久可定？先不用急着回答，这是探子从苏州探得的情报，将军可先看看再说也不迟。大人，依这情报而言，这苏州城内兵员众多，但是有甲者寥寥，军阵也是不堪。这李成栋也并非是正面被其击溃，而是入夜突袭大营，引发军事营销而致全军溃散。总督大人，只要江宁供应粮草军费，还有火药，末将可以保证攻克苏州。白总兵有这个信心很好，军中所缺之粮草军费，江宁一应补齐。本督在调江宁家喇勒镇伏尼率领1500人8旗精锐，入营3000人，皆是善战之卒。白总兵打算多久让本督听到捷报？大人，我军现在还未完成集结，大军还未全部过江，末将预计2个月可以拿下苏州城。大军半个月时间足可抵达苏州城下，15天时间难道还拿不下一群土民占据的苏州城吗？末将遵令，1月攻克苏州城。军中无戏言，1月不克苏州城，军法从事。白总兵，新朝可非前明可比。末将听令，1月不克苏州，末将提头来见总督大人。本督静待将军的捷报。一场更大的危机即将到来，而虾仁这边还在忙着处理粮价军饷的事。大人，粮价过高之事我早已知道，只是现在粮食既要供应军需，再大量放粮的话，恐怕府库撑不了太久。按点测上，苏州城内应该剩余粮食120万担，银子90万两，但是经过清点，粮食只有80万担，其中40万担凭空消失，银子也只有58万两，缺口32万两。在问过中宽后才知道，原来这府库缺少的钱粮是历年来的烂账，他上任时就已经是亏空这么多，从上到下早就形成了一条利益链条，只是在义军占领苏州后被武力强行打断。现在粮库和银库都得是咱们的人守着，没条令不能出库。我已经派人看着。虾仁没想到这猫腻这么大，当初刚拿下苏州，看到点册上的钱粮之数，高兴的整晚睡不着，现在没想出了这幺蛾子。这些亏空的钱粮能不能再追回来？绝无可能，很多都是在中宽以前就已经亏空不少，就算是把经手库房的人都抓起来，也补不了多少，还会造成城内人心不稳。追查那就算了，不过还是要尽快平价放粮，绝不可再让粮价涨上去。这是自然，我会尽快处理。就在当天，虾仁收到韩雄的来信，本意让韩雄在外当个骑兵，谁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韩雄现在在外面的用处已经不大，所以虾仁准备让他撤回苏州。自苏州之战，虾仁深感情报的重要性，所以决定开始组建探听司，打算让孟必安挑大梁。这军律中营内严禁赌博饮酒，自古皆是如此。不过这做好个人卫生是何用意啊？军中都是汉子大老粗，这卫生不做好，极易引发疫病。同时士兵的军容军貌也更好，我要改变世人对士兵臭丘巴的形象，这条一定要留着。遇到敌投掷财货者，军事器兵刃争强者者，那是兵持兵器捡起财货怎么说？这一条可以略作修改，改为军事争抢者斩。军律就先如此，我们军中后勤各项也要进行改革，士兵的饷银也不能少，全靠一股热血撑不了多久，士兵的待遇也要出一个调整出来。至于士兵的饷银，士气你看多少为好？这一卫所明军的饷银1月只4、5钱，而且还多有克扣，那样的士兵几乎没有战斗力，别说清军了，就是一群乱民举士都不一定能打得过。若是一关宁铁骑的话，月饷和一些补贴可达到4到5两，但是现在粮价和其余生活物资也已超过数年前，所以我看这兵士月饷2两纹银绰绰有余，府兵月饷1两即可。一人2两纹银，1月就是2万两，府兵3万人，1月3万两，军饷1月便是5万两，再加上给士兵的军服、靴子、被服，全部配齐一人得10两银子，还没包含盔甲武器。这军队真是吞金兽，军服、靴子、被服之类的，苏州城内就可以置办，唯独盔甲还是稀缺，甲胄6000副，样式也不齐整。占领苏州不足1月，铁甲产出不到100领，很多还是缴获李成栋的。那就这么办，把军律和饷银待遇全部通告全军。反清驱逐鞑虏是大义，鞑虏烧杀掳掠，无恶不作，还逼着我们剃发易服，所以我们起兵反他合乎天理。但是当兵吃饷天经地义，所以当兵得有银子有肉吃，你们要的所有东西都可以给你们。所有兵士月饷3两纹银，但是这钱绝对不是人人都可以随便拿的。我只有3条规矩：第一是军法，第二是军法，第三还是军法。任何人违抗军法，绝无赦免之理。这饷银今日便开始发放，但是军中奚弱刘强，跟不上训练，或是违反军令，不服上官者，
者，轻则逐出军中，重者斩首示众。张有才，总计月饷5两，全队过了0饷。谢谢先生。你要谢都督，钱是夏都督给的。啊，对，谢都督。在收编了李成栋部的降兵，又从府兵里挑选了5000多人，虾人组建一支新镇，号宁武镇，统治由林世奇担任，加上虾人亲领的长陵镇，虾人已经拥有了2大军镇。擂鼓列阵。列阵，列阵，列阵，列阵。自古南兵不胜北兵，我朝南方出强兵不过戚家军、百杆军，而北方强盛之军不绝于史。苏州一直都是江南繁盛之地，此地招募之军士更是无法和江北之兵可比。都督以2镇新建之军，怕是无法和八旗精锐对阵沙场。事在人为，东鲁凶悍，只是人丁稀少。逢战露营为先锋，对阵之敌将溃之时，方才铁骑突出。我们对阵之敌大部都是露营兵，这些都是原来明军投降东鲁整编而成。这些兵不见得多强，我练兵首重阵列，堂堂正正之重。以后想严军法，多加训练，结硬寨，打呆战。我们骑兵稀少，步军众多，在江南水网密布之地，八旗骑兵不能像在北方一样肆意切断粮道，在南方水师为先，组建水师刻不容缓。水师，苏州也不靠长江，上哪见水师？松江府少爷，这是我探听司成立的条陈，您看怎么样？哦，你自己写的，不错啊，这组织架构想不到还挺严谨的，就按这个架构组织起来看看吧。对了，现在招了多少人？我就招了1个人，这几天都是在忙着做这个。只是少爷，1万两怕是银子不够，我们仔细计算过了，最少要30万两才能在江南完成布局。哪里用得了这么多？30万两太多了，拿不出来。我给你再批2万两，和上次的1万两凑成3万。你先把架子搭起来，用完了再和我说。大都督有要事，今日有口信传来，洪承畴在南京宴请近100位降清之勋贵，筹得白银36万两。这洪承畴透露出要调集10万大军围攻苏州。虾人在苏州忙着备战，而此时的浙江鲁王朱一海则忙着看底下一众文武在争吵。而金瞻各府县知钱粮，把控军权，幽禁监军，致使浙东人心尽失。如此行径与藩镇何异？我可从来没有幽禁监军，张大人可不要胡说。基于钱粮之事，那些误会击中有何战力，白费钱粮罢了。把这些钱粮用在进兵机上才是正道，钱花在那些民兵上，他们能打得过东鲁吗？那方总兵就有把握对阵东鲁，可战而胜之吗？朱一海出任监国后，任命张国为、朱大典和宋之普为东阁大学士，又启用崇祯年间的辅臣方逢年入阁为首辅。不过朱一海没有自己的军队，只能倚重方国安和王之仁2位大将。他们2人率部抵达绍兴后，立即接管了浙东原有的迎兵和卫军，同时排挤孙家骥、熊汝霖和钱素乐等人领导的义兵。方国安和王之仁更是不顾朱一海的反对，擅自把浙东各府县每年60余万钱粮自行分配。结果浙东各地一时断绝了粮饷来源，大多散去，就连都师大学士张国为直接掌管的清兵营也只剩几百人。殿下，唐王已经在福建福州继位登基称帝，年号龙武，其使者已至台州。依臣看，这必然会带着退位归藩的诏令。殿下若是不同意，这民之间恐有不忍言之事啊。我本庞宗远之，不敢窥视大宝。今唐王既然已在福州登基，我自然要退位归藩。若是强据大位，这民2省必将兵戎相见，投号抗清之力。我不能也不敢因一己之私而坏国家大事。我朱一海愿意退位归藩。监国殿下，唐王亦是庞宗远之。要论轮序的话，唐王并不比监国殿下近，而今齐远在福建，不比监国亲临前线。监国若是此时退位归藩，恐怕浙江一省旦夕有倾覆之风险啊！若是按张学士所言，那我浙江知明军就不用布防前线了，可以直接屯兵这闽边界，将浙江拱手让与清军罢了。大战一起，浙闽2地空耗实力。要知道，东鲁在杭州就有大军，离绍兴不过旦夕而至。此时若还不能共抗外敌，天下败坏之势就在眼前啊！不可，绝不可归藩。自古即有退位而安然无恙之君，殿下绝不可退位。退位归藩之事，可以等唐王使者抵达后再议。这次本王得到消息，有意是虾人攻占苏州城，还在苏州城下击溃了李成栋，大振江南民心士气。随着鲁王朝堂争吵的愈发激烈，有的大臣把虾人义军定义为乱贼，甚至建议收其兵权。
既然苏州已经光复，那监国殿下可派巡抚督军苏州，依臣看可调兵援助苏州城。苏州城处于清军四面包围之中，南京、杭州皆有清军重兵，若是调兵苏州，怕是都会被爆。再说了，现在杭州还在东卢手上，兵要怎么调？飞过去吗？既然兵不能调，物资也过不去，那最少也要派个监军，让这些义军知道朝廷没有忘了他们。是要派人过去，不过这虾人既然举义反清，光复了苏州，首府你看该如何封赏？监国殿下可授予虾人为苏州总兵，全权处理苏州府军政诸事。我朝有苏州总兵这一衔称吗？殿下事急从权，只是暂设，待江南平定后可做取消。国家名气岂能滥设？今设置，明日又除之，那天下市民该如何看待朝廷？监国殿下、首辅大人之意绝不可行。不过光复区区一城，今日就授予总兵头衔，明日再无一城，该如何封赏？依我看，封个守备足矣了。那虾人之前可是剃过发的，大节有亏之人，怎么担当重任？依我看，此人绝不可信，应该收其兵权，将其万罪以儆效尤。朱一海知道自己先天性威望不足，从监国以来几乎没有不吵的时候，现在吵到后面甚至都开始质疑虾人的品德，这实在是让朱一海有些心累。他是真心想退位归藩。监国殿下假身之变后，降顺降清者不计其数，若是人人问罪，恐怕天下遍地皆是死地。只要幡然悔悟者皆既往不咎，才是安邦之良策。那虾人既然拿下了苏州城，这足以说明此人乃知兵之人，以明觉之号换得一座重城和一员良将，孰轻孰重一言可辨之。那就加封那虾人为阴阳将军，正三品衔，暂时总督苏州军政。至于监军嘛，殿下可先行宣读诏令，监军之人选可以慢慢再议。朱学士，那就由你起草诏令吧。今天就这样，都散了。大都督，韩营官的兵马到苏州城10里外了，走过去看看。韩兄，大都督护卫，苏州城一战大破李成栋，天下为之瞩目，大振我江南民心士气啊！李成栋治军不利，一次夜袭就把李成栋打得退步成军。韩兄回来之后可以再组成一阵，我已经在大堂里给你准备接风洗尘，待我们回府再细谈。大都督，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挚友赵用平。赵将军豪杰也，反清之事皆是我同道中人。大都督妙赞，大都督以战克苏州，再战灭李成栋，都督之才胜我100倍，不敢当都督豪杰之称。来喝酒。酒过3巡后，虾人看着台下的众人，虾人知道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虾人穿越明末，举义反清，顺利拿下苏州，击败李成栋后，义军在江南地区声名大噪。然而，这也引起了清廷方面的高度警觉。洪承畴当即决定派遣柏永富率领5万大军，妄图一举剿灭以虾人为首的这股义军。白永富奉天宁远县人，是原东平伯刘泽清的部下。刘泽清逃往海上之时，就是这个白永富打开淮安城降清，然后被清廷加封为淮安总兵，总兵力应该有5万人左右。部下参将萧明作、梁鹤鸣、吴顺昌，军队大部还是刘泽清原先那些兵马。很多人都说刘泽清的部队不能打，在大明崇祯年间就是有名的避战将军。还有吗？白永富手下步兵、骑兵大概多少？多少火炮、披甲兵多少？还有大军现在在什么位置？没有了，都督，我这点资料还是苏州城内到处问的才知道。探听司才刚刚成立，我才挑了几个人呢。行吧，你先去忙探听司的事去吧。南京、杭州加紧派哨探过去。大帅，这南京可真富啊，这么多钱粮，咱们可从没这么富裕过。现在叫江宁，南京这个词以后可千万别说了。再说了，这点钱算什么？打下苏州那才叫富。是大帅，我竟然说错了，不是南京，是江宁。让所有人准备好，明日大军开拔。梁鹤鸣，你不为先锋，后营留下接收剩余的物资，其余全军兵发苏州城。是大帅。待拿下苏州后，满城的钱粮，每人诸位可任意所举之。虾人这个蛮子胆敢反叛大清，我一定要活捉此人，诛九族，凌迟处死，苏州满城皆屠。我倒要看看还有哪个不开眼的蛮子还敢反。这把屠城挂在嘴边是什么意思？我才是主将。看这样子是要争夺话语权。虾人又新建了一镇浩克5镇，有韩雄出任统治，抽调了一些基层军官。现在于有田从基层小卒晋升为伍长，升了官，饷银也多了一点，这让于有田品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小常，你干什么呢？盾牌举高一点。还有你李二弟，你看没看旁边的人，朕都没排齐。这种天天有饭吃，还有饷银拿的日子，再过10年都不觉得长，就是累了点。不过做什么事情不累，比种田轻松些吧。真威风啊！我什么时候也能带几个人这样走？就你李二弟这么矮，还想当将军，盔甲都没有你这么消耗的吧？这可不一定，说不定咱屋里就能出个将军呢。同知大人，大都督下午在知府大堂召集众将。知道了，我马上就去。
洪承畴这个汉奸调了淮安总兵白永富来打我们，大约在5、6万人左右。大家先议议，看我们该怎么打，是要守城还是野战？大都督，我觉得现在最要紧还是要查清楚白有富多少人马，有没有八旗兵，还有没有携带火炮。白有富是刘泽清的部下，刘泽清这个人算是江北4镇内战力最差的。如果是白有富本部人马，我们3阵齐出，当能破敌。虾仁穿越明末，举义反清，顺利拿下苏州，击败李成栋后，义军在江南地区声名大噪。洪承畴当即决定派遣伯永富率领5万大军，妄图一举剿灭以虾仁为首的这股义军。野战能胜那自然最好，但是《孙子兵法》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全军置之一战，若是失利，恐怕苏州城也将难以守住。依我看，不如坚守苏州城，以待援军。援军哪里来的援军？浙江鲁王吗？他们要是来的话，上次李成栋的时候就该来了。我们难道没派人求援吗？指望他们，还不如摆个香案祈祷，上天发大水，把清军都淹了，还更靠谱。以苏州一城之地，如何能抵抗东路？还不是要靠朝廷汇聚大军，方能有所成效。朝廷，我们该听哪个朝廷的？浙江还是福建？党同伐异，现在还在自己打自己。江南这么多义军反抗，有点脑子都会派人过来整合一下义军。靠朝廷，我看还是靠自己更好。清兵还没到呢，2位就先吵起来了。战守都要做好万全准备，确保我们野战也能打，守城也可以守。就刘泽清留下的那群孬兵，我们难道还真能打不过吗？未知铁甲军整编训练的如何了？回大都督，铁甲军兵员已经挑选出来了，3000壮硕之士，府兵4000人，平时有府兵副甲，临战甲兵再开始披甲，力求以最好的状态加入战场。军中完好的铁甲2700副。好，铁甲军的训练每天都不能停，伙食一定要充足，肉食每天不要断。我决定集结大军直击白永富，今日之役，战要在哪里打？大都督既然决定不守苏城，那城下决战自然是最好的选择。我军对苏州地势更为了解，地利在我。那就在苏州城外决战吧。就在阳澄湖西面开阔处是一大军布阵，此处北面略窄，南面宽大，河流呈8字形，对己方有那么一丝优势。不过河流众多也有好处，清军的骑兵优势被无限降低了。数日后，清军的前锋已经抵达了无锡，消息灵通的人已经开始离城避难。粮价1日3涨，就是开仓都无法平息。杨恩是急得满头大汗。不过虾仁此刻无暇顾及城内，只要这一战赢了，苏州城内自然恢复如初。但是万一要是输了，苏州城就是再乱，也和我无关了。很快，5万义军在苏州城外集结完毕。自东卢起事辽东后，耗尽华夏之财富，北直隶城池残破，百姓尽皆掳掠；河北、山东、湖广屠城戮民，罪恶滔天，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果将士们觉得这些事离你们太过遥远，那么扬州呢、嘉定呢，这些地方难道还远吗？东卢已近在咫尺了，我们该怎么做？驱逐东卢，京汉，出发。次日正午，长陵镇、宁武镇、克武镇3镇士兵已经抵达阳澄湖西面的旷野之地，大军的营寨就构筑在战场后侧5里之处。同时，皇城的斥候前出探查清军的动向。虾仁出兵5万人的消息，自然瞒不过清军的眼线，很快传到了无锡城内的白永富耳中。大帅，这苏州城可真的有钱啊！随便什么土包子占了苏州，都能拉出5、6万人马。全是新兵民夫有什么用？这虾仁不知死活，愚蠢无谋。大清野战无敌，就拿那些新兵还敢和八旗野战，真是可笑。这次苏州城我们拿定了，顺昌啊，记住了，拿下苏州城后，把眼珠子放亮点，那府库的银子要第一时间占了，赶紧往大营里搬。次日正午，清军的少旗已经抵达阳澄湖前方30里处，遍地河流，着实令清军少旗苦不堪言。少总，我刚刚抓了一个村民，前方30里处就是阳澄湖，他说昨日那边来很多军队，我看应该就是那群土寇了。继续往前探着。对头，你看是清兵，只有区区5旗，弟兄们，给我冲过去，宰了这群打子！找到这群土寇了，土寇主力应该就在附近10几里内了。哼，这么看不起我啊！准备迎战！一轮对冲下来，张成胜身旁只剩下了2名斥候，而清军少旗就剩下刘平一人。刘平惊魂未定的回头望了一眼，连忙拨着马缰朝远处疾驰而去。禀告大帅，卑职抵达苏州北面所在10里处，遇到敌军斥候，被其所阻，无法深入探查。这群土寇还有骑兵，有没有交手？大帅，我们5人一组，与之交战折损了4人，就卑职1人撤出战场。敌10余人仅剩2、3人，不过这群人颇为敢战，就是骑射水平差了些。就算有骑兵，那能有多少？我马军众多，还怕什么？
传令先锋马军萧明做先行阳澄湖，少奇给我压住敌斥候。大都督，前方斥候遇上了清军少奇，与之交战了一番，现在斥候正在帐外等候。你说什么？你们是在什么地方碰到清军少奇的？这里是大营，那应该就在这个地方。清军少奇战力如何？两倍与敌齐，己方折损7人，斩清军少奇4人，剩1人逃离战场。这些少探骑射水准很高，我们是靠人数优势。技艺可以慢慢练习提高，但是逢敌必亮剑的精神值得表扬。清军少奇的装备如何？是8骑兵还是汉兵？装备一般，没穿铁甲。清军少奇都是一套棉甲，和我们差不多，不是8骑兵，是汉兵。我看那是尸体头发，都是新剃头的。斥候队再次和清兵少奇爆发数次奇战，而随着时间推移，清军的少奇愈发的多，皇城的斥候队已经被清军全面压制，折损几十余人，虾仁只能下令斥候队回营。这时清军的斥候已经明目张胆出现了在义军的营寨之外。这群土寇还挺会找地方的，这种地形骑兵既不能绕后，这是逼我们布阵啊！就算地形选得再好，我就不信了一群农民拿起刀枪就能打了。去禀告大帅，骑兵先锋已经抵达阳澄湖，地形不利其战，望部军尽快到达。都督，这清军骑兵在这个地形里无法左右腾挪，何不大军出战和骑兵对战呢？骑兵冲严整的步兵方阵可没有什么优势啊。骑兵为什么要冲阵？他们左右不能跑，就不能往后跑吗？2条腿难道还能追得上4条腿？可惜啊，咱没那么多马匹，就是有马，江南也找不到精通骑射的人啊。今晚防止清军夜袭，士兵养精蓄锐，明日大军出阵决战，天下成败与否，在此一战。次日清晨，大战一触即发。义军中路是虾仁亲领的长陵阵，左翼是林士奇的宁武阵，右翼则是韩雄的克武阵。战法也很简单，3阵贴上去，只要扰乱清军阵线；2000重甲兵贴上去，直击清军中路大道。太过复杂的战术，士兵根本执行不了。只要重甲兵击破清军中线，这战自然就赢了。听着，只要鼓声一响，你们要听着军号走，千万不能急至倒步。还有，一定要记住了，不能后退，一旦往回跑，会被督战队砍头的。死在督战队手上死了也没钱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保佑我逢凶化吉。李老大，这次真打啊！这阵列都摆好了，你说是不是真的？不得了，这群土寇成精了！大帅，这看起来不太好打。不好打也得打，传令把大将军炮拉上来，炮轰几轮，我看这群土寇阵型乱不乱。都督，清军开始动了，有火炮。传令擂鼓进攻。快点，快点！火炮队在做什么？怎么还不开炮？废物！大都督，清军要开炮了，要不要让士兵快冲？不能冲，一冲阵型就乱了。这3轮炮，我们只能硬顶。还好从长林镇调到宁武镇，不然现在挨炮的就是我了。没有炮，只能被动挨打。不过此刻3阵已经离敌不过70多步，接阵就在眼前。擂鼓冲锋，上！快点装药，贼军上来了！你娘的，居然炸膛了！弓箭手抛射，前锋进攻。开战短短半个时辰，两军士卒如割草般倒下。白永富看着整条战线，很明显右翼被冲击的有些变形，看样子已经支撑不了太久。而中路义军伤亡虽大，但还是韧性十足，没有丝毫溃散的迹象。左翼势均力敌，看着己方伤亡已经如此巨大，手不知不觉握得更紧。我大清10万铁骑就夺了整个天下，你们这5万露营兵都拿不下对面这群毛贼，全是废物。蒲松龄带本帅的亲卫家丁上，给本帅扫平右翼的贼军。都督，你看清军一支披甲兵朝林统治方向去了。高义率本都的亲卫队搅乱鲁军中路，上！给老子砍脚！不好，中路真是废物。吓人的义军在阳澄湖和清军血战许久，看着白永富中军被搅乱，一旁的福尼终于忍不住了。废物，我都想不出比废物还差的字了。我军拼死一战，众将士皆已拼命，此贼非寻常人。贾喇大人要是看不惯，可以自己冲一下看看。你等只知道我8骑铁骑骑射无双，却不知道我大清重步一样冠绝天下。弟兄们，跟我杀！大都督，这是不是就是8骑？
这一定就是横行天下的八旗精锐。没想到这么快就碰到了，不能再等下去。清军中路不一定乱，但义军的中军绝对挡不住八旗重部的冲击。传令重甲军出击。上！一瞬间，两军贴脸搏杀，铁甲军手持盾器，纷纷向八旗招过了过去。万万没想到，这群土寇还藏着重甲军，带着盾器，专克披甲的八旗就像是一个陷阱一般。将军，你受伤了。我没事，给我杀穿这群蛮子！一时间，双方数万人在阳澄湖旁的这块土地上进行激烈的搏杀，整个战场上刀剑相击，箭矢如雨，喊杀声震动阳澄湖。福尼此刻有些骇人，1000余八旗精锐已经折损过半，剩余的将士也是疲惫不堪，这实在让福尼难以置信。两军都已经到了极限，是胜是败很快就将见分晓。看着孟必之的重甲军，虾仁知道只要打垮了眼前的八旗，后面的露营就会瞬间垮掉。擂鼓大旗向前，天下兴亡，在此一战。上！将军，对面甲军太多了，我们已经伤亡过半，再打下去，旗丁都得折了。撤军回江宁吧，请伯洛将军发大军。八旗铁军战无不胜，谁再敢说撤退的，这就是下场。都围过来，杀了贼首，此战就胜了。片刻后，福尼终于冲到虾仁的眼前。此时两人相距不过10步，虾仁可以清晰的看见福尼嘴里还吐着血，竟然冲到脸上来了！铁甲军给我砍了他首级！蛮子，敢与我一战吗？他刚刚说了什么？一大堆吵死了。随着福尼被杀，八旗的抵抗瞬间被瓦解。虾仁此时激动的心情一时之间难以平静。这么多年来斩杀近1000人真满洲，在明军中屈指可数。完了啊！传令撤军，退出这片狭窄之处。李老大，快看！怎么了？那边有啥？那个大官现在身边的护卫都散了，咱们把他抓住了，那不是升官发财了吗？富贵险中求啊，老大，我也觉得行。再迟疑片刻，他肯定就跑了。干了，走！虾仁站在一处小坡上，看着清军全线崩溃，义军的将士们正在奋力追杀。此刻虾仁觉得自己已经登峰造极了。随着清军在阳澄湖大败，我勇父退回大营，望着硕大的阳澄湖，阴沉的脸久久说不出话。这一战可输得太惨了，5万大军几乎折损一半，兵械大部都被丢弃，宝贵的是门火炮也没了。都督，属下已经统计完毕，此战清兵阵亡约11000人，从衣甲上分辨，八旗兵约1400人，其余皆是露营兵，俘虏15000人余，缴获清军旗帜20面，甲胄4000多副，刀枪等兵械4万多把，还有火炮9门，战马867匹。没有炮敌人给咱造，没有马敌人给咱送。世吉，你让人将这些战死的清军首级都割下来，妥善保管，到时候有用。都督，属下一会就安排下去。世吉，身体可有大碍？无事，腰上被劈了一刀，没伤要害，养养就好。大都督，这一战打出了威风，都督威名必将声震天下。都督，说完缴获，属下该说我军的损失了。说吧。昨日一战，我军3阵阵亡近1万人，另近4000人负伤，营管阵亡2人，千总阵亡7人，把总阵亡19人，总旗阵亡36人，其中重甲军阵亡962人，负伤370人。重甲军的孟统林也身负内伤。安置和抚恤必须做好，告诉全军阵亡的有抚恤，本都绝不会让将士流血又流泪的。都督，这一战3阵损失颇为严重，需要尽快补充。依属下看，我们是不是该撤军回苏州休整一番？不，清军不退，我们绝不能撤。清军马军未有损失，若是贸然撤退，这么多物资伤员俘虏，清军齐军掩杀之下，就算离苏州城不过几10里路，他已不是那么容易撤回的。如果撤军了，先不说容不容易撤，这清军没撤，我们撤了，传了出去，那这一战就是清军赢，我们不败也就败了。人心惶惶之下，苏州还能守住吗？就算使劲对大家说赢了，可老百姓是实心眼的，你赢了打还跑回来，肯定就是输了。所以绝不能撤，最少不是现在，让斥候先回苏州城报捷，稳定人心。杨长史，你先回城稳住局面，招募士卒，整顿物资。这一战后，本都还要扩军。古人云：人生4大喜事，他乡遇故知，久旱逢甘霖，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县尊大人好福气啊！我与这清月姑娘一见倾心，数日来谈诗作赋，日子过得不知有多么快乐。要不是身负朝廷重任，为国牧民，本官啊，宁愿泛舟江湖，岂不快哉？哎呀，无锡县若是临了县尊大人，那犹如蛇无头，鸟无翅，那可如何能成？大人有急报。
大军怎么就输了？还有无敌的八旗，贼军的厉害成什么样子？这要是来了无锡，那可怎么办？白永富现在兵械几乎丢了干净，就剩下3000马军，还算兵械齐全。他知道骑兵也不能攻城，而且现在军中士气涣散，已经毫无战意。大帅还有决策。先撤到无锡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8月初，越来越多的消息传到了清军确实撤了。收到确认的消息后，家人2天长啸。而阳澄湖一战的消息，此刻已经传到了江南各地，这给了一些还在坚持抵抗义军队，仿佛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大大的振奋了人心。阳澄湖清军大败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南京。快把吊篮放下去，把人拉上来。这么晚，难道又是哪里叛乱了？谁知道呢？说不定是江一，也可能是苏州。浙江阴城都打了2个月了，10来万大军围着打，都还没打下来。这些人骨头可真硬啊！你们说咱是不是该囤点米？这米价要是再涨上去，咱这点军饷快吃不消了。兄弟咋了？是什么事？方便说不？不方便就算了。苏州城打了一仗，没赢也没输，其他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啥意思？没赢也没输，还打起来了？王氏至东出也，所过之地，市民仍胡将以迎。东南郡一时铁然，犹若不知有顶阁之事者，自剃发令，下而人心始摇，纷然四起。于是前朝孤臣之事，与远近奸民素怀异志者，皆以为资，纷然四起。不招府弊不能平贼，不征剿弊不能征府。总督，苏州有消息回来了，拉进来。处处烽火，则处处不能平。此办。伯永富撤军后，义军也退回了苏州大营休整队伍。虾仁此时已经在思考下一步的行动。唯有松江府如今算是软柿子。李成栋自从上次溃败之后，跑回松江府，如今兵力空虚，拿下松江府应是易如反掌。都督，杨长史来了，让他进来吧。还有以后杨长史来找咱，不用通报了，知道没？是吧，都督。都督，账上快没钱了。怎么这么快就没钱了？现在账上还有多少钱？现在账上只剩下21万两，这些钱只够维持大军2月了。这么快，这1个多月花了30几万两。大都督又要造枪造炮，还有军饷，这一战的赏赐抚恤，还有纳探听司，已经陆陆续续拿了4万两。那下税可以收多少上来？大明2京13省，光景年间可收约3000万担，苏州一府税200余担，折合白银150万两。去年苏州府税就18万两，不过那是苏州全府，我军如今只占苏州1城之地，预估最多可收30几万两，这点钱不足以养如今的5万支柱。穆德啊，咱要是在这苏州城内募捐，你说怎么样？这怕是不易，就算捐怕也不会有多少吧。宣传司是吴台吴参事在负责嘛，速速叫他过来。3人随即在营内讨论良久，杨吴2人有些怀疑效果，不过也姑且一试。次日，苏州城内搭起高台，虾仁安排了将士讲述鞑子是多么的凶残，以及在阳澄湖处和清军血战的过程，重点讲述血战过程中义军士卒的典型事迹，并为战死的士卒向苏州百姓募捐。这些士兵很多都是苏州本地人士，苏州百姓感同身受，很多人纷纷响应踊跃捐献。苏州城的和平与繁荣离不开他们的奉献和牺牲，我们应该铭记他们的功绩，传承他们的精神，让我们向这些英勇的士兵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们的英名将永垂不朽。我捐20两，我要捐，我捐50两。这不是苏州城内天上人间的头牌吗？一个妓女都捐这么多吗？吴台把那妓女的名字和捐献金额写在大报上，场面瞬间变得热闹起来。在场的男子如何能放得下面子？我要捐，我也要捐。好，苏州城百姓真好。穆德，你看群众如此踊跃捐献，不知可得多少银两？都督，苏州城如此广大，一处募捐点能有1万两就不错了，更何况苏州城内富商巨贾，少有在这街上闲逛的。要想捐得多，还得在这些乡身上下功夫。这是有办法，给我把孟必安叫来。少爷，你找我有事？有事，这样你找一群探子，专门盯着那些富商巨贾，谁不捐钱的就讽刺谁，特别要把那妓女捐钱的事给我传遍苏州城，我看谁不要这个脸。少爷何必这么麻烦？让我带一队人直接去抄了这些富商巨贾的家，来钱岂不是更快？万万不可！这样做，我们与那土匪有何区别？义军摇身一变成了匪军，名声传开后，以后想要再次获得百姓的支持，将变得十分困难。要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现在抄家就是自寻死路。少爷，我知道了。都督说的不错，自古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当以惶惶之气横扫魑魅魍魉，不过属下斗胆直言，此计阴谋有余，无堂皇之意。都督万不可沉迷小道。穆德之言，贾某铭记于心，此乃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苏州城内不知何时多了一些闲散之人，对着苏州各家豪绅指指点点。一些人有些迫于无奈，纷纷掏钱捐献。不过也有很多义商百姓被气氛所感动，而主动捐献。短短3、4天时光，就已经收到了白银36万两。虾仁又让人赶制了荣誉证书，发放给那些捐献较多的士绅和商贾。
次日，虾仁召集众将，决定趁热打铁，一举拿下松江。都督不知打松江府要出兵多少人，白有夫还在无锡虎视眈眈，清军随时会增援。若是出兵松江的人多了，苏州城会不会有危险？那李成栋如果死守松江城，久攻不下，恐会有变啊。是啊，都督，各镇刚刚经历过血战，这么快就出兵，是否仓促了些？这段时间是我们最宝贵的时候，江阴拖住了江南清军主力，而且各地义军分起，清军各地自顾不暇，打松江此时是最好的时机，仓促也得打，不打就困死在这了。当然，苏州城肯定要守，本都决定带韩统志的克武镇出兵，府兵1万，总计2万人。林统志留守苏州，此战快则1月而还，慢最多2月，到时不论是否攻克松江府，都必须撤军。韩统志给你3天时间，大军各项准备都要完成，5天后克武镇，随本都出兵松江府。这不是苏州城内天上人间的头牌吗？一个妓女都捐这么多吗？吴台把那妓女的名字和捐献金额写在大报上，场面瞬间变得热闹起来。在场的男子如何能放得下面子？我要捐，我也要捐。好，苏州城百姓真好。穆德，你看群众如此踊跃捐献，不知可得多少银两？都督，苏州城如此广大，一处募捐点能有1万两就不错了。更何况苏州城内富商巨贾，少有在这街上闲逛的。要想捐得多，还得在这些乡身上下功夫。这是有办法，给我把孟必安叫来。少爷，你找我有事？有事，这样你找一群探子，专门盯着那些富商巨贾，谁不捐钱的就讽刺谁，特别要把那妓女捐钱的事给我传遍苏州城，我看谁不要这个脸。少爷何必这么麻烦？让我带一队人直接去抄了这些富商巨贾的家，来钱岂不是更快？万万不可！这样做，我们与那土匪有何区别？义军摇身一变成了匪军，名声传开后，以后想要再次获得百姓的支持，将变得十分困难。要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现在抄家就是自寻死路。少爷，我知道了。都督说的不错，自古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当以煌煌之气横扫魑魅魍魉，不过属下斗胆直言，此计阴谋有余，无堂皇之意。都督万不可沉迷小道。穆德之言，贾某铭记于心，此乃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苏州城内不知何时多了一些闲散之人，对着苏州各家豪绅指指点点。一些人有些迫于无奈，纷纷掏钱捐献。不过也有很多义商百姓被气氛所感动，而主动捐献。短短3、4天时光，就已经收到了白银36万两。虾仁又让人赶制了荣誉证书，发放给那些捐献较多的士绅和商贾。次日，虾仁召集众将，决定趁热打铁，一举拿下松江。都督不知打松江府要出兵多少人，白有夫还在无锡虎视眈眈，清军随时会增援。若是出兵松江的人多了，苏州城会不会有危险？那李成栋如果死守松江城，久攻不下，恐会有变啊。是啊，都督，各镇刚刚经历过血战，这么快就出兵，是否仓促了些？这段时间是我们最宝贵的时候，江阴拖住了江南清军主力，而且各地义军分起，清军各地自顾不暇，打松江此时是最好的时机，仓促也得打，不打就困死在这了。当然，苏州城肯定要守，本都决定带韩统志的克武镇出兵，府兵1万，总计2万人。林统志留守苏州，此战快则1月而还，慢最多2月，到时不论是否攻克松江府，都必须撤军。韩统志给你3天时间，大军各项准备都要完成，5天后克武镇，随本都出兵松江府。行军路线都已规划好，大军沿着昆山、太仓、嘉定，再达松江。都督，根据传回的情报所说，此时嘉定县城外义军四散，而昆山、太仓城外皆有义军。昆山城本为义军所据，奈何与清军实力差距太大，最终于7月初，昆山城西墙被清军击破，大批义军被斩杀，只有少数逃出城外，躲避在附近的山林之中。只要夺取松江府，有了出海口，就可以绕过杭州，直接和浙江明军联系，甚至可以联系更远的福建郑家。再远一些考虑，可以再组建水师，近可以水陆并进，互相掩护；远可以横阻长江，隔绝南北。随着离出兵的日子越来越近，虾仁新组建了一支200人的火铳队，攻打松江府。虾仁准备把这支火铳队拉出去试试，而今天是火铳队出征前的检验。射击，2排向前，射击。2轮射击完毕，此刻前方的靶子上大部分都有弹孔，只有一句话形容，那就是威势惊人。当然现在只是演练，真正到了战场，难保这些火铳手惊慌失措。在经过数日时间的准备后，虾仁带着克武镇的2万兵力，火铳队200，火炮9门，另外皇城带着斥候骑兵营1000，原里成栋部将杜永和、郭虎等一同出征。这是我的军队，是我的权利、荣耀，还有我的命。星汉，大军出发。虾仁出征的消息自然瞒不过清军的眼线，很快就传到李成栋的耳中。贼子欺我太甚，把袁印、严可意、黄应杰都给老子叫过来。
都督，那里就是横岗山了。是啊，那就是横岗山。举一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不过短短数月时光，仿佛过了数年之久，到现在还不知道那书生叫什么，是不是常熟人？大军停下休息，吃点干粮吧。走，我们去看看书生吧。不过数月功夫，当初虾人亲手立下的墓碑已经变得有些破旧。时间匆忙，忘了给你带祭品和纸钱了。不过也好，这么久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天天书生书生的喊着，给你烧纸，没名字你也收不到，不是？咱一直跟你说活着就有希望，不管再难，总有一线生机。你不信，还偏偏要捅自己一刀，傻不傻？不过你说的对，若是没有我这个变数，得天下的必然是东鲁，辫子也得留着，还得留200多年呢。我偷偷的告诉你，我也算是前知500年，也后知500年呢。书生，我该走了，你慢慢躺着，我的事还很多还没做呢，以后有空再来看你。小时候读过小时候读过刚刚读到有爸爸妈妈毕业了，嘟了，还是小时候的味道，都唱得很好。经过2日的行军，大军终于抵达昆山城外。都督，根据前方斥候情报所说，昆山被李成栋屠杀一遍后，城内几无丁口，就连知县都是随意找的一个老秀才，只是不知城外残余义军散落在何地。都督，这李成栋必然龟缩在松江城内，昆山太仓嘉定得知一也。不过城池残破，必然无法为大军提供军需，粮草得从苏州运来，这样的话粮道有些长。所以我们只能速战速决，半个月大军就得抵达松江城外。大军不在昆山停留，但是昆山城也得拿下来，后背不能留这么一颗钉子。4日，昆山城大门洞开，大军没遇到任何抵抗，便开进了昆山城。老人家，你是这昆山城的县令吗？军爷，城内没多少人了，你想要什么都可以，只要你看上了都可以搬走，就是要这衙门的匾额都行。望军爷别再杀人了。我问的是老头子是不是县令，你让我拿这破玩意干嘛？老人家，我们是义军，不是打子兵。我是想问你是这昆山城的县令吗？是的，官家。看着残破不堪的昆山城，虾人紧握拳头，不知该说些什么。这都什么世道？鱼米之乡也成了如今模样。这李成栋可真是个狗东西，造了这么多孽，定然不得好死。大军没做过多停留，虾人留下100人驻守昆山，就连县令暂时也被更换。安排好一切，大军朝着太仓嘉定方向而去。大人，昆山城收复了。是何人收复昆山？不知道是谁，不过旗子上有虾字旗号，很多人一眼望不到头，还有大炮骑兵。虾字旗号，姓虾的将军，绝对不是打虏军。我看城头还立起大明的旗帜，那些士兵都没留辫子。若真是如此，那就太好了，我等便可直去投奔大军，天下事有可为啊。义军迅速抵达太仓城，至于太仓城和昆山并无二致，未发一使便轻易拿下。虾人未作停留，留下100人便朝嘉定赶去。都督，这便是嘉定城了。情报所说，嘉定城虽然经历了2次屠杀，但是在一个名叫吴之藩的总兵率领下，余部猛攻嘉定城，竟然把清军给赶跑了。看样子还是成建制的队伍，而不是那些零散溃散的义军。让旗手把大明旗举高点。日月山河永在，大明江山永在。快看，朝廷的援军来了。晋文，你亲自去看看，是不是咱们的官军，还是东鲁的诡计？是将军，若是有诈，属下拼死也会示警的。真是雄壮之师啊！大帅，是朝廷派来救援嘉定的吗？我和你们一样，也是义军。城内是不是举义的吴之藩吴总兵？回大帅，城内是吴总兵，不知大军来此有何军务？是否要进嘉定城？嘉定城就不进了，我也无需瞒你，大军只是路过嘉定，目标就是李成栋。我军此战必破松江府，你回去和吴将军说，困守嘉定无益大局，不如合军一处，共图大事。大帅，此事还得回报我家将军。替我带句话，就说我想和吴将军见一面。由于昆山太仓被收复，慕名投奔而来的义军已经有1000多人，虾人也是来者不拒。这些人多是经历过战阵，稍加整顿便可再次投入战场。
而吴之帆收到吴景文传回的消息后，便直接前来登门拜访。夏将军真是年轻有为，与将军相比，我甚是惭愧啊。我曾说过，凡举义者皆是豪杰，我对吴将军甚是钦佩。兵为将寡收复嘉定，四乡之民皆信赖将军，吴将军切不可自谦啊！我在这嘉定城内，那是日夜不安。不瞒将军，你们要是不来，我可真不知如何是好。天下不是手下来的，只有打出去才能保平安。拿下松江府，嘉定城自然便可安宁了。吴将军不妨会合嘉定义军，随我一同进军松江。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嘉定义军大部是复姓乡民，让他们保卫家乡，自然是斗志昂扬，皆是奋不顾身。可若是出外征战，怕是士气低迷啊。乡民都不是傻子，若是全国都被鞑子占了，就一个嘉定城能守得住？这些道理要告诉他们，我相信大部分人还是明事理的。当然，这要将军去协调。好，我愿追随将军。好，将军深明大义。次日，虾仁视察了一番城内义军，四邻中聚集了近2万人，不过装备水平很差，五花八门的武器什么都有，都是好兵啊，整顿一番皆是可堪大用。另外，本都决定再组建定武镇，统治就由吴将军担任吧。经过3日的整顿后，一些老弱不堪战者留守嘉定城，其余大军浩浩荡荡地朝着松江府方向进发。听说了吗？这李大帅在苏州城被那虾仁败了一回，人家现在打上门了，这次看着闲了。阳澄湖那一战10几万人呢，听着都唬人，这虾仁都能答应。现在来我们松江了，依我看啊，这大名气数未尽，又要出个岳爷爷的人物了。这松江府的天要变了吗？救命啊！扬州10日嘉定3屠还是发生了，两地90万乡民被清军野蛮杀害，穿越而来的虾仁未能改写历史。而随着清军在阳澄湖大败，义军终于开始向外扩张势力。在拿下昆山、太仓、嘉定城后，虾仁便率大军向松江府杀去，势必要活捉李成栋这个刽子手。小贱人，看你往哪儿跑！别过来！你们是何人？全给我带回去！官家，我家老爷是李侍郎。我管你什么侍郎，带走！你是何人？这2人为何追着你？回将军，小女子赵云儿，家中老妇已经被李管家逼死了。他们是想把我抓回去。李老爷已经是70几岁的人了，还要强纳于我，求将军救命！这女子所言是否属实？回这位将军的话，我家老爷李达渊是万历年中的进士，这赵家3年来共借银28两。我家老爷宅心仁厚，就那此女一人便可免清所有欠款。哪知赵老头不识好人心，竟想不开上吊了。这人虽然死了，可这债还没消呢，负债子还。将军，你说是不是这个理？自古都是人死债消，更何况这李尚书都70岁了，还纳这妙龄少女，不怕死得更快吗？赶紧给我滚！将军，这女子我们可以带走吧？将军救命！将军，我家老爷人脉广阔，不管在大清朝还是大明朝，一本奏书上去，那可是上达天听的。将军给个方便，把事儿闹僵的话，那就难看了。本都若是不把人给你们，你家老爷就要参本都。我倒想问一下，你家老爷准备向哪个朝廷参我？是大明朝还是大清朝？不是威胁将军，只是劝将军想清楚。于安，砍了！将军别杀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啊。都不知道，要你何用？将军，我知道李府有粮2万担，银子最少有50万两，家里还有李老爷，还经营着海商，手里有20几条船。这怎么搞的？我像土匪一样。不过搞掉这李达渊，震慑一下降清的士绅也未尝不可。得让他们知道降鞑子可是有风险的。你最好说的是真话，不然下场可比他还惨。将军，小人不敢说假。次日，虾仁调集5000人，浩浩荡荡出现在了村口。火炮和火铳队刚好拿来练手。开炮！随着大炮开路，几百人的庄子很快就被大军踏平，庄里的人死的死，逃的逃。李达渊知道覆灭在所难免，索性服毒自尽。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虾仁出动5000义军，在李家庄超出了白银20万两，黄金3万两。都督，这里李全说的50万两，差距太大了。算了，在这李家庄耽误了2天时间，现在拿下松江府才是头等大事。于安，你率一队亲卫看守这些金银，大军继续向松江府进发。就在虾仁围攻李家庄时，松江的李成栋也陷入了危机之中。大帅待你不薄，你居然背叛大帅！恶人不是，我要反大帅。
如今那虾人的数万大军都快打过来了，大帅是战是走，举棋不定，这么拖下去，谁受得了？再说了，咱们好好的吃大明的饷，老爷，你听我的，带着弟兄们跟我走，咱们去浙江吃香喝辣。去个屁！大清如日中天，你怎么想的？这时候归明，大子不可能坐稳江山的。再说了，死守松江，这才是死路一条。不是我老黄要叛大帅，实在是不舍得这么多弟兄无谓的死在这鬼地方。既然你如此冥顽不灵，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给我杀！不胜即死，给我杀！杀！两军混战在一起，由于黄英杰人数更少，很快便有了溃散的迹象。黄英杰只得脱离战场，扬鞭而逃。这一场内讧死伤人数上千人，原本李成栋便对守住松江城信心不足，这下子更加毫无战意了。看着夜幕下的松江，李成栋下令屠城。松江城内明面上能翻长出来的财货，基本上被洗劫一空。走去杭州。在屠城后的第3天，夏人终于抵达了松江。眼前的景象让人不忍直视，四处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和死亡气息。昔日熙熙攘攘的市集，如今只剩下一片狼藉。都督，这些无辜的百姓本应安居乐业，享受平静的生活，可现在却成了这座空城的冤魂。义军花了2天时间清理尸体，而就在夏人考虑在上海县重建水师时，一个噩耗传了过来。公元1645年，坚守近3月之久的江阴城沦陷，严应元部区被杀，整个江阴县衙43人举火自焚，而严应元坐在东城敌楼，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绝命诗：80日待发效忠，表太祖17朝人物，10万人同心死义，刘大明300里江山。江阴沦陷，那么围攻江阴的薄弱数万大军，下一步将毫无疑问来攻打苏州。只要江南平定，后方稳固，无论是浙江的鲁王、福建的龙武帝、四川的张献忠，还是湖广的何腾蛟、清廷，都很快将其一一平定。夏人本应该在上海县组建新的水师，在收到江阴沦陷、严应元战死的消息后，带着200哨探连夜赶回了苏州。你说什么？大都督回苏州了？老大，这是大都督给你的信。那个赵云儿怎么办？那个女人啊，问问她有没有亲戚可以投靠的，给她点钱打发走算了。我们也得尽快回去。我这就去办。等等，不能把此女放走。我看豆豆好像对她有意思，得带回苏州去。就是豆豆没这个心思，也可以给老夫人当丫鬟嘛。都是老乡啊。太惨了，这么多户人家全死光了，就为了个头发，值得吗？如今的江阴城内尸体堆积如山，城内的每一口井里面都塞满了尸体，无数宅子里都有悬梁自尽之人，整座城如同鬼域一般。江阴一座弹丸之城，居然挡住我大清铁骑数月之久。刘将军，你说若不是我八旗兵至，你是不是打算10月围城，绝地而攻啊？回大帅，末将之兵势自然没有八旗铁军强悍，八旗兵一到，江阴城待息而破，末将拍马而不能及也。我大清横扫天下，那个虾人不知死活，如窃贼般占据苏州重镇，大军休整数日，挥师南下，一举荡平虾人，如遗海等数倍。对了呀，军中粮草已经不够用了，是不是催促洪承畴那老匹夫赶紧拨运过来？可以直接运到无锡去，让无锡城的县官多招些民夫，填壕沟爬城有用的很。反正浙江男人多得很。要的，怎么到处都是人？无锡城不是还有个白永富在呢？那个废物手上还有3万人左右，何军一处快15万大军了，围攻苏州城岂不是易如反掌？洪老头还想招抚？抚个屁！毕安，江阴城的清军有什么消息？回都督，自从江阴城破后，薄弱的大军依旧驻扎在江阴城下，5天来全无动静。不过，从南京传来的探报，南京府库开始往无锡方向运送了大量的火药军械。那无锡的白永富有什么动静？很安静，就连少奇都很少出动。但是无锡城内的动静，探听司就查不到了。都督，干脆打无锡城吧。不行，攻打无锡，薄弱必然南下，满清骑兵众多，此策太过危险。那难道只有守城这一条路吗？我也想打出去，打出一个局面来，奈何形势所迫，我不是项羽，打不出破釜沉舟、9战9捷的战绩来。一场会议下来，所有人都觉得目前的形势来看，没有比死守苏州更好的战略了。第2天，苏州全城开始进入战备状态。
罗永富满腔热血的想为大清建功，奈何在阳澄湖一战大败，还折了上千八骑兵。白永富深知洪承畴绝不会轻易饶过他。是时候考虑后路了啊！当初老子可是拍着胸口，保证1月砍下那虾人的脑袋。现在伯洛已经命我部准备好不足，待江阴大军抵达无锡之时，南下苏州，我部为前锋。你们说说看，到时候怎么和他们交代？大帅，我落估摸着在江阴城下待不久了。娘的，这回咱们铁定当炮灰了。虾仁纳斯手下的兵也不是江阴城里的民夫可比，咱这点家底估计得全填进去。不过说起来，这虾仁还真是个人物，多少猛将折在八旗兵手上，这次居然能阵斩上1800骑甲兵。要搁在10年前，保不齐就能靠这一战封侯了。大帅，你得拿个主意。现在大家伙人心惶惶，上一仗抚恤都没发起，弟兄们都有些怨言，城里面也是闹哄哄的，再拖下去，说不定就会出事。知道了，我自有安排。你们先回去安抚好兄弟们。天楚，你去一趟苏州，悄悄去，带上刘平、赵全2人。父亲，去苏州做什么？不用你做什么，你只要见到虾仁便可，把这封信给他，千万记住，这封信只能你亲手交给他。是，父亲。虾仁打算让赵用平独挡一面，骚扰清军辎重，同时派杨恩驻守松江、嘉定、昆山3城，稳固后方。吴之藩、张顺等数人辅佐，独立一阵，把苏州攻方、火器房大部迁往松江。苏州留下的都得是精壮府兵。在历史上，明年也是顺治3年，伯洛被任命为征南大将军，先后取浙江、破福建、攻广东，灭浙江鲁王政权、福建龙武政权，劝降郑芝龙，至清廷，平定南明守功之臣。而如今，因为我的出现，也不知道历史会走向何处。都督，宠爱达子派来的使者求见。将军大清顺应天命，如今江南4镇皆举手而降，苏州100万之民生死之间皆在将军之手。将军如归顺，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啊！望将军三思而后行。识时务者为俊杰，可惜我虾仁不是俊杰，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你就不用多费口舌了。回去告诉伯洛，我虾仁愿以血荐故国。哼。大家也都听到了，想必不用多久，伯洛大军必将兵临苏州城。都督，是否把一些民众撤往松江一带，城中只留精壮？不妥。为何不妥？穆德旦说无妨。都督，松江、太仓、嘉兴、昆山皆为次要，苏州城高池深，乃都督起家之地。若是苏州守不住，其余之地更是无法抵挡住伯洛大军。皮之不存，毛将淹覆。撤出民众，将士将无必死之决心。从上到下皆存一丝退意，唯有死守苏州。虾仁知道，只要守住了伯洛12万大军的围攻，便可开始北伐。该做的事都已做了，也许有更好的选择，但已成定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次日，伯洛大军抵达苏州城外。此次南征，大清所向披靡，区区一座苏州城，挡不住咱们多久。10天，我要听到苏州城破的消息。全军攻城。上！上！看来达子中真格了啊！火炮给我打达子的攻城锤，弓箭速射。一时间，天空中硝烟弥漫，火炮、垒石、箭矢如雨点般往城下砸去，而清军的火炮也在不停的开火。刘总兵，看来这虾仁早有准备啊！12万大军围攻，那虾仁就是有3颗脑袋也没用，有准备又如何？攻城塔来了，我有准备。巨大的攻城塔开始燃起熊熊大火，一时间清军损失惨重。大帅，那白永富的兵难堪大用，也就消耗守军的期限，而且看这样子，就算在上也是一触即溃，徒伤大军士气。那就换人吧，让马的攻上。弟兄们，我等已经入了汉军旗，咱们得在新主子面前露一手。这一仗给老子打出气势来，谁丢了老子的面子，别怪咱不念情面。上！上！这些降将在明朝时都是比烂的存在，为何一降清替罢，战力都是飙升，直接是按着老同僚打？历史上清廷平定南明所用大部主力都是原名降军降将，似乎只要一剃发留变，战力就跟打了兴奋剂般的往上涨。马德公所部以盾牌兵为前护，迅速抵达城墙边，分10余处搭云梯攻城，还有4座攻城塔也在缓缓靠近城墙。而苏州守军也是分兵而守，人人血战到底。所有人都知道，达子说的屠城威胁绝不是随便说说的。请大都督调一队重甲军上北城有备无患，把火铳队也请调过来。马德公的部队很快直达城墙的云梯下，在盾牌的掩护下损伤不多。清军尖声嚎叫着爬梯登城。清军开始登城了，快丢火油！
随着义军的重甲军和火铳队加入战斗，登上城的清军很快被围攻致死。末将有失，请大帅责罚。无妨，不过出战罢了。苏州大城岂有一战而下的道理？若是如此，那虾蛮子也太不中用了吧！传令下去，围城。大清所我的命，我诛大清的心。苏州城一战，清军损失惨重，数日准备的攻城器械都被义军摧毁，伯洛只得下令围城。大帅指派我们出来抓壮丁，大人，这可是个好差事啊！兄弟们可以发一大笔财了。发什么财？让兄弟们眼睛放亮点，看到那些有底气的、穿得好的那种人，少给老子惹事。这次抓人只抓那些苦哈哈。不好，有刺客！抓刺客！哦，射中了，不知道这狗贼死了没？我百发百中，这么大的目标比打兔子容易多了，不用担心，我在箭头上抹了毒药。赶紧走，一会儿这些狗贼就会缩到此处。看来是老了，居然被些许毛贼得手。大人，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大人虎威尚在啊。罢了，我先睡会，有点犯困。娘的，怎么回事？刘良佐肯定没想到这一觉睡下去，就再也醒不来了。你这一庸医，居然敢害死大人！来人，把这狗贼拉出去砍了！一个堂堂总兵，居然死在这如同儿戏的刺杀戏码中。都督，守城战胜在持久，不可太过劳歇啊。时不我待啊！天下事已至此，拖得越久，八旗站得越稳。崖山之祸近在咫尺，我岂能不思？鲁王朱一海已经收到10余封虾人的求援书信，朝堂战守之争吵了数日，最后还是朱一海以退位归藩为威胁，一众文官才同意出兵救援。随即以方国安为主帅，张明镇为副将，张煌言为监军，统帅这军正兵3万，义军4万，号称10万大军，决意出兵苏州。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损之则可谓不忠不孝，头可断，发绝不可剃。你们这些人都死不足惜，饶命啊！这是怎么回事？大都督，刚刚有一批乡亲被鞑子追赶到南城外，韩统镇救下了他们，只是其中好些个都剃了发的，城内百姓怕有奸细，皆说无发的都要斩了。清军奉行留发不留头的暴虐行径，如果义军也用头发针锋相对，那就成了死局了。有发者为义民，无发者难民也。要查清楚，不是鞑子奸细，只需割遍须发，不可妄加杀戮。同为大明子民，岂能自相残杀？此令传送全军。是大都督。大都督万岁！大都督万岁！忙完这个突发事件，虾人又来到了军器节，再次见到那位主炮师傅。时间已经过去了3个月。小的见过大都督。米师傅快起，你以后见到我不准再跪。这10门大炮为何不一样？都督，此炮长6尺6寸，有效射程500余步，大仰角射程可达1000米。此炮重达1100斤。这些炮正好可部署在北城，与清军火炮对射支持，不再是无还手之力了。这方国安是何人物？虾人想不到南明会派兵支援苏州，跟印象中南明干的事感觉不太一样啊。这鲁王这么猛的吗？一把全梭哈了。不过只要援军抵达城下，内外夹击之下，这伯洛还能挡得住吗？不过鲁王殿下具体出多少兵，何人领军？预计几日抵达苏州？具体多少军事尚未定数，不过应不会少于8万人。领军之人是镇南将军方国安，这军还没完成集结，至于抵达之日还未可知。都督，这方国安是左良玉部下出身，其军纪败坏，百姓深受其害，民心不服。娘的，左良玉部下出身，军纪败坏，这不就是又一个军头吗？顺风抢攻，逆风就溜。估摸着等半年会不会抵达苏州，还未可知啊。杀！次日，清军再次发起了攻城，洪有德的炮队开始轰击城楼。红衣大炮果真是威力惊人啊！大帅说的是，不过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得靠精悍的勇士，不然前明那么多火器装备，一碰上咱们不还是一溃千里？开炮！上次攻城时，这城头的小炮压根都碰不到我们的火炮阵地。这10余天功夫，对面火炮长个了吗？传令攻城，小谕全军不破苏州，鼓声不停。上山，给你个一锤定音的机会，选精锐8旗2000人，随你一同登城。今夜我要在苏州城尝尝吴越之女。末将领命，并不负大帅之望。末将参见贝子爷。马将军此战用心，大帅都看在眼里。正蓝旗的弟兄们，随我登城，别我杀！
火油罐给老子全部往下倒，烧掉云梯！一瞬间，城下燃起炙热的火焰，正在攀爬云梯的八旗兵惨叫着跳下城，但是其余各处的清兵依然在迅速的登上城墙，在城上与守军进行激烈的搏杀。火铳队瞄准，开火！不好，上善贝勒死了！登城的八旗兵看着上善贝子就这么死在这里，一时间气势全无，城上的优势渐渐又被守军所把控。快看，达子退了，达子退了！大都督，我们赢了！是啊，达子竟然撤退了。这一战之后，八旗对苏州城就再也构不成多大威胁了。由于苏州城久攻不下，大清只得下令围城。虾仁知道，只要浙江鲁王朱一海发兵，便可解苏州之围。臣虾仁伏拜殿下圣安，今东鲁10余万大军围城半月有余，然城内百姓众志成城，连挫东鲁。鲁之宗室上善，汉将广昌、伯刘两左皆魂丧于苏城。真鲁八旗遗失万具，陆营兵卒死伤者不计其数。今鲁失老兵疲，此正是一举破敌之良机。伏望殿下速发大军，以解苏州之围。必安，派人把这封信给本督快马送到鲁王手中。如果没有挫败清军这次攻城的话，估计方国安半年都不会到。但现在清军损兵折将，爱新觉罗上战都被砍了，以方国安的性子，估计会来。到时候两相夹击，这仗可以打。你说你认得虾仁？回大帅，我认得他，常熟人，其父是当地富户，去年病逝。这虾仁随常熟之府剃发归顺，后来常熟守备，命虾仁率辎重营前往李成栋所部。不知为何，走到半路就传来说他哥变造反的消息，还说啥要反清复明。既然你认识，那就进城替大清招降此人吧。若是劝得虾仁归降，苏州知府就你来当，虾仁可以封侯，田千顷钱财随意。我立刻进城劝降，一定让这虾仁迷途知返。大帅，那虾仁杀了宗室上善，如果招降我们，可不好向朝廷交代啊。嫌弃罢了。若是那虾蛮子真降，是方士元还不是我们说了算。那方国安的部队已经汇集至绍兴，看看他是往哪个方向走。若是方国安先打杭州，我八旗铁骑趁其攻城之际，腹背一冲破之一耳。若是不打杭州，来这苏州，围城打援正是我满洲的看家本领。大帅高明。都督，城外有人求见，那人自称是大都督的故友，已经搜身了，一切正常。不过此人是从达子大营出来的，见见吧，看看伯洛又有什么话要说。虾老弟，是我老鲁鲁师爷，咱们以前一起喝过酒的，还记得我吧？原来是鲁师爷，许久不见，师爷风采依旧啊！老弟真是能人啊，我老鲁之前就看出来了，虾老弟绝非池中之物啊，一遇风云变化龙。呵呵，鲁师爷今天应该不是特意过来夸我的吧？特意过来夸你？呸，走了狗屎运的家伙！虾大帅，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我肯定是为你好，不会害你的。这伯洛贝勒爷跟我保证了，只要虾大帅愿降，什么条件随便开，像什么封侯田地金银，只要开口，一切都可以谈。原来伯洛让你过来就是劝降的啊！前些天已经来过一次了，这次我的答案还是一样，我虾仁是个硬骨头，绝不降达子。由于苏州城久攻不下，大清只得下令围城。虾老弟啊，这大清一看就是旭日东升，势如破竹啊！你想想看，大清入关不足2年，就已席卷天下，这大明已经亡了。鲁王监国于绍兴，唐王称号于福州，大明哪里亡了？退1万步说，只要还有一个汉人反抗，达子就不会坐稳江山。你别废话了，念在就相识一场，若是迷途知返，我保你平安。那就谢谢虾大帅，我先告辞了。鲁王收到虾仁来信，高兴不已，连发数道谕令催促方国安出兵。而方国安收到清军大举攻城失败的消息，心中大定，连夜带着几万大军到达了杭州城外。监军大人，杭州城到了。是呀，杭州城。东林仲正称贤的贤王在东鲁卫之时，惶惶不可终日，亲戚走纵基业，拱手请降，真乃国之大耻啊！监军大人慎言啊！罢了，不说了。速派谢使报与伯洛大帅联络，告诉大帅方国安已到杭州城外。这是杭州张存仁的急报，方国安大军急奔苏州而来，人数不轻，不过应不会少于10万人。这是朱一海清泉这支兵而来，不过斥候远远窥探到，大量的士卒都没甲胄。大帅，那方国安不值一提，南兵若是没有坚城固守，野战那是一碰就碎。咱们离杭州才几步路，依我看，不带那些露营废物，咱们精锐八旗只冲那些乱民阵列，以点破灭。只要一处崩了，管他多少人，人越多乱得越快。
不做大帅，回杭州吧。那就集合，留马德公、田雄、白永富等其露营坚守营盘，先击破方国安。八旗已经出营，诸位觉得伯洛往何处所去？若是八旗远离，那我们就打城下的露营叛军。宜在下所见，达子是往方国安所部而去。绍兴离苏州不远，我看离营的都是骑兵，而且方向是向南。万一这是达子的诡计呢？先是敌意若引诱我等出城围攻清军营盘时，趁机袭击。清军数万骑兵，如何能轻易隐藏踪迹？咱把城中所有的少骑全派出去，看看能不能摸摸达子的痕迹。做三手准备吧。韩雄的克武阵挑选经历血战的老卒，组成先锋营，做好准备。皇城的斥候营出动，给本都尽力侦查清楚，同时派信使去方国安所部告知军情，让其多加戒备。娘的，后营的帮狗东西，咱们的粮食都是陈粮，好些都发霉了。那拉回来的时候怎么不看？之前都好好的，怎么八旗一走就出这么档子事？咱们派去要粮的辎重营官不收，可那帮人说都是这样的粮，要吃就拉走，不吃就别动。辎重官没法子，只能先拉回来。带上家伙跟我走。由于收到发霉的粮食，被排挤已久的白永富这一刻终于爆发。带上家伙跟我走。哟呵，白总兵，稀客啊，稀你妈个头啊！田雄，为何发往我营中之粮都是发霉之物？这江南多潮气，粮草发霉之事常见的很。这江宁运来的粮食就是这样的。兄弟，我也没有办法。你莫要欺人太甚，给我换好的粮食，否则我就上报江宁，上报博大帅。哟呵，白总兵不要这么生气，气大伤身。至于上报的事，兄弟劝你别这么干，万一有什么事儿，咱也可以为你求情的，别把路走绝喽。你什么意思？别忘了，你当初可是拍着胸口对洪总督下军令状的，一月不破苏州的话，提头来见。洪总督宅心仁厚，不怪罪你。不过你自己清楚，你可是戴罪之身呐。咱如今可是抬旗的人，说的话还是有些分量的，都是在一口锅里搅勺子的，劝你做事有个分寸。姓田的，你给我记住了，走。此时白永富坚定认为伯洛绝不会放过他们，在清廷已经没了上升空间，索性趁伯洛率八旗南下之机反正归明。大人何不联络那家人里应外合，灭了田雄这混蛋？天楚，你乔装一番，给我连夜进城联系那虾人，可千万记住，不能让任何人看见，全家性命可就托付在你一人身上了。是，父亲。夏将军，永富想轻时是形势所迫，刘大帅跑了，军中无粮无饷，可永富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刻不敢忘家中老母，殷殷期盼精忠报国之志。又是袭营，苏州城下已经袭击过一回李成栋，还来啊！必安你和于安二人随百天楚去一趟清营，和白永富商议细节。都督，侍女环儿刚刚过来，说老夫人想见见都督。知道了。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啊？你记错了吧？母亲，夏儿怎会如此憔悴？无妨，只是最近事务多了些罢了。你做下这么大的事，手下那么多人，有些让他们去做。还有啊，你都多大了，现在还没个子嗣，你自己也得上点心啊。母亲勿要担心，我知道待诸事闲暇些了，我一定上心。夏儿，我看你身边都没人照顾，这样吧，云儿你过来。云儿是个好孩子，做事心细。云儿以后你就照顾夏儿吧。这不是救下的那个姑娘，怎么会来到府里？军营之中，女眷出入不便，还是留在母亲身边伺候吧。都督已经和那白永富谈妥了，明晚寅时带我军前在清军南门时，白永富会打开营门，大军一拥而入，清兵必溃。白永富反正归明，苏州之围便瞬间被瓦解。这南明真是一个奇怪的时期，像白永富、李成栋这些人，很多都曾经为清廷平定明朝和地方义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在最后又纷纷反正。什么时辰了？大人，现在还是丑时。好，人准备好了吗？一定要都是心腹才可。大人放心吧，都是绝对的心腹部下。进营，活捉孔有德，活捉马德公。上！兄弟们反正了，反正了！日月山河永在，大明江山永在。来人，快去看看怎么回事！大人，明军入营了。什么？从哪里进营的？明军从南营处入营，没有厮杀声响起。待巡逻兵发现时，敌已经往大营中军处杀来了。好啊，白永富这狗东西竟敢投敌！快集结大军，先挡住贼军！大人，来不及了，已经杀进来，快撤吧！看到营帐外面的场景，马德公知道已无力回天。
这种情况就是白起在世也救不了。走。经过2时辰的混战，马德公、田雄、洪有德几人都已经趁夜逃出大营，剩余大部清军溃散出营，或是投降义军。洪有德好不容易拉过来的火炮，就这么丢给了虾仁，还有江宁运过来的火药，辎重补给堆积成山。速回城通报大圣，百将军弃暗投明，犹未完也。将军放心，以后有我虾仁的，就有将军的。哎，我可没说过要跟着你啊，咱是准备反正投奔鲁王监国的，怎么你这话里话外不对劲呢？都督有令，西营大胜，大军溃散，苏州城解围了。哦，八旗在桐乡镇截住了方国安所部，伯洛当机立断，毫不犹豫挥军直冲，刹那间喊杀声四起，就地解阵，顺兵再解。飞这都不要慌，两侧义军虽死伤整齐，却依旧在坚持。可方国安部的中军却开始有人溃逃，以点带面如传染病一般，瞬间整个中军开始溃散，兵败如山倒。非我击过也，转令张明建率部殿后，带大军退往钱塘江。沈廷阳的水师还在钱塘江布防，只要部队可以撤到江边，在水师的接应下，还有一些生机。为国捐躯死的其所，弟兄们随我挡住八旗，杀！大丈夫岂能死而无名？吾张明镇，字侯福，南直隶应天府江宁县人，今兵败至此，无绝五头生之念，请速杀我！你已尽力，我愿饶你一命。只要归降，你和你的部下都可以安然无恙。吾是受过恩，岂可强打？无需多言，但求速死。看了，将军。虾仁率义军和白永富里应外合，第2次夜袭清军大营取得大胜，清军总兵孔有德、田雄溃逃南京，而明军方国安所部在桐乡镇被八旗精锐大败，张明镇更是战死沙场。伯洛今虽败方国安所部，但兵力必定被牵制在浙江一带，而江南如今唯有伯洛这一支八旗兵，这不正是我等建立功业之机吗？我等进可收复南京，退可和监国夹击伯洛。都督说的在理，那方国安的部队军机涣散，野战遇袭不败才怪。只是没想到居然这么快，1天时间不到8万之众就溃了。就是鞑子咱又不是没砍过，也就稍微有了点，又不是3头6臂。那方国安也太不中用了吧？那方国安草包一个，先不管他了。诸位，如今苏州之围已解，下一步咱们该往何处？都督，若是大军南下杭州，伯洛八旗兵至，野战之下胜负难料；可若是北上南京，南京城高斥后，围困南京更是会震惊清廷。若清廷援兵已到，顿兵兼城之下，后果不堪设想啊！打南京，以我军此时的军力还不敢想，况且有伯洛在背，现在想打南京，那是痴人说梦。但是更不可能一直坚守苏州，所以目前我们只有一条路。打杭州，结硬寨大造战车，以抗轻骑，把所有的火炮拉到杭州城下，硬轰！我就不信砸不烂它。传令下去，城中战车、军备、粮草、马匹，所有的物资，在年前务必备齐。正月初8出兵杭州，不成功便成仁。诸位，天下兴亡由我们来决定。是都督。最近一段时日，大家都辛苦了，今夜我们不醉不归。哦，来，干了！酒过3巡，一时间场面火热，似乎八旗已经毫无危险，而正是酒宴让众人一跃紧绷的心得到一丝缓解。来人，要喝水，拿水来。虾少爷，水来了。对虾仁来说，这注定是个不眠夜。我听到床就是响了15下，明明就14下，15下，14下，15下。你们俩在这唧唧歪歪什么呢？都督，昨夜宿醉，今日这么早便起啊？你还好意思说？上次那女子，你为何给带回来了？都督身边都是一群大老爷们的，我这也是为了都督着想啊。下回可得提前和我说。走，先去军械间看看。老朱啊，这么长时间，火铳又打造了多少杆了？有没有上千？我的大都督啊，火铳本就造得慢。之前鞑子围城时，所有的工匠前些10日都去打箭头去了，这火铳才有100多把，才100多杆，太少了。这样把会造火铳的都收拢一起，四处多招些人，时间可不等人。伯洛没想到才离开3天而已，苏州城外的大营竟然就被攻破了。白永富这个狗杂种，老子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还有那个马德公和田雄，都是些没用的蠢货。大帅不必动怒，我八旗勇士依旧勇悍，只是强攻坚城非我所长。这次轻易击破方国安，可见一斑。那些蛮子只敢龟缩在苏州城内，而如今朱一海大军溃散，浙江之地唾手可得。只要将这一定，苏州小小之地何足挂齿？事已至此，先去杭州休整一番吧。
张总督，不知为何这杭州城内设置灵堂的人家竟然如此之多。摄政王剃发令下，杭州城内一些酸儒不解朝廷苦系，抗拒剃发，从而投河悬梁，最多者1日逾100人。得借稍缓一些，不过还是时不时有人投河。伯洛内心忽然间有些不安，虽然这些平民在他眼中如同蝼蚁一般，但是他可以感受到杭州城中那股躁动的气息。看来图的还是不够狠。就在伯洛大军暂时在杭州休整之时，绍兴的鲁王朝廷已经吵翻了天。方逢年、张国维、钱肃乐、李长祥等一致强烈要求鲁王先行移驾宁波，以避伯洛锋芒。殿下，金方总兵兵败桐乡，溃散至钱塘江者不足4成。殿下与朝廷居于绍兴，必使前线将士有所顾忌，不如一避宁波，方为万全之策啊！是啊，殿下，昔日懿宗皇帝有心南迁，谁知此意一提，众臣反意甚重。懿宗皇帝没善自缢殉国，以致国势日崩。殿下兵凶战危，臣愿死守绍兴，请殿下移避宁波。既如此，便先迁至宁波吧。至于还在苏州被围困的虾仁，本王现在也有心无力了。都督，堂外有个自称是顾炎武的，非要见都督。那人自称也是义军首领，想要投靠都督。顾炎武，快请进来。顾先生文才非凡，正是我军急缺之人才。吴盼先生就如星星望月啊！演武时不敢当都督之赞，都督乃是豪杰，演武不过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如何当得都督称赞啊？顾先生客气了，先生，苏州之围已解，可伯洛却又击破方国安，钱塘江防守空虚，我甚是担心鲁王殿下的安危啊！事已至此，唯有尽力自持。都督拥精兵数万，进可围南京，退可攻杭州。都督，可知那刘良佐是否已经丧命？抓到的俘虏皆言刘良佐已死，不知顾先生为何如此发问？那可真是太好了，射中刘良佐的正是在下的护卫陈长恭。竟有如此神射手，万军之中一箭可取敌将性命。长恭兄真乃勇士也。顾先生既然来了我这，家某定不负先生。今天是除夕夜，初8大军就要出征杭州，大家都希望能多陪伴一下家人，而虾仁则收到了一个天大的喜讯。恭喜大人，恭喜老夫人，少夫人这是有喜了啊！多谢大夫，今日除夕还麻烦大夫过来，实在是给你添麻烦了。老夫人客气了，少夫人可得注意身体呀，我回去给少夫人开几副安胎的药。没想到本虾竟然要当父亲了。孩儿们动快吧，想吃什么就加什么。是爹爹。夫君，听说大军初8就要出征了，万事多加珍重。魏夫虽是书生，却也是弓马娴熟。再说了，我也历经数战，大军之中团团维护，你只需顾好家中孩儿，于是勿要多虑。君为国征战，我怎会阻挠呢？只是望夫君切记家中孩儿上幼。爱天下太平，吾不愿为官为宦，只愿相随于妻身侧，白头偕老，可以看得子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这样的生活对吾来说便是最大的幸福和满足了。夫君忧国忧民之心，怎忍得住田园生活啊？磊，你也未曾饮酒，今日陪魏夫饮上几杯。转眼就到了初8，经过将近1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备，各种战略物资全部备齐，义军南下的决定终于到了行动的这一刻。林士奇的宁武镇约6000士卒留下镇守苏州，白永富的投诚之军随军而动，虾仁亲率长林克武2镇，总兵力近10万人，同时携带火炮23门，香车数百辆，抓来的2万清军俘虏一同随行，辫子都已被剪掉，手臂上都刻着沙达2字。尔等屠戮乡民，本罪无可恕，若非都督仁慈，尔等如今皆死于城下。都督给你们活命的机会，攻上杭州城，前罪皆免。大军出发。义军经过5天急行军，走了150里，终于来到了桐乡镇。桐乡镇，方国安兵败之地，张明镇殉国之处，走去看看吧。2位老丈请留步。将军饶命啊！不用害怕，我只是有些事想问问2位。有什么事请问，我们知道的绝不隐瞒。前些时日，这里是不是发生一场大战？是的，将军，那是1个多月前的事了。当时喊杀声大的不得了，还有那咚咚咚的鼓声，响了快1整天了。到第2天，有胆子大的人过来一看，到处都是尸体，地都黑了。还是赵老太爷说这样不行，会生病什么的，组织了好多人来抬尸体。现在镇上的人都不敢走这边。对了，还有一个地方，那里围成一团，可能是个当官的。那他葬在哪里？都葬在一起了。那
全都在那个大坟里面，这里真的有点邪，晚上真的有声音。老丈，那些都是为国捐躯的汉子，你们不用害怕，他们只会守护你们的。万里河山人落落，三秦兵甲与戚戚，可恨那方国安，祸国殃民，致使浙江沦陷，实在是该杀啊！罢了，事已至此，唯有尽力而已。此战我便是准备与伯洛决一死战的。走回去吧。家人在同乡刚祭拜完张明镇，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传了过来。都督不好了，线报传来说方国安降清了，钱塘江防线不攻自溃，陆王被迫逃入海上，而浙江此时已然成为了伯洛的囊中之物。伯洛越过钱塘江，直扑仙霞关。你说什么？快拿地图来，召集众将。诸位，明日大军便将抵至杭州，而本都收到的消息，伯洛的八旗目前在丽水，从丽水回师杭州，以八旗兵的速度，最迟不会超过半月，而我预估12天，伯洛便会赶至杭州。也就是说，我等要如何在10日之内攻克杭州？都督，若是围城不攻，待伯洛大军抵达时，先行击破伯洛，再攻杭州呢？伯洛大部都是骑兵，若是袭我补给，我军所携带之粮草虽算充足，却也不可能长久的支撑下去，所以拖不得，只能攻。咱有火炮，20几门炮就盯着一个地方轰个3天5天的，把城轰塌后一拥而上，如何？可以试试，不过还是要大军爬城。明日到达后，先围城挖炮位，打造工程器械。大帅，那些蛮子出苏州城南下杭州了，现在到了同乡镇，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是回师杭州，还是继续进军仙霞关？虾头终于伸出头来了。传令，大军回师杭州，这次我绝不会让其活着回到苏州。等破了苏州城，我必尽图之，以泄我心头之恨。次日，大军抵达杭州城，紧张的气氛迅速在城内蔓延。府兵开始推出大炮，弹药也陆续到位，所有人都在为明日的攻城做准备。杨长史，作战先登是何功劳？回禀都督，先登斩将夺旗，皆为上第一等。先登勇士，军中职位若是有空缺，必然是第一顺位升职。如此赏赐，先登犹有不足，传我令，先登成者未升3级，赏银1000两，城破之日赐美人和田地。军士讨斩军士，大将讨斩大将，主帅讨斩主帅。本都拿脑袋给众将士保证，必与诸位共生死，绝不撤退一步。共死，共死，共死！星汉，贼军士气如此高昂，看这样子，杭州城没那么轻松守住。快给伯洛大帅传信，就说贼军来势汹汹，望大军尽快回防，攻击虾蛮子。次日，2000俘虏的效命军声势浩大，密密麻麻地往杭州城下压了上去。唐林镇的弓箭手跟随在效命军的左侧进行掩护射击。开炮！开炮！首日的攻城大战异常惨烈，第一队的2000效命军已经损失过半，敌军后方的23门大炮不断猛轰城墙，城墙上的露营兵惊恐万分，而那些想要逃离战场的，则直接被督战的八旗给砍了。站起来，为战者死！在骑兵的威逼下，营兵连抢鼓起勇气，颤抖着从地上爬起身来，但眼中仍然充满了恐惧和无助。举盾，头低下来，给我爬城！放箭！片刻间，义军损失惨重，一些降卒实在是经受不住伤亡，数十人丢下手下的武器，想要逃离战场。他们知道后方是死路一条，便斜斜地奔向北面。未经军令擅自撤退者，杀无赦。都督，清兵在杭州城的兵力并不精锐，那些露营兵皆是原南方的降族，唯一可虑的只有朱麻喇的2000骑兵。这是我们第一次攻城，若10日不能拿下杭州城，那便要面对伯洛的八旗精锐。但愿苍天垂怜。都督行大义，必可如愿。但愿如此，明今收兵吧。良得都上城了，又被八旗赶下来，在城一会说不得就破城了。今日一战虽未能攻克杭州，但是清兵虚实咱摸得透透的。若不是朱麻喇的八旗兵紧靠露营，现在咱就在杭州城内了。不测，八旗兵终究人少，依我看，全军围在东城于事无益，不如我率克武镇去北城，东城北城两面围攻。那就这么办，明日安排动屋，就挖这几日大炮猛轰之处，看能不能塌一处。只要塌了一处，一切都好办了。
总督大人，程栋啊，你去备好马军，以防不测之变，随时听令而动。末将自然是为总督大人马首是瞻。你去把马军部署在南门，贼军并未在南城。末将明白了。杭州绿营难以大用，朱麻喇今日又重伤在身，八旗人数要稀少。杭州城恐难撑到博大帅回师啊！大人放心，末将这就下去准备。元英，你准备一下，杭州成不成了？什么？这吓人的队伍战力竟如此之强，不过数日便能攻下杭州。哼，这些事你别管，轻便的东西带走。养的老子那么多钱都没空拉走，不知道吓人的混蛋会不会找到。而李元印似乎是做了什么决定，快速转身离去。次日，孟必之率重甲军投入了战斗，重甲军的甲胄优势在这一刻得到了充分发挥，很快便登上了城墙。紧随其后的杜永和、郭虎、吴顺昌等人也很快攀上了城墙，对着陆营兵大开杀戒。放箭！重甲军的甲胄优势在这一刻得到了充分发挥，效命军、长陵镇的士卒一个接一个涌上城来。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城上的抵抗守军基本被击垮。杭州城完了呀！咋的？还杀不进去吗？这家看着很有钱，咱们推不开啊！剩下的大子都躲进去了。你不识字吗？这是总督府。给我火哨破门！都督，这么多鞑子怎么办？是杀是留？一个不留，给我杀！半个时辰后，整座总督府再无一个站着的八旗。都督有令，王室入城，秋毫无犯，全城宵禁，任何人不得外出。希望这次战争能够尽快结束吧。殿下，今杭州既已被那虾人所据，伯洛必然回师，我等正可整军收复浙江。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整军备战收复浙江，孤料亲征。就在虾人围攻杭州之际，远在湖广的忠贞营也打响了荆州之战。而爱新觉罗勒克德浑接到湖广总督童养和的求救文书后，率军抵达荆州城外，清军分两路直扑忠贞营营地，忠贞营猝不及防，大败而退。此时的天下局势，江西几乎全境沦陷，浙江也被伯洛攻夺。大明此时可连成一片的只有湖广、福建、云南，而四川则被张献忠所据，其余地区都是零星散散的抵抗。放眼望去，清廷已占据着大半的天下，形势已万分危急。天下之势毁于一旦啊！何腾蛟节制数十万大军，兵力雄厚，怎会败得这么惨？这南明的将领都是些什么神操作？攻克杭州只能算是战术上的一次小胜，可湖广大败那是战略上的失利啊！今河都师兵败越州，若是勒克德浑回师江宁，与那伯洛会合，我等岂能抗衡？为今之计，唯有先破伯洛。伯洛所部骑兵居多，若是避而不战，只以等待勒克德活回师，我等皆是不足，又怎能逼其决战？只有赌了，我赌伯洛不甘心承认失败。若是勒克德浑回师，即大胜忠贞营，解荆州之围，功劳甚大。而伯洛虽夺得浙江，然其一败苏城，二失杭州，其必欲雪耻。当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国事至此，我等只有一搏了。不如咱们去打绍兴吧。那绍兴城防估摸着应该没杭州厚。那张存仁不是跑那去了吗？咱们追着他打怎样？打绍兴要渡河，自古以来大军渡河皆是危险之时，过河便是背水一战，稍有不慎便是全军覆没之举。历朝以来唯有淮阴侯韩信成此壮举，其余者皆是谁学谁死。难道咱真的是在祖中最笨的一个吗？虾人在杭州城全力备战时，伯洛已经进驻绍兴，如同数月前一样，两军隔着钱塘江。只是此时角色已经反转过来。少帅，当初从杭州出兵攻克绍兴如探囊取物，如今虽然那些蛮子占杭州没有多少时日，不过我们手上陆营兵也不多，是否等待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的大军会合，再行攻城？等勒克德浑过来，八旗将怎么看老子？在一个南方的头上连栽了2个跟头，就算平定了浙江，可这也掩饰不了苏州之败，而杭州城的丢失，所有人都不会去怪张存仁，只会把这口锅扣到老子的头上。大帅，张存仁和李成栋来了。张总督，你少得好长啊！杭州绿营不堪大用，八旗人数又太少，而且那虾贼四面猛攻。行了，本帅就问一句，你张总督跑出来了，那朱麻喇还有那2是呢？我张存仁天聪5年便追随太宗皇帝，20年来立下多少汗马功劳？攻太原城平河南，贝勒爷若是觉得我张存仁该杀，无需等待朝廷的谕令，现在就可在军中斩杀5头。哟呵！张总督劳苦功高，我伯洛岂敢擅杀重臣？张总督可回绍兴城，此间之事，本帅会即刻上书摄政王。
混蛋，该杀！还追随太宗皇帝20多年的军中生涯，守个杭州城10天都守不住。必安啊，夏儿打下杭州，军中肯定伙食不怎么好。你这1-2天就过去，好好照顾一下夏儿。若是夏儿回来受了黑了，我唯你是问。是老夫人，小的立刻过去照顾少爷。你是必安吧？夫人安好。你要去杭州吗？若是去杭州的话，可否帮我把这个平安符带给虾人？是夫人。周卓，你带几个人去查一查赵云儿的底细，还有李达渊的所有消息，我都要一清二楚。属下领命。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清顺治3年2月，鲁王发兵5万大军决议亲征，水军沈廷阳为帅，宋之普为水军监军，步军王之仁为帅，监军朱大典。不胜即死，以此驱奉国难，绝无苟且贪生之念。出发。豆豆，外面有个自称是鲁王派来的监军，叫熊如林。这就派来监军了，让他进来吧。夏将军，监国玉和夏将军共击伯洛，只是殿下希望将军能率部牵制住伯洛，待殿下收复浙江后，再一同围攻伯洛。熊学士，伯洛怎会看着监国攻打浙江各城？若是攻城之时，伯洛趁后袭击，后果不堪设想啊！夏将军属破大军，汝林甚感佩服。监国殿下日益进取，收复浙江并非难事，唯一需要担忧的就是那伯洛。望夏将军能即刻发兵牵制住伯洛，待浙江一定，两军会合攻击伯洛。如果让郑红旗的勒克德魂与伯洛会合，刚打下的杭州城绝对守不住，所以只能先联合鲁王击破伯洛。大帅，杭州的虾人似有异动，我军当下应如何取舍？那夏蛮子和朱一海两边几乎同时动手，这肯定是已经联络好了，想围死我大清瑞士，真是笑话。如何取舍？那朱一海所不如猪狗般不堪一击，还值得我忧虑吗？后来，末将在，你率铁骑5000，湘南骑不足5000，另加上新城内里城动不骑足2000，12000人，能不能击破朱一海？不是，末将提头来见。去吧，两相夹击，我看谁能夹得住。鱼捕渡口位于富春江，濮阳江汇入钱塘江处，此处水流较缓，江面最窄处不足500米。都督，真的要渡河吗？这要是被半渡击之，将会不忍直视啊！先去前面看看吧。老丈，这到对面要多久啊？要渡江啊，一人10文钱，一次最多载10人。你们人太多了，要过江的话得2艘船。老丈，我们不渡河，想问一下，到对面最快多久能到？不坐船，那你问这干嘛？来，老丈拿着。公子这可是不得，就问2句话，不至于。无妨，老丈安心拿着，我就问几个问题。公子请问，老汉一定说的仔仔细细。这船最快可以多快运到对岸？一次最多几个人？公子不是老汉吹，我最快的一次是一炷香跑来回，而且香还没灭，那次只有5个人，正常运10个人，偶尔多些也就12个人吧。多谢老丈，你忙吧。恐怕这回还真是让钱彪说准了，看来大军真的要准备渡河了。都督过奖了，古人云：愚者千虑，必有一失。诸位有何想法，可畅所欲言。都督，大军渡河耗时许久，伯洛若是知晓，必然率骑兵突袭，这太过危险啊！何不留一阵坚守杭州，其余大军攻克湖州府，直逼南京，如何？从杭州至南京，必须拿下沿途各县，再往上破常州府至宜兴县，经溧阳、丽水，方至南京。南京城顿兵坚城，后有敌军，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啊！即便是抵达了南京，可我怕鲁王应是撑不到咱们攻克南京的时间了。若是浙江再无牵制，我担心郑芝龙会降清啊！这个都督必然是多虑了。正是海船千条，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清廷能开出什么价码收买他？没错，郑芝龙绝无降清之可能，除非清兵攻进福建，兵临城下。虾人听着众将的议论，内心已然有了决定。如今已没有其他路了，大军南下，协助鲁王击败伯洛。各部开始行动吧，搜寻船只，做好渡河的准备。达子来圈地了，快跑啊！这是大清入关后八旗抢占百姓土地的场景，只要随便将带有圈字的黄色旗帜插在地上，就拥有了这块土地的永久所有权。百姓们见他们来势汹汹，被吓得落荒而逃。可谁又想到，这些八旗却不光只是抢地，他们最大的乐趣竟是射杀村民。义军为了能快速渡过钱塘江，杭州附近所有的船只都被征用，就连青楼的花船都被强占，大批的树林被砍伐，做成简易的渡船。
大帅，钱塘江对面的叛军准备渡河了。这瞎蛮子是失心疯了不成？竟然敢在我眼皮底下玩渡河，莫不是赢了2阵？真的认为可以堂堂正正击败我8旗将士吗？不过似乎有些不对劲，能否看清准备渡河的有无披甲之族？回大帅，有披甲兵，只是远远望去，并不清楚数量。传令，全军整备，所有将士不得再进守新城。全军回应，事后继续查探，一有异动立刻回报。成败在此一举，本都率先过河。都督不可，无不先渡，岂能表我决心？昔日霸王破釜沉舟，9战9捷大破章邯，强秦因此而覆灭。今日无愿效仿之。都督一军之主，若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我韩雄愿率科武阵先行渡河，若有变上可挽回。既然如此，韩兄先渡之重任便托付于你了。渡河的命令下达，一艘艘船在江面上形成了数十条长龙。很快，韩雄的科武阵顺利抵达钱塘江对岸。所有人登船，开始渡河。通着，前方斥候遭遇袭击，怎么回事？是8旗大军还是斥候？回通着，是达子斥候，只有5个人，我等折损3人，达子死了1个。有没有探的敌军大部？通着，还没有。继续探。大帅，那瞎蛮子过河了。渡河决战，我佩服那瞎蛮子的勇气。传令，全军开拔捕鱼渡口。清军大营随即8旗全出，朝着虾仁登岸处涌过去。与此同时，虾仁的斥候营也迅速出动，向前推进了数十里，探查清军的动向。可惜时间晚了些，传令下去，扎营，明日破贼。清军没有马上发起进攻，这给了义军1个晚上的准备时间。次日，所有的香车火炮都已布置完成，4镇4万人背靠江边列阵，保证后背不会受到清军骑兵的突袭。将士们，我们已无退路，今日我们在此背水一战，要么胜，要么死，别无他路。我还是那句话，把总逃，斩把总；千总逃，斩千总；主帅逃，斩主帅。今日我与弟兄们生死与共。李白，李白，李白，李白。义军在顺利渡过钱塘江后，经过1个晚上的准备，和爱新觉罗伯洛的战斗终于要一触即发。传令下去，列阵，让露营的打冲锋。杀！杀！开炮！没想到这下蛮子连重炮都拉出来，让他们冲快些。给我杀！弓箭手放箭！一时间，双方短兵相接，战场上顿时杀声四起，整个战场混乱而残酷。侯爷之不尽如此善战，与达军也战毫不落于下风啊！熊学士，那些都是降达的叛军，压根不是真达子。传令，重步兵准备上。我8旗的战马优势很容易让人忽视8旗步战能力，无论是萨尔浒还是浑河之战，如果以骑兵冲击结成阵列的步军，那将会死伤惨重。待鹰头准备，一旦重步搅乱敌阵，骑兵立刻冲杀进去。杀！杀！同志，让我率领亲卫队上前吧，我们一定要稳住阵线。去吧。杀！杀！传令，重步给本帅进攻右侧。重步兵都选自8旗勇壮之士，所有人皆披双层甲胄，在8旗重步兵的阵阵挥砍之下，竟然把王富贵的武宁阵撕开了一道口。好啊，敌军阵列已乱，骑兵给我冲进去。都督，达子出重甲兵了。荔枝，咱们的重甲军可以出击了。是，都督。重甲军的弟兄们给我上！杀！杀！瞬间，两方重步贴脸搏杀，狼牙棒砸的8骑兵死伤惨重，而8旗的刀却不能有效的破甲。一时间，8旗所部竟然在对战之中落了下风。给老子冲进去！快，达子骑兵来了！长枪手在前，枪杆驻地协力。不好，快过去稳住阵线！将军，你受伤了！别管我，给我挡住达子骑兵！我只能到此了吗？鸣金收兵吧。都督，孟将军胸前肋骨皆已折断，左臂骨头也都碎了，已经是药石无用，大限就在眼前了。你说什么？
达子来圈地了，快跑啊！这是大清入关后八旗抢占百姓土地的场景，只要随便将带有圈字的黄色旗帜插在地上，就拥有了这块土地的永久所有权。百姓们见他们来势汹汹，被吓得落荒而逃。可谁又想到这些八旗却不光只是抢地，他们最大的乐趣竟是射杀村民。都督，孟将军已去了。孟将军定然不希望都督有垂丧之心，都督当振奋精神啊！鲁军尚在，军中事务仍需都督决断啊！重甲军乃我军锐士，在选军中勇壮者补充之，缴获的甲胄优先供给重甲军，统帅就由高义担任吧。既已过河，便是刀山火海，我也要趟过去。诸位先下去整备军队，咱们和伯洛决一死战。昨日一仗打得惨，我好兄弟李继昨天被一箭射中眼眶，当场就没了。他家里我知道，上有老下有小，这家人以后的日子咋过啊？谁说不是呢？这达子狠就算了，那帮陆营不就是之前的官军吗？以前咋不知道他们这么能打？也不知道咱们这回能不能打得赢。雨这么大，又没船，带了想跑都没地跑。此战必胜，你等无需担忧。是大都督，都督，我等明日又要去送死马。上了军阵，有谁能说他一定可以活着回去？不过就是一趟死路，我不也在此处吗？都安心吧，咱是来听听弟兄们有什么心里话。到了军中，咱们都是一个锅里舀饭的，有啥想说的随便说。没啥说的，我们都挺好的。放屁，咱在门口都听到了，讨论的这么热烈，咱都忍不住进来了。都督，在下郑文博，淮安人。淮安人，文博淮安人士，为何相隔如此之远，来参加义军？回都督，若不是都督起义是临时起义，我此时必已到福建了。文博是读书人，我记得只要识得字，便可进军中文职。吾只愿提战到一马沙场，马革裹尸，百死无悔，而不愿为义树立罢了。投笔从戎，有班超之志。文博觉得，以如今我军之气象，能否一战而破虏？回都督，必胜。文博为何如此信心十足？都督，我本一介书生，原不识兵歌，但在军中数月，勉强可说时的居心。古语言，天时、地利、人和。都督之政虽技艺，甲去战阵不算精通，可人心在望，皆愿为都督死战。人心在，人和在，便是都督令明日冒雨与敌决战，众将士必笑死，故无断言，必胜。文博之言甚是，天下汹汹，人心向背，胡虏岂有百年国运？下任苏州府常熟县人，其人颇具谋略，士卒拥戴，军心稳固。无名停滞掣肘，八旗竟与千余众部猛攻之下，阵线不崩，韧性十足。大帅，贼军出兵了，离大营不过10里之地。你说什么？多少人？一眼望不到头，应是全军而动。快擂鼓！全军列阵。雨滴猛烈地敲打着将士们的盔甲，形成一片片水雾。然而他们毫不畏惧，坚定地站在雨中，列成整齐的阵势。这个疯子，传令备战。将士们击破敌营，江南之地再无杂军。兴汉，击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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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上！这一战，义军士气高昂，便是大雨泥泞也无法阻挡他们的脚步。义军很快便冲抵寨墙外，朝着清军刺出长枪，一些士卒则拿着战刀，疯狂地挥砍着寨墙，而清兵也不甘示弱，不停地朝外刺出长枪。一时间，两军不断有士卒被刺中倒地。仅靠方国安和那些陆营，绝对守不住大营。今日怕是一场血战了。传令骑兵下马步战。八旗兵一进入战场，便堵住缺口，甚至开始缓缓朝外推进。重甲军出击，大旗前进，亲卫军随我杀。都督上来了，往前压，给我卡宽达子。随着瞎子帅气前进，士卒更是士气振奋，呼号声响彻天地，便是大雨滂沱也阻挡不住将士们的步伐。大帅，守不住了，方国安那些陆营要崩了，贼军突进营中，那将是一场乱战。咱们八旗二郎不知道填进去多少人，即便是赢了，也是输了。我伯洛岂如鼠窜般遁逃？若大帅陷于乱军之中，必大损八旗之威名。侠人此贼更是气焰滔天。是啊，大帅，今义不得天时，不得地利，也无银河，请大帅速决。再拖下去，我八旗儿郎损失的越重。令苏日乐率蒙八旗殿后，集合八旗撤出大营。苏日乐也知道守不住了，稍微坚持了一阵，便令蒙古兵撤出战场。随着八旗撤退，战斗很快便结束。万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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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岁！万岁！万岁！万
万岁！万岁！万岁！不知道是谁喊出了这两个字，其他人紧跟着齐声呐喊。本已激动万分的熊汝霖此时却飞了脸，他紧握着拳头，似乎想说什么。好一个野心勃勃之辈！万岁！都督抓到了方国安及其部将，应该怎么处置他们？都斩了，一个不留，让斥候营前出多探查，大军的安危系于他们之上。鲁军虽破，应是无妨，但军阵之事绝不能掉以轻心。都督，大致的伤亡出来了。说吧。陆营兵降者23000人，蒙古兵降者120几人，陆营死于阵中不下8000人，而八旗收拢尸体亦有4000余具。都督，此乃辽士起第一大捷，还有最大的收获，除了那些甲胄物资，便是战马，足足有1万多匹。这些马可都是骑兵，一定要精细安置。重甲军折损近1000人，亲卫军阵亡300多人，另外3阵都有不同程度的折损，其中可5阵几乎打残了。照顾好受伤的将士们，我答应过他们，阵亡的将士我会养着他们的妻儿，府库如能支撑得住，便多发放些抚恤银罢。监国殿下，下人此人心智过人，士卒拥戴，深得军心，深谙治军之道，逢战犹如避世，起兵以来每战皆胜，颇具当年韩越之风范。然此人却心怀不轨，野心勃勃，无知鲁莽之众，竟公然山呼万岁，而那虾人竟安受此不轨之言。将军，前方就是宁波城，是否修整一番？待前方探马回报。也好，传令全军休整。将军，宁波城此刻城门都开，但是进出城门排查还是很严密。挑选一队人乔装一番，推车混入城内，只要挡住城门，宁波城就破了。城内多少兵都没用。殿下，此宁波府以下，鄞县、慈溪、奉化、定海、象山各县皆已树大明旗帜，台州各府县也纷纷遣密使，人心在明。殿下，大事可期矣。不错，如今趁部落被那虾人所牵制，当即刻募兵，操练士卒，稳固各地。若时机成熟，可派兵前后夹击部落。孤单经节律，纲常梦短，威望大明中兴，各项事务便由各位阁臣自专吧。你们是干什么的？殿下不好了，达军入城了。什么？完了呀！殿下，请尽快离城，若是被困城内，万事无可挽回呀！兄弟们，给我把这群搭子赶出城外！万万没想到，只差一步之遥，竟然被挡住了。将军，方凤年、张国伟等一众文臣拥着鲁王出了南城门，直奔水师处而去。你说什么？将士们在此血战，而他们竟然跑了。将军，少探来报，有一队人马逃离南城。传令去南城门。将军是否追击逃离的那队人马？出逃的那队人马必定是朱一海等人，你带2000骑去追，若能生擒朱一海，必是大功一件。其余人随我从南城门杀进去。随着南城门被破，砍杀声响彻整个城内。自此，宁波城再次沦陷。而伯洛在虾人占领绍兴时，便已率残余8旗撤往宁波方向，准备与屠赖会合。方逢年、张国伟、宋之普等一众阁臣，还有数十名文官、大将方元科等皆降屠赖。大将王之仁力战而亡。鲁监国至朝廷尽没，只有寥寥数人逃离。就这么没了，朝廷被一扫而光，那监国呢？不知道，失踪了，也许是逃了，也许是被杀了。竟溃败至此，若是不撤，死守城中，尚有可为。可惜王将军已经紧闭城门，竟功亏一篑。胡赖进宁波城后，大肆杀戮，世子官绅几乎绝灭，而宁波下辖各县所有的县官尽皆屠灭满门。而在城中搜的密信，更是将台州各府县之士绅官员泄露一空。屠赖数十队骑兵四处，每日都有官员及其家眷被斩杀。浙江之地，心怀故国者几乎灭绝矣。今日方感同身受岳武穆之言，10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有再复啊！殿下，前方不远处就是仙霞关了，只要过了这一关口，我们就能到达福建境内了。进入福建依然是前途未卜，回归归藩也许是本王最好的归宿，幽禁也不是不可能。雄心壮志皆化为泡影了。道帅，为何损失如此之重？那虾蛮子实在狂妄，竟在瓢泼大雨之天气下发动全军攻击。方国安所部陆毅在猛烈的冲击下不堪一击，8旗将士虽奋勇抵抗，但面对如此凶猛的攻势，也只能四处填补那些不断出现的防线缺口。
这场混乱至极的乱战，路硬崩，大军便一溃千里。大帅，以我军之力，恐难守浙江。况且如今绍兴和杭州都落入了虾蛮子手中，没有水师，也无法返回江宁。福建又被郑芝龙所据，若要撤离，恐怕只能走台州府，绕行金华府，再过衢州府，方可进入江西。大帅当尽快决断。但诸将士疲惫不堪，待休整几日，先行撤往江西。都督，你看，博洛没有水师，而福建又是天子航在，博洛若想撤，必然撤往江西，而浙江近江西之要道，唯有北面之西岭关等关隘，或南面之玉山县，这2条路皆要经过定阳县。定阳县此时被谁所据？回都督，城头变换大王旗，前些10日降清，后面又听闻被岷江刘汝玉所据，如今我也不知什么情况。这定阳距离绍兴近500多里，长途跋涉不足得走半个多月，便是骑兵也得10来天，况且途中还得经过金华府、衢州府。都督，如今博洛大败的消息必然已传遍整个浙江之地，金华府若见我军之起，不说当场抑制，也定然不敢做什么。况且金华府并无多少驻军。传令全军之中，只要会骑马的全部挑上，最少也得再挑2000人出来，就是捆在马上，也得先于博洛赶至定阳。白统镇，你即刻率本部2000骑兵先行赶至定阳县。记住，只要守住定阳，博洛就毒死在这了。这一次，老子一定要活剐了博洛。都督放心，我一定快马加鞭赶至定阳。若是博洛之军抵达，希望援军来得快些。王富贵率5星阵向南进军金华府、长林、克武以及武宁3镇，及府军和重甲军全军南下宁波。我等虽大败博洛，可图赖手中仍然有将近1万满蒙之众，我们仍需小心谨慎，不可大意。为了围堵博洛，白勇父带2000骑兵直奔定阳县而去，王富贵所部则朝着金华府一路行军，所过县城尽皆归附。而虾仁在备齐物资后，便朝着宁波城杀去。虾仁攻克杭州的消息很快就传到龙武帝的手中。国难4两将，朕奉大统已近10月，孝陵不见，百姓不安，文医学于内，无扰害于外，中兴事业忙无断续。今闻虾清之捷报，恨不得把守言欢，以足而眠。若武将皆如虾清，则天下中兴可期。虾清真乃我朝之岳武穆。传朕旨意，周氏虾仁之墓，慈惠之善，逐于闺门。训兹有事，以推褒典。子忠勇可嘉，自受一品好命夫人，加封虾仁为越国公，总督江浙之军务。义军经过数日行军，终于抵达宁波。此时城中已无8起，虾仁兵不血刃便收复了宁波城，随即分兵四处收复下辖这个县。宁波2师，心怀故国者，敢于抗争者，已寥寥无几啊！都督，宁波城外港口驶来一支船队，上方悬挂大明旗。什么？难道是正式的船队？走去看看。在下兵部右侍郎兼户部左侍郎沈提阳。沈大人万物如此，快请起。虾都督真乃豪杰也，不过监国殿下大军溃散，现在是生死未卜，不甚是心忧。监国殿下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当无事。沈大人勿要多虑，若有变，鲁军必然大肆宣扬。今无任何消息，便是最好的消息。都督以堂堂之军大破博洛，这绝不是当初辽东关宁军杀了几百的鞑子就敢成大捷可比。不错，李成栋、刘良佐、马德公、田雄乃至博洛，我军皆已击败过。这让那些投降的露营兵眼里，满清铁骑天下无敌的神话就在这钱塘江边彻底打破。我相信此战必然让那些降虏之人再次兴起观望。这一战若是彻底覆灭博洛，那么郑芝龙应该会升起野心，当不至于如史书般那样再次降清。短短1年多时间，朝廷竟然复一第一监国，至山河破碎，人心惶惶。委员追随都督，现在水师3000余人，战船125艘。正头没水师支援的苦，清廷如今没有水师，如果有水师在手，就可以直驱长江，炮轰南京。虾仁当即命沈廷阳为水师总兵官，同时命林士奇收拢工匠，皆迁往舟山，由沈廷阳水师运输，让舟山成为义军的后勤基地。放眼天下，能让本王记住的名字不多，这个名字似乎这段时间在本王耳边有点响啊。明廷多少战功赫赫的大将都师，不计其数的英雄豪杰，皆在我大清的铁蹄下灰飞烟灭。也不知虾仁这个名字还能在本王耳中停留多久呢？二哥，要不我再次南征江南？草原上也不宁静，成吉思与其弟奔赴车臣，汗说累处。漠北蒙古仍然野心勃勃，妄想恢复蒙古帝国。别人去我不放心，还是你去我才放心。至于江南嘛，此时的勒克德浑正是进攻湖南的紧要关头，还是让洪承畴调集各地露营，暂且围堵，以待各地八旗抽出精力，再围剿这虾贼。
此时的伯洛正撤往台州府经丽水而退衢州，而虾仁率大军则在一路追击，但却因骑兵不足而不敢过于深入。少帅，这虾贼一路追战，一莫强悍，但会师一击，便是不能挫败贼军，也要让其不敢再如此肆无忌惮地追下去。堂堂八旗勇士，竟被一次挫败所打击成这般模样，真是耻辱。都督，前方15里左右发现八旗兵，约万余骑。15里的距离对于骑兵来说，如果迅速奔袭过来，最多也就大半个时辰就能抵达。不好，快传令列阵！随着虾仁一声令下，士卒们迅速行动起来，很快排列成一个个的方阵。盾牌手、长枪手和弓箭手各就各位，一些随军的小炮开始推向阵前，场面有些混乱，却还是渐渐组成一个阵型。传令，效命军的1万余人向前为主力，尽量拖延时间。不破贼军，皆死于此！给老子杀他个人头滚滚！得督，看样子这效命军肯定挡不住骑兵啊，一定会溃。八骑兵必然卷着溃兵冲击我军大阵。骑兵的冲击力无可阻挡，他们的长枪和战刀在日光下闪烁着寒芒，所过之处，效命军士兵皆纷纷倒下，一些害怕的士兵则惊恐地转身逃跑，战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放箭！箭矢不过2、3轮，八骑兵就已近在咫尺。随着八旗骑兵如一阵狂风般席卷而来，胡赖突进义军大阵后，发现义军组成的阵列韧性强劲，骑兵突进阵中根本无法再冲锋起来。不好，赶快撤出去！弓箭手放箭！这一仗打得异常惨烈，虾仁心里很清楚，他们并没有取得胜利。尽管图赖已经撤退，但效命军却遭受了重创，全军溃散。面对铁骑的冲击，将士们伤亡惨重。骑兵拥有着无与伦比的机动性和冲击力，是战场上最为致命的力量之一啊！得督，这些溃卒该如何处置？这些效命军的溃卒竟敢无视军令，擅自逃离战场，以致军阵崩溃，按军律理应全部处死。然而上天有好生之德，对所有溃兵实行11抽杀令，抽到死签的人就地处决。得督，这样大规模的杀戮是否太过残忍了？子不长兵，役不长财。倘若所有将士都像他们这般肆意溃逃，我们何时能克复两京，收复失地，重振山河？八旗自从入关以来，未尝一败，唯有那虾蛮子屡挫我军之攻势，看来不可小觑此人啊！前方就是丽水，过丽水就至衢州府。我其实有些担心，若是定阳县被虾蛮子所据，我军危矣。过了丽水，前轻骑即奔定阳县侦查一番，难不成虾蛮子有这般魄力，敢于分兵不成？若是前方无阻，那虾蛮子岂会以不足死命追我？就在八旗撤退之时，此时的浙江局势拨云诡谲，绍兴、宁波、台州、温州4府尽皆归附虾仁，城头再次竖起明旗，而延州、衡州、楚州3府名义上依然属于清廷，可伯洛在撤退途中的屠城，使得各府皆是人心不安。如今伯洛之军被堵在浙江，若是真的被那虾仁全歼，那清廷在江南的威慑力将荡然无存。不只是江南，便是天下都将人心不稳。如吴三桂、奸相，还有一大批手握兵权的悍将，都有可能生出不一样的心思。郑芝龙其意如何？可愿举兵降之？回总督。经过2日的急行军，虾仁率领的义军终于在江山县追上了伯洛，而此时距离仙峡关也不过80余里路。真是阴魂不散啊！全军列阵，给我击破虾贼！上！给我把大炮拉出来，轰烂这群鞑子！眼前的贼军竟然气势已经堪比昔年的混合之战中的白杆军了，待撤界伏剑，当立刻上书，应尽全力围剿虾贼，绝不可再使此贼做大。撤退吧！直至入夜，伯洛仅剩的6000多人已经全部撤入仙峡关内。可惜啊，传令撤军吧！虾仁留下韩雄镇守衢州府后，大军便开始返回杭州。此地乃是战略要冲，望韩兄能全力以赴，整顿军队，积极备战，同时还要广招士兵，增强军力，还需致力于恢复当地经济，让百姓安居乐业，恢复民生。就在虾仁率军回师之际，天下大势又开始了变化。湖南的勒克德浑步不紧逼，湖广战局对明军而言已经极为的严峻，而肃亲王豪格挥师入陕，吴三桂所部听其调令，准备迎击张献忠。父亲若降，则国家倾覆，百姓生灵涂炭。况且现在苏浙之地有英豪振臂而起，打得伯洛狼狈不堪，天下事犹有可畏。今天子绝非庸碌之君，父亲当三思啊！识时务者为俊杰，清廷今日招降于我，就必以礼相待。真不该让你去学那腐儒之学，真迂腐也。我郑家海贼出身，怎么出了你这么个圣人了？给我滚出去！
都督，清廷又送来了密信。洪承畴真是不遗余力呀！平南王，呵呵，看起来也不错。大明天子给咱的还是一个国公呢。寿江这总督好像也还可以。公子请留步，老爷有令。此刻公子还不能外出。大胆，竟敢阻拦公子！本公子想去哪里便去哪里，给我让开！公子息怒，属下只是奉命行事，实在不敢违抗老爷的命令。府中正在收拾行囊，准备撤往安平老宅，是老爷的命令，请公子莫要为难属下。朕即位以来，未兴土木之意，亦未沉湎于奢华淫逸，凡事皆以简朴为宜，心系收复两京之重任，国公何以离我而去？陛下，此处已知危地，不可久留，銮驾可巡广东，以图后效。今首府目集义师，以抗鲁军，值此时机，朕怎能仓皇而退呢？首府大人无良无想，仅凭一腔热血，所慕一时军械，甲胄奇缺，如何能挡八旗劲旅？自北京沦陷以来，短短2年时光，大明已失一地，鲁王监国也已军政崩溃。若是陛下有不忍言之事，则大厦将倾，陛下当为天下而虑。隆武2年，黄道周所率之扁担军在建宁府龙松镇附近遭遇伯洛，战斗一经打响，形势便迅速明朗化。2万多名扁担军几乎无法组成整齐的阵势，在骑兵的冲击之下，阵线彻底崩溃。黄道周被伯洛所俘虏。此人富有文明，亦是伟明之首辅。若想可安福建之民心，传令大军继续追击。隆武帝最终还是在汀州被来势汹汹的伯洛率兵给追上。朕既为天子，今山河破碎，枕戈泣血，誓断昏酒，却无复尺寸之地。今已至此，岂有投生之念？尚有血性不负九五之位，然大清终得天命，逆势而为，自绝于天也。随着隆武帝自尽于汀州的消息传至福京，福州城内人心惶惶，至此福建全线沦陷。就在伯洛还在福建安定局势，广东的明军之间却即将开始同室操戈。真是扶不起的阿斗啊！都督，浙江初定，各地都有官员缺额，是否选拔些士子？不可，国公收复浙江，当上表朝廷，岂能私自授光？这岂不是藩镇之行？朝廷远隔千里，中间亦有福建阻隔，不提路途遥远，便问咱们是向少武皇帝请示，还是永历天子呢？他们有没有空管江南？目光狭隘，鼠目寸光之臣，岂有兴复天下之愿？这隆武帝刚刚自杀，广州的唐王朱玉玉和永明王朱由榔又干起来了。南明还真是无药可救啊！现在我可没空管这些。学好数理化，传遍天下都不怕。虾仁用小学学到的知识改进了火绳枪，利用碎石与打火片摩擦出火星，然后点燃火药仓发射弹丸。就是这么个小改进，却是火器上的一次重大革新。远在湖州的孟必安联合陶振明发动了起义，面对满城的陆营兵，没有丝毫怯战，很快便控制住湖州城。陶振明知道孟必安如同锦衣卫一般，所以为其介绍了一个人。孟大人，湖州城北坊的锦衣楼楼主姓顾，叫顾青梅。此女手段非凡，应是对大人有所助力。其内收留了大量从南京、杭州、浙江各地逃难之女子。原先城内百姓们第一印象是这又是一个青楼，但是锦衣楼一直以纯粹的酒楼一楼曲坊自居，声称卖艺不卖身。但越是如此作态，那些文人墨客越是趋之若鹜。结果锦衣坊的酒楼曲艺生意越发的兴隆。这个顾青梅若是没有狐狸般的周旋能力，没有异于常人的取舍果断，仅靠一群柔弱女子怎么能撑得起场子？走去见一见。顾姑娘想见我，不知有何事？孟大人凭一己之力，使得湖州之地风云变色，奴家心神已往，来此求见大人，只是想聊表心意。无功不受禄，顾姑娘不知有何要求？孟大人不必如此戒备，小女子是真心佩服大人，更加佩服虾都督。虾都督百战百胜，真乃是天下之中流砥柱。小女子愿为虾都督效力，唯愿为驱逐鞑虏尽些绵薄之力。驱逐鞑虏乃男儿之事，你一女子手不能挑，肩不能扛，与都督有何益处？孟大人收复湖州，亦未曾动大兵攻坚城。奴家一女子自然不善刀兵之事，可论人脉谍报探听之事，小女子却也敢说消息灵通。顾姑娘为何要做此危机四伏之事？一女子何苦来哉？无夫，公婆父母皆死于鞑虏之手，我亦沦落风尘，血海深仇日夜厮报。
好，既然顾姑娘想为国效力，孟某自无不可。既然你找到孟某，便知我是做什么的。不错。小女子知道孟大人是夏都督最信任之人，执掌探听司这般如锦衣卫之要职。不瞒大人，我顾青梅在南京人脉广阔，秦淮和风月之地皆有人手。小女子手中有封情报，愿交于大人，不知对大人有无用处。弘光帝等9王具在北京一起被清廷秘密杀害。顾姑娘，这则消息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这10余年来，大明藩王身死者不知凡几，更何况这些人皆在北京被杀，与天下局势无变。小女子给大人这则消息，不在于消息本身，而是落款及出处。不过1月的时间，从北京到江南，难道这顾青梅在北京有情报来源，而且可以快速送达她的手上？顾姑娘巾帼不让须眉，顾姑娘不知可愿为我探听司副指挥使？孟大人说笑了，奴家一女子怎么能当官呢？顾姑娘勿要多虑，孟某乃真心实意。不瞒顾姑娘，我执掌探听司以来，虽不能说毫无建树，却对军情探报而言缺之甚大。若顾姑娘愿意相助，孟某感激不尽。奴愿效力，驱逐鞑虏，以赴河山。经过几次和骑兵的野战，夏人深知火器的重要性，随即决定奔赴舟山岛视察军器制造。必须要大造火器了，以不可及。若无火器，在这江南水网之地，尚可和清军骑兵一较高低；可若是在北方平原，无骑兵实在是寸步难移。沈总兵若驰骋大海，可能挥师10万征讨倭国乎？都督说笑了。若是需10万大军出征，那得多少艘大海船，又得需要多少船只运送粮草物资？若真能造出那么多大船，何须以船运兵？可直接以船为路，从朝鲜直扑倭国。以船为路，直通倭国，沈总兵果真气势恢宏啊！可惜了，未能全歼伯洛。若是伯洛覆灭，怕是天子也不会大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世间事哪有那般十全十美的？伯洛入闽时已是残兵败将，而郑芝龙手握20万大军，海船数千条，却依然俯首称臣，开关投降，几不可笑。都督，末将未曾怪罪都督，只是心中难免遗憾。沈总兵勿要多虑，伯洛跑了，我也是恨之入骨，前后围堵，依然让其逃窜。我想，此乃可能是天意吧。主子，你可算来了！这军器真浩荡荡的，咋非要从苏州迁到这舟山岛上？这里什么都不方便，生钱、买柴，一切都得运过来。迁到舟山来，自然是我的考虑。先看看火器制造的怎么样了。主子，在您率军出征的时候，我物色了一个老头，那老头脾气不太好，叫刘拐子。不过火铳造的是相当不错，我便提拔他做这火铳工坊官司。总管你上次说要运过来的1万斤生铁，怎么还没到？没有铁，怎么造炮造枪？马上就到，刘师傅再等几日便可。刘师傅好。好什么好？你是干啥的？当学徒的吗？刘拐子，你对我胡说八道就算了，这是主张，夏主张，你可别瞎说话。老朽无礼了，请大都督恕罪。不知大都督有什么吩咐？明朝这个时候已经有了自生火铳，我记得崇祯8年毕茂康的军器图说中已经详细记载了使用碎枪机的自生火铳。其实这和普通的火绳枪在构造性能上基本没有差别，所不同的只是在点火装置上的改进，将火枪上的火绳改成碎石，扣动扳机时碎石摩擦起火。但就是这么个小改进，却是火器上的一次重大革新，倒也不是吩咐。刘师傅，这次生火铳造起来要多长时间？本都要在年底组建一支配备3000杆碎发枪的火枪营。行，应该是可行，只是时间上怕是来不及。如今1天可以产几支火枪啊？7个月。能不能流水线生产？这样一个工匠从头到尾生产，效率太慢，而且质量无法保证。啥是流水线生产？一杆火枪可以拆出多道工序，每道工序由专人负责，甚至简单的活可以多安排些学徒操作。这法子可以试试，不过都督别想太快了，这火铳制造可马虎不得。那是自然，刘师傅可以试试，不过得先把那火绳枪改造一下，再加紧打造一批，先给咱凑1000杆自生火铳。都督啥时候要啊？要人给人，要物给物，半个月1000杆火铳必须得运走啊！这么赶，要人命啊！都督府虽然早已成立，但一切都是为了军队而服务，这显然是畸形的。看来都督府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虾人视察完舟山，便马不停蹄奔赴松江视察水师组建情况。在各地转了一圈后，回到苏州城内已是9月底。一到苏州城，虾人便召集众人进行商议。都督，不知有何急事？
我深思熟虑后，决定对都督府进行体制改革。原先所有一切都是围绕着军队展开的，但现在情况已然不同。我们如今坐拥如此广阔的领地，已不再是那个只有苏州一城之地的时期了。当前面临诸多问题，如税收、官吏治理、法律法规、海外贸易、钱粮分配等。重要事务都缺乏明确的负责人来管理，如果没有规章制度，那必然会陷入混乱。确实如此。都督何不沿用朝廷旧例？若是改之，我怕人心浮动。朝廷旧例怎么改？总不能也弄兵部户部吧？倒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都督府改制可不变地方之治，若变，一方面必要消小质疑都督之心，第二也怕地方百姓不安。经过整整一天的讨论，都督府新制方才出炉。那就这么定了，这多个部门以实现全面管理，最重要的当属参赞部了。它犹如大明朝廷的内阁一般，参赞部下辖有5个司职部门。首先是吏政司，这个部门负责管理官员们的职务、升迁与降职等事宜，可以说是各司之首。其次是民政司，其职权范围广泛，包括钱粮的征收、物资的调配、供给等事务。接下来是军政司，所有军事行动都必须经过该司的批准才能实施，同时他们还掌管着各地驻军以及各镇步兵和水军。宣传司，顾名思义，这是一个专门负责宣传工作的部门。最后还有律政司，主要任务是监督检查各级官僚，并处理相关法律事务。至于将作司，则专注于武器装备的制造生产。如今大明有永历和邵武2个朝廷。诸位大臣，你们说我支持哪个？大敌当前，难道我们抛下一切去打内战吗？吾崛起于草莽之间，不是为了某一个著名王爷的龙椅，不是为了一家一姓，而是为了这天下，为了这一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如果诸位大人现在想离开，无论是投奔哪个朝廷，去打那亲者痛求者快的窝里斗，在下一概不阻拦。在龙武政权覆灭后，有部分龙武旧臣前来投奔虾仁，其中就有陆振飞、刘忠藻、张肯堂、曾一、刘继言等。正所谓时势造英雄，随着虾仁的强势崛起，这使得义军内部有些人愈发的野心勃勃，也有人希望虾仁能如于谦一般再造大明。只要拿下郑芝龙，就可彻底荡平冥币。大帅，如今我8旗不过5000余人，李成栋招降纳叛者也只有5万人，若是逼迫郑芝龙过籍，恐怕福建全省皆是啊！不必多言，我意已决。大帅三思啊！老子现在还是征南大将军吧，一切后果皆由老子承担。随即，伯洛放低姿态，在福州大开庆功宴，邀请郑芝龙一聚。清廷毫无信用可言，父亲若去，怕是有去无回啊！父亲多保重，如有不测，儿子定当披麻戴孝为你报仇。郑芝龙再也没有机会和妻儿见面。伯洛在宴请郑芝龙3天后，忽然在半夜传令拔营回京，命郑芝龙随军北上。等郑芝龙反应过来，已经晚了。郑家的家业几乎在一夜之间崩塌。那个曾经跟在虾仁身边的小书童孟必安，已非无下阿蒙，如今成为了掌控江南各地情报的头号人物。顾姑娘，你说在南京最大的信息来源是你那些姐妹，她们有这么大能力吗？不错，我等姐妹昔日虽流落风尘，但却情同手足。许多姐妹或为妾室，或为红颜，她们的身边人不是富商巨贾，便是达官显贵，消息自然比普通人来得快些。如此繁杂之消息，怎能知其是真是假？况且重要的情报怕是难以知晓。大人说的不错，只是小女子想着，消息多着还可验证真伪，好过于没有消息可验好些吧。为何要先去寻董小宛和茂香，而不是直接去联系柳如是？柳如是的夫君钱谦益早已降清，不知其心如何。而且钱谦益毕竟是江南文魁，一举一动必有清军监视，我等贸然上前恐有风险。而且我见过茂香此人，是江南有名的4大公子之一，以茂香之才及其声名，若降，洪承畴必定重用他，而不至于落到如此困顿的地步。顾姑娘真是聪慧过人啊！在南京城中，大人应当唤我夫人。这还未至南京呢。小婉，我回来了。夫君回来了，可是遇上了什么好事吗？我去了湖州、绍兴、杭州、苏州，拜访了许多附设旧友。天下局势在变，那虾仁已经收复浙江全省，更是打得伯洛丢盔弃甲，眼看就要集结大军收复南都了。什么8旗打输了？我在城中都没听到过。这都是洪承畴这个老贼阻隔消息。我决定联络有志之士，为虾都督收复南京献一份力。夫君。国事至此，我辈岂能躲避不出？便是身死，我亦无悔。唯一放不下的就是小婉了。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银子，你明日便启程前往苏州。我已写了书信，请知有钱子良代为安顿。若这边事情顺利，我当尽快抵达苏州。我不走，我愿与夫君同生共死。原来是顾姐姐，好久不见啊！是啊，董妹妹，好久不见了。哎，顾姐姐，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的？
因为我和妹妹心有灵犀啊。妹妹，我都忘记给你介绍一下了，这位是我夫君。小婉，既然有客前来，快请进来啊！是妹妹失礼了，姐姐姐夫，快进来。还不知公子怎么称呼？在下孟安，常熟人士，家中以商贾为生。哦，不知孟公子是在江宁还是在常熟？我们的生意的确是在常熟，但此次前来江宁，主要目的其实是拜访友人。我一直对董妹妹心怀挂念，所以这次特地前来一见。顾姐姐，现在这世道不太平，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姐姐姐夫还是尽量少出远门吧。是啊，而且听闻虾仁的义军已经开始进兵常熟，孟公子此时在外，终是有些不妥。无妨，常熟兵力不过1000人，待义军抵达之时，怕就是常熟开城之日吧，应该是打不起来的。这孟公子看着有一股凌厉和居上位的气势，而且此人信誓旦旦地说常熟必降，一点不担心生意是否受到影响。孟公子如此定言，是否为时尚早？公子怎知常熟城内多少兵丁？我家就在常熟，对常熟熟悉得很，有多少守兵我怎会不知？孟公子，我不知你是做什么的，但我知道你不是商人，也绝不是一般人。我这眼睛看人准，孟公子应是居上位之人，而且还杀过很多人。不对啊，我应该是没亲自杀过多少人，这是在诈我啊！不对，我没杀很多人。孟公子不用辩驳，你也说过了，你没杀很多人，那便是杀过人了，这也说明孟公子不是商人。这又不能说明什么，商人也可能杀过人。不错，商人是有可能会杀人，可你不是商人。是给我都绕晕了。那行，你说我不是商人，那你说我是谁？孟公子应该是军中之人，如今天下可分两方，一明一清。顾夫人胸怀大义，绝不会嫁于降清之人。公子不是清军，那便是明军。可大明官军早已远离江南，那孟公子便只有是雄踞江浙的虾都督之部下了。茂公子真是聪慧，不愧为江南才子。不错，我们是虾都督之部下，本想慢慢再和妹妹说的，想不到茂公子实在聪慧。此次来江宁，便是要探得清军在江南的部署。不知要我如何做？我可以联络旧友，不过只怕那些旧友也不知清军的部署啊。茂公子，何不给柳如是柳姐姐那边回封信？我试试吧，但是我想前宫怕是不会有所动作。夫君觉得钱谦益真降了吗？或许吧，或许他心中还有大明，或许他也想要恢复衣冠，但是他没有那种拼死抵抗的勇气。他所谓的假意降清，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谎言罢了。既顾忌明姐，又贪生怕死，水太凉，头皮痒。前宫东林党领袖之望早已破烂不堪，不过却也可以利用他心中仅存的那点良知，可以通过他刺探达鲁军情，也算是为天下出那么一点点力吧。此人若是平常官员也就罢了，可钱谦益却是东林领袖，他降清，使得国事日益败坏，真是可杀。不说前宫了，我愿联络旧友，潜伏江宁，待虾都督抵达之时，内外联络趁机而动。江宁如此大城，必会有疏漏之处。不妥，大军还未有进攻江宁之意，此时若有所动作，怕会打草惊蛇，使得江宁戒备更加森严。既然如此，那我也愿意去苏州投靠虾都督，为他尽一份力。也不妥，茂公子人脉广阔，在江宁所用更大。不瞒你说，我此行便是为了探清江宁、常州、镇江各处的清军布防。夫君，我看还是先给刘姐姐联络一下吧，她肯定知道的比我们多。好吧，那我便先给柳夫人去封信。只是若直言询问，恐怕有些不妥。或许我可直接登门拜访钱府。茂公子，你完全可以跟钱谦益说，你已经下定决心归降清廷了，并请他帮你向洪承畴引荐。如果成了，那不就等于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吗？我怎么能降达呢？哪怕只是假意投降，也绝对不行。若是我投降清朝的消息传出去，不仅会有损我茂家的清白声誉，就连我昔日的好友们也定会与我恩断义绝。天下的文人都是这般死脑筋吗？如此良策，怎能就这样被茂乡轻易推掉？茂公子要你假意归顺，权宜之计罢了。要知道多少将士血溅沙场，你有才名，更是复社中人。你若假意降清，洪承畴必然重用之。洪承畴虽位高权重，可在这江宁城中，不耻其人者数不胜数。投靠洪承畴者，不过碌碌之人。而你若归降的消息，必然会使其欣喜若狂。是啊，公子，忍辱负重，方有转机。请公子放下心中的包袱，待克复南都之时，便是公子扬眉吐气之日。到时，天下人皆会称颂公子的。我不需世人称颂，也不怕世人诋毁，只是我怕会露出马脚，坏了孟大人的大事啊。无妨，又不是马上便去见洪承畴，先去见见钱谦益。明朝末年，多尔衮入关推行剃发令，虾仁率领义军揭竿而起。在隆武政权覆灭后，南明剩下的几个小朝廷为了各自的利益，还在忙着内斗，而东林党领袖钱谦益却早已降了清朝。丕将啊，许久未见，最近可还好？
多谢前公挂念，必将一切安好。前公，今清廷已据天下8分，而朝廷如今又在两广之地互相内讧，依晚辈看，这清廷当会一统天下。必将，你想降清？回前公，我愿归顺大清朝廷，为其效力。你既要降，我可给洪总督举荐你。只是你要想清楚，老夫当初力主归降，如今在这江南之地，不知多少人不知我之为人，数十年仰望毁于一旦。批将啊，何不再等等？以你之才名，等到天下大定，无论是哪个朝廷，必然会重用于你。若此时，恐对你的声名有所影响。前公，我已想清楚了，请为我向洪总督举荐，我愿为洪总督效力。果然是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茂乡枉负才子之名，竟如此趋炎附势，我真是看错此人。可惜了，董妹妹竟然跟了此等恶人。夫人不可如此说，批将对小婉还是很用心的，只是人各有志嘛。依我看，这清廷如猛猿般，绝不会长久。还未一统天下，便剃发易服。你看看虾仁，在这苏杭之地雄居如此之久，清廷竟无力平之，可见其已经黔驴技穷。夫君，我看你还是趁早逃出江宁，投奔那虾仁算了，还能挽回些许清明。我岂能去投那虾仁，一介草莽之辈？再者说了，路途遥远，我也被洪承畴监视着，如何能行？都督，这是要办邸报吗？不一样，和朝廷原来的邸报不同，我准备办报纸。敢问都督，这报纸是如何编写？主要什么内容？是给谁看？我亦取名为振兴报。振兴报不是抄写朝廷奏章诏令，而是取自每日的新闻言论，宣传揭露鞑子的残暴野蛮，团结士绅百姓，一致对外抗击鞑虏。都督府的政策也要通过报纸传达各地，同时配合时事发表评论。我希望这振兴报将来能成为攻击清廷的利器。都督，宣传司人手不够啊，这报纸一看就是需要文才，宣传司大多都是童生，秀才也才2个，属下怕写出来贻笑大方。怎么会呢？每一期的稿子先交于我来定稿，我看没问题了再刊印发出。不过有一人我觉得很适合，那便是说出那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就以顾先生为总编撰吧。都督，那这报纸印出来是免费发的还是？自然不能是免费的，免费的别人都不重视。这样一张报纸1文钱，我要遍地开花，苏杭、松湖乃至浙江各处不点，必须要把这振兴报办起来。很快，第一版振兴报便刊印出来，火速发往江浙各地。而那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赫然出现在了头版。恭喜老夫人是个千金。夏娃呢？怎么还没回来？不是一大早就已经派人去通知了吗？回老夫人的话，大都督这几日没在苏州城，不过我已经发急信给大都督了。这夏儿自从出征回来后，已经有近1个月不曾见过他。可这是生孩子啊，算日子也知道差不多了，真是一点都不上心。辛苦你了。回娘的话不辛苦，只是没能为孟家诞下男丁。无妨，又不是不能再生。这女人啊，生第1个孩子那就是过鬼门关，这再往后生啊，那就简单了。只是夏儿没在你身边，真是委屈你了。不委屈，夫君身负重任，当以大事为重。再说了，女子生产，男人也帮不上什么忙。远在宁波的虾仁正在准备开海事宜，只是消息传出之后，便有士绅坐不住。大都督若是缺少军饷，曹家可为大都督分忧，唯有这开海事宜望大都督三思。曹家以海贸为生，开海岂不是更有利贸易？大都督有所不知，如人人可出海，不加以限制，那这海贸之利润反而会变薄，而出海之商贾愈多，吸引倭寇的概率便会更大。老夫是为大都督着想，清军在前，可若是倭寇在后袭扰，怕是会得不偿失啊。曹员外是说，若是开海，必有倭寇。大都督，开海的话，曹家不敢说一定有倭寇，可若是不开海，我曹家愿为大都督献上白银100万两。曹家竟如此富有，轻易便能拿出100万两白银，真是令人惊叹啊！大都督过奖了。实际上，这并非仅靠我曹家一己之力，乃是由数十家共同筹集而来，用于支持大都督所需。数十家共同筹集，便可出100万两白银。若如此钱粮汇聚昔日官军，怕是贱奴早已平灭，何至于今日之地步？大都督说笑了，那是朝廷的事，我们只是商人，在商言商，岂能混为一谈？好一句在商言商，那本督今日就以一个商人的身份和你谈，100万两不够，本督要500万两，只要500万两，本督就不开海了。大都督，500万两太多了，我可做不了主。那便回去商量一下，能做主了再和本督谈，于安送客吧。
这帮海商可真有钱，看来我要开海的事威胁到了他们。大都督，为啥不先把钱收了？到时候办不办再说啊？嘿嘿，钱先放他们那保管，走，回家看看闺女去。统镇一末将看，常熟小城，咱们正儿八经的打，不用2天就能打下来。吴缺，你怎么看？能不强攻就不强攻，我看这常熟城守将不像死守的样子，先派人劝降吧，毕竟攻城必有伤亡，若能不战而屈人之兵，那是最好。再者说了，这常熟城还是大都督之乡土，还是不动刀兵也好。也好，先派人劝降吧。这常熟王守备说起来还是我上司，虽然这人贪生怕死，不过对将士还算可以，没怎么喝冰血。杨岩，你去城中劝降，告诉王庆坨，只要投降，我保他平安。是将军。统镇，你这不给封信吗？就让杨仪带张嘴过去啊。不用，杨银的嘴巴还算能说了些，他也认识王庆坨，算是熟人吧。守备大人，这是不是那虾人的军队啊？不知道，成精了他，真的成精了。老爷，王守备来了。王守备怎么样了？城外有多少人？能不能守得住？我数不清。怎么会数不清呢？大概多少兵？可能1万吧，也可能是2万。行了，你告诉我，这能不能守住？大人，城内露营兵和衙役应该能凑个1000人吧？这样看肯定是守不住。大人，城外来了个人，说想见大人，我瞅着有点面熟。面熟，行，我去见见李大人。我先去看看城外思想是什么，然后咱们再做打算。好，可别忘了兄弟我。守备大人，可还认识我？有些面熟。原来是你，你是林霸总的部下。原来城外的军队是林霸总的，不是虾人的。自然不是大都督亲自领军，大都督如今手握数十万大军，拥地千里，市民千万之众，怎么可能亲自带兵打小小的一座常熟城呢？那林霸总带兵来常熟是要？林统镇带兵来常熟，自然是要攻克常熟，总不能是带兵来玩的吧？完了，那林将军让你过来是要我投降吗？正是，统镇说王守备只要开城投降，可保你平安。那知县呢？没说，不过只有开城应该是没事，毕竟这里可是大都督的老家。哈，开城，我愿为王前驱。常熟守备王庆坨参见将军大人。起来吧。是，将军大人，我来给您牵马。听说你把大都督老宅都据为己有了？没有的事，这是谣言。我是担心老宅子无人居住会有所损坏，我是替大都督看门护院的，怎么可能据为己有？大将军，你看咱们好歹相识一场，可一定要在大都督面前说好话。林士奇兵不血刃收复了常熟，至此虾人已经如同藩镇一般，控制了整个浙江，加上苏松、杭湖等府。在南明的诸多帝王中，若论血统与崇祯皇帝的亲近，那永历帝无疑是最具正统性。但在永历和邵武两广内战中，永历却是连番大败，这情报太过于魔幻啊！自从来到大明的这些日子，仿佛是一场梦一般，似乎比原来的20年时间还要长久。置身于这个时代，我别无选择。虽然是穿越者，但是秘密却永远不为人所熟知。这个世界已经在我的介入下变得面目全非。我若是死在抗清路上，那么这是否代表大势不可逆转？但若真能扭转乾坤，我又会不会成为千古一帝？皮江，如今江南各地除了那苏州的虾贼，其余他处皆已安定，非是剃发。不过这只是朝廷的权宜之计，待天下大定，剃发令或可更改之。这一切皆是总督大人之功，若无总督，江南之地绝不会平定得如此之快。老夫唯愿天下安定，百姓安居乐业，便心满意足了。天下乱了这么些年，民心思安，你无需觉得大清入关乃以一变下。今天只用汉法，以儒家思想治天下，如昔日魏孝文帝一般，革新华夏。总督所言甚是，明廷已无力回天，唯一需要担心的就只剩那苏城的虾贼了。不错，不过虾人此人还是贪图安乐，若其数月前从浙江回师便直扑江宁，恐怕江宁便归其所有。可到如今，各地露营已汇聚城中，江宁城已安之若素。可仅靠这些绿营，怕是无法平贼。不妨，湖南战局已经明朗，我已上书摄政网，请调乐克德浑回师江宁，再请朝廷加派8旗劲旅。总督大人英明，此次必然灭此宵小。
皮江啊，你明日去劝劝石斋先生，老夫实是不想再见此人。石笔流芳，虽未成宫中合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总督大人，怕是石斋先生不从我言啊。尽力为之吧。若还是不降，朝廷必然下旨杀他。老夫念他一大把年纪了，何苦受此刀斧之罪？是，总督大人，属下明日便去规劝石斋先生。这是什么？这是江宁西城守军的情况，还有平时换防的时间，西城守官身份、居住地，我都写在上面了，只是不知有没有用处。茂公子，你不过进入总督府数日时间，便能探得机要之事。我自幼过目不忘，又在洪承畴身侧整理文书。不过洪承畴不让我接触军报等这类文书，这是我从书案上瞄到的。不过我此次前来另有要事。洪承畴已经上书多尔衮，请调勒克德浑从湖广回师江宁，湖广之地交于孔有德。同时，洪承畴还请调北方精锐8旗南下。至于多尔衮是否会答应，还未可知。好，我知道了。孟大人，石斋先生可有办法营救？谁是石斋先生？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兵部2部尚书黄道周。是他啊！此人虽被俘，可清军既然没在战场上杀他，不至于送到江宁城来杀吧？况且他在狱中，以咱们在江宁的人手，总不能去劫狱吧？再等等看，有机会救救他吧。今日洪承畴去劝降石斋先生，但石斋先生不降，或许还辱骂了洪承畴。洪承畴言若是再不归降，清廷会下旨杀他的。你明日先去见见石斋先生，若是有机会，我会想办法的。周主，把这份情报重新誊抄一份，火速赶往苏州交于都督。经过长达半年之久的精心修整后，汇集于苏州的5镇兵马已然全面完成了编制恢复，更是已经组建出一支有2000人，使用自身火铳的火枪营、骑兵、重甲军、效命军、府兵，还有虾人的亲卫军，兵力已达10万之众。开火！第2列上前，开火！都督，南京来的密报。诸位，南京来的机密情报，勒克德浑有可能会回援江宁，本都想听听大家的意见。都督，这勒克德浑可不比伯洛，能征善战，就看这次征讨湖广，便知此人乃是劲敌。伯洛也不是没有能征善战的名头，除了被我军击败以外，可还曾听闻过他什么败绩没？便是残军入福建，依然可以擒拿郑芝龙，覆灭龙武朝廷。咱们占据东南之地这么久，清廷必然有所反应。这次何腾蛟丢失湖南，撤入广西，广西之地山多密林，不是可以迅速荡平的。我们在江宁之侧，洪承畴如芒刺在背，清廷的注意力已经全在我们身上了。这勒克德浑之部不是8旗兵没多少吗？才几千人，剩下的不都是招降的露营兵吗？我看对咱们威胁不大。话不是这么说，勒克德浑的汉军部下绝不是江南之地的绿营可比。那些人有的是顺军降卒，有的是明军精锐，这些人在湖南之地征战许久，绝不可小觑。诸位觉得当下我们应该如何？是要趁着勒克德浑还未回师之时进军攻打江宁，还是先按兵不动，等待他前来进攻，以逸待劳的反击呢？我认为应当主动出击。咱们大军已经休整待命长达半年之久，骨头都有些软了，现在正是时候打一场大仗了。都督，如今咱们兵精粮足，将士们又训练了这么久，是该打出去了。都督，不能等大军逼近苏州。这半年来，苏松百姓刚刚缓过劲来，各地田亩已经恢复生产。若是大军再来，必然烧杀抢掠，便是无法攻克江宁，也该将战线推至常州一带。不错，王统治所言有理。不过，若是能克服难度，必将振奋天下人心。老子把伯洛坑得这么惨，便是投降了也是死路一条。如今只有一条路走到黑了，若是真能打下江宁，不说恢复河山，至少可以划江而治。南京城墙长约100里，高大约18米，便是墙后亦有12米之厚。太祖建此城用时20余年，如此雄场，便是10万之众亦无法合围。火炮日夜不停的轰击，也无法炸开缺口。若是洪承畴拼死固守，恐怕强攻之下难以破之啊。城池稳固在人心，而不在险要。既然诸位都言出兵，那就开始出兵前的准备吧。这次我们势必打下南京城。而就在都督府全力以赴筹备物资之时，广州的绍武皇帝增派内阁大学士曾道维挂江南5省都师衔，准备巡视苏州府。真让人头大啊！要是这老头子来到苏州，仗着阁老的身份对我们指手画脚，这是绝对无法容忍的事情。
都督虽名动天下，可终究自居为名臣。今少武天子遣大臣巡视苏州府，当以礼相待，不可辱之啊！都督，老朽广东的挚友寄来信函，言曾道为此人曾在朝堂之上激烈弹劾都督。他说都督私设官员擅改军制，所行之事犹如藩镇。曾道为对天子言，愿以残躯使都督改弦更张，若不成，宁愿死于苏州。如此行事，朝堂上竟无一人反驳吗？呀，大臣杨国廷说过，若逼都督太过，口会逼反。而曾道为信心十足地说，都督杀了那么多满蒙精兵，便是想降清，怕是清廷也不会接纳。又言若不加以节制，必使声名涂炭。呵呵，果然是南明的特色。建白，许久未见，别来无恙啊。国事如此，岂能无恙？都师这边请，都督已经安排好了为都师接风。义军常年孤身奋战，朝廷不发一文饷银一担粮草，就派了个都师过来，有何益处？顾炎武，你在那什么邸报上胡说八道，满纸荒唐言。本都已经是看在夏国公的面上，若再敢胡言乱语，对朝廷对陛下有不敬之言，吾定然将汝斩杀于此。都师大人，不知此次前来朝廷可曾拨下军饷？朝廷新密，吾此次前来苏州都师，一方面要将江浙之地重复朝廷治下，一方面便是要将这数年来拖欠的赋税运往朝廷。当然了，首辅大人也知道江浙之地连遭战乱，可适当酌情减免。都师，以江浙之地养军尚有不足，况且达军犹有重兵在侧，不可轻易变之啊！江浙之地屡遭战乱，军中抚恤、军饷物资所物补充尚且不足，本都正准备向天子请拨银千万，以为军需。夏国公请勿要以都督自称，此乃私设官制，为国朝所不容。至于千万军需也，国公说笑了。想我朝以军户为组织，怎么会需如此惊人的军用？国公勿要自误，当知使笔如刀，莽操之事，天人共怒。内斗就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南明朝廷就像是一场闹剧一般，随着虾人的势力愈发强大，内斗闹剧也随之而来。都督，曾道为心怀叵测，不必搭理此人，其不过带了百名锦衣卫密切监视，他也翻不出什么浪花来。穆德无需担忧，我岂能如此不智？放心吧，曾道为在苏州之地安全无忧。不过朝堂上竟有如此不智之举，派这家伙来这羞辱我吗？都督，曾道为在万历年间便已为官，如今虽是乱世，可他的脑子里还以太平之事那套，想以君臣大义束缚之。都督，何不如整个都督府所辖之地，皆奉龙武天子旗号，甩开两广那两个小朝廷？少武帝以胸中地旗登位，我等若奉龙武，拒不奉少武，是否会舆论汹汹？诸臣一意平安，五星北伐，却又恐他人立下功业，若不断曾道为之念想，怕是掣肘之势屡禁不止啊！那便以顾先生之意，所有的文书皆用龙武年号，本都不想跟这些只知道玩弄权谋的官僚们有任何瓜葛。不提此人了，都督府各项物资是否已经备齐？大军出征在即，粮草军械乃是重中之重。粮草已经清点完成20万担，足以让大军吃食2月。军械也已清点完毕，只是火药、药材、备入营帐、马料等等还未调运完全，而且舟山火器房新造之火炮也未送达。不过，所有物资可在明年正月前彻底集结完毕。好，那就让将士们安心的过个年。大军明年2月出兵南京城。这下人竟如此轻视都师，自己把战赴亚，却让我等来此酒楼暂住。算是看明白了，虾仁此人虽不如郑芝龙跋扈，却也是个轻视朝廷之辈。而苏州之民竟只知虾仁，而不知天子。特别是那个连世奇，他居然还敢威胁本都，说永历伟帝才是正统，少武天子晚于永历登基。什么时候天子允许用他一个匹夫来说3道4？不过来日方长，不急于一时。都督，此次乃我军前所未有之战，是否调韩统镇的克武军回师苏州？克武镇必须严防福建和江西，便是以韩雄之军力，清兵若来攻，已是勉力守之，所以其部不可轻易调动。那松江的武安镇可以调过来，清军不可能越过苏州府威胁松江。传令即刻调武安镇进驻常熟。10万之众，物资消耗巨大，战线越往前移，后方补给便越困难。依我看，还是要走长江运输粮草，便捷许多。那大军就得沿江阴、镇江，然后进逼南京。但是常州、无锡也不可置之不理。不如兵分2路吧。
分兵不妥，都督江阴经过博洛屠城后，已经10室9空，达军也未在江阴驻军，充其量也不过是数百守备，可遣一偏师取之。大军则出苏州，先取无锡，再克常州，随后北上会合偏师，攻取镇江，最后直逼南京。经过长时间激烈的讨论后，众人达成了一致意见，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应该沿着长江进军。这条波澜壮阔的大江，凭借江水之力，可以省下大量的人力。诸位，此战若胜，南都克复，北伐虽还无力，但是以水师隔绝长江，南北分治，此乃吾等之基业，诸将世代之富贵，唾手可得也。是啊，打下南都，都督便可直接称帝了。这家伙口无遮拦，这哪是能随便乱说的？胡说八道什么？打下南都是为了驱逐鞑虏，恢复河山。是，都督说的极是，末将说错话了。穆姑娘，我准备先回苏州了，你是留在江宁，还是跟我回去？就回苏州了？是啊，江宁布点已经大致完成，我要回去见一见少爷。我不回苏州，我已经联络了诸多姐妹，若我离开，消息传递是个麻烦事。再说了，小女子以什么身份跟尊贵的指挥使大人一起回去？你不是说是我娘子吗？那只是对外的托词，也可以不是托词。什么？孟大人，你是都督心腹，将来定然前途远大，妾蒲柳之姿，自幼沦落风尘，绝不可污了大人名声。我不在乎，我在乎，我不能让人耻笑于你。我可以请都督为我证婚，没人敢笑，谁敢说三道四，我必杀之。少爷，该走了。都督，老夫人派人过来了。让人进来吧。什么事？老夫人派小的来问大人什么时候回常熟过年。母亲不回苏州吗？老夫人说在常熟老宅住的习惯，少夫人和小姐也在常熟，想让大人回常熟过年。你回去吧，就说军中事务繁忙，我就不回去了。是，大人。都督，你不回去过年，那不就一个人过年了？本都麾下10万将士，怎会一个人过年？今年还是军中过年，和将士们同乐。虾人转眼便来到军营之中，到处都是光着膀子的士兵们在谈笑风生，眼前的一番场景好不热闹。还是大都督最喜欢咱们这群大头兵，年年过年都陪着咱们这群糙汉子。谁说不是呢？你说大都督是不是有龙阳之好？还说不说了？你回答我，少爷，我回来了。回来了好，许久未见，身体壮实了些啊。毕安，你进入南京城这么长时间，以你之见，南京城防可算稳固？回少爷，南京城又高又厚，便是军中打造云梯都得加粗加长才可搭上城头。若是强攻，死伤恐怕无法估量。驻守南京之陆营兵大部是从北地各城调拨而来，看其模样，应是比江南之陆营强了些许。不过也不是没有弱点，这些调拨而来的军将士卒互不从属，其配合定然有所不足。好，我大概知道了。少爷，不如我调一批探听司的探子潜入城内，可在大军攻城之时，内外夹击或有奇效。洪承畴镇守南京，难道城门出手的这么宽吗？倒也不是，进出城门的人，清军皆要盘查，还要检查首长。若是有可疑之人，会被立刻抓捕。便是抓错人了，也没见放出来。既然如此守备，你调的人必然不能是瑞士，人数少还好说，可这人一多，难保不会出事。先不必如此，我想我应当有破南京之策。毕安啊，既然江宁事毕，便先不用回去了。是，少爷。我还有一事。想说什么就直说，吞吞吐吐作甚？少爷，我想娶媳妇。少爷，我算起来还没娶亲呢，你倒要先娶媳妇。说说看上谁家的女孩子？顾青梅，我想娶她。此女虽有大义，但毕竟是风尘出身，你可要想清楚了。少爷，我想清楚了，我今生只愿娶她。好，男儿一诺千金，既然你想娶她，我没意见。转眼就到了新的一年，今天是大军出征攻打南京的日子。虾人留下杨恩主政都督府，另由杨恩之叔父杨靠镇守苏州城。从虾人离开的时刻起，杨家便已是苏州乃至整个江浙苏松最为显赫的家族。当论权力而言，杨恩已堪比汉之丞相、明之首辅。要想终结这乱世，总该有人要站出来。将士们可知我等为何而战？星汉，本都拿脑袋保证，必和将士们同生共死，绝不后退。打下南都，天下可定。大军兵分3路，浩浩荡荡地朝着无锡开进。
不过2日，林世奇的宁武镇率先抵达无锡城下。同志，前方到无锡城了。小民无锡知县不敢抗拒天兵，特来向将军请降，望将军垂怜。冯知县果然是明智之人，放心，汝等必安然无恙。随着无锡知县开城投降，义军便兵不血刃地轻松收复了无锡和常州城。那家人发兵了，号称30万大军朝着江宁而来。虾贼30万大军必然是诈称，怕是有5、6万人便了不得了。这茂湘西如此抗拒大清，当初忽然投奔过来就疑点重重。苏松复述养兵10万尚可，更遑论还有浙江之地，说不定那家人真有30万兵马。先不说这个了，提江啊，朝廷发来谕令了，黄道周此人冥顽不灵，命本都将其就地斩杀。老夫老了见不得炫，明日辟疆便替我监斩吧。都督，林统镇急报，宁武镇兵不血刃已经拿下无锡和常州城。好，命林统镇继续向北进军，尽快抵达南京城，打造攻城器械。待大军抵达后，合力攻城。告诉他，我已有破城之法。这一次，我要用太平天国的学弟攻城法，撕破南京城墙。命军期间抓紧运送炸药，越多越好。虾仁此番必定会选择走长江运输补给，然后大军沿着镇江一路直逼江宁。不过，勒科德浑已经紧急从长沙撤往岳阳，经水路直抵江宁，预估1月之内便可抵达。只要依靠江南坚城固守，拖住虾仁，待援军抵达，则万事无忧。石斋先生，怎么，达子终于忍不住要杀我了？摄政王谕令，今日将先生斩于闹市。无需惺惺作态之样，大明仰视300年，竟出尔等这无君无父之辈，吾虽死，无怨无悔，死得其所。先生，俺知道你是个大忠臣，但俺也没办法，俺就是吃这碗饭了，你不能怪俺，也不能向阎王爷告状啊。时辰已到，行刑。3月2日，大军浩浩荡荡地抵达了南京城外，这让原本宁静的南京顿时变得紧张而肃杀。南京是整个长江以南最为重要的城市，不只是城墙高大坚固，最重要的是其象征意义。真乃是天下雄城啊！是啊，不论来几次南京城，在看到城墙时，也得惊叹此城之宏伟。太大了，不好守。洪承畴肯定不会守外城的，就是10万人也守不住外城。今日休整，打造攻城器械，明日试探攻外墙。都督，营外有一个道士，此人声言要见都督。道士还要见我？你觉得本都我那么闲吗？此人挺神的，我本来不信，结果他一见我就将我的身世一字不差的说了出来。算命之说，无稽之谈罢了。算了，带他来看看。贫道李文道见过都督。文道这个名字不错，道长不在山中玄修，为何出山染此红尘？天下纷乱，何处有净土？道长要见本都，可有何事？贫道夜观天象，天下之局势似又将有所变动，特意出山来寻。今见都督，心中之惑已解。为何见了本都就解了道长的疑惑？都督请恕贫道直言，以都督之面相，不过小妇传家之香。可如今都督却手握重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天下皆随都督之心意而变化。或许道长看错了吧？也许是贫道所学不精，也或许都督心中自有答案。道长来寻本都，莫非只是来寻一答？若如此，本都可与挂金，道长可自去也。非也，非也，贫道见都督便深感道法高深，愿跟随都督身旁，于红尘之中历练一番。道长莫非得鬼谷子之秘，于战阵之上有独特之见解？贫道于杀伐之事一窍不通，那可是有安邦富民之良策。贫道于治民不如一小利也。本都不信长生，也无意追求长生，道长是不是来错地方了？长生之事虚无缥缈，贫道也不信，也希望都督不要信。那贫道无所求，无需都督赐一官半职，也无需半2月俸，只需1日3餐，简易素食。好，既然道长所愿，本都答应了。太平天国攻破南京的关键在于采用学弟攻城的战术，并利用内部分化瓦解清军抵抗力量。这一次我也要试一试。传令攻城。上！上！
很快，先头部队便将云梯搭在了城墙上，城上的攻击稀稀落落，不过半个时辰，义军就已攀上了数处城头，与驻守的外墙清军展开厮杀。由于外墙敌人数量不多，经过一番厮杀，终于成功打开了外城摇化门。传令，留下重兵看守外城，大军继续进内城，府兵绝地至城下，咱们用火药炸城。火药已经备齐，足有500余斤，只是不知道这些火药会不会真如历史那般掀翻巨城，如接片纸。总督，贼军不攀登内城，而是打算挖穿城墙。不攀登城墙，而是在挖城墙。回总督，是的，贼军在城墙根下拼命掘墙。这些人想做什么？江宁城之后，绝不是10天半月可以挖穿的。都督，是不是差不多了？好，那就开炸。不对啊，这威力怎么没想象中那么大？都督，城墙太厚了，咱们直接炸城门吧，把这金川门炸开，大军一拥而上，总比爬墙好得多。好，马上准备火药，咱们再炸一次。不好，被炸了个大缺口，看样子他们是准备炸城门了，快去向总督汇报。总督，叛军准备炸城门了。什么？快去堵住城门，绝不可让贼军炸穿城门。派人去城内，只要看见哪家有条石台阶的，一律强制拆下，运往金川门。伴随着数个火药箱被放置在城门旁，这一次所使用的火药量比之前更多。娘的，气死我了！鸣金收兵吧。难道是火药塞的不够多，还是没把火药用棺材装起来，又或是火药配方不对？哎，只恨当初为何不好好学习，没认真学物理，现在穿越了，正是派上用场的时候。都督，顿兵坚城，而且军中火药不足，江宁城高时后，洪城丑决一死守，旦夕之间难以破制。不如撤军，待勒克德魂来攻。我等先破勒克德魂部，再围攻江宁城。此次出战已是用尽全力，饶是如此，攻打江宁城依旧觉得有些力不能及。如果退兵，恐伤大军锐气。可总比顿足城下好些吧？时间太过急切，既然无法破城，当断则断。先行准备吧。都督，今日火药消耗过于严重，我建议先退回镇江，待火药补给充足，到时四面炸城，肯定能炸穿城墙。撤出外城可以，但是要退回镇江，必定大伤我军锐气。都督，不必多说，我意已决，先破勒克德魂，再围江宁。道长，吾繁忙不堪，无心道家清静之修行，你找我找错人了。顾先生想差了，贫道可不是找你闲谈的。哦，道长请说。此次大军退出江宁，军中士气不振，贫道有一策可振奋军心。有此良策，道长何不自寻都督，何必找我？贫道出此策，都督自然不允。可顾先生在军中颇有威望，诸将皆对先生毕恭毕敬，顾先生出此策正好。那请道长明示。顾先生可请诸将上议封王，都督封王后赏大军，必军心大振。什么？顾先生，贫道虽不识兵家之事，却对人心有那么微末之解。若是军心不振，两军相争，胜负不可预料。万一都督兵败，则天下无可挽回。若能增我军一丝胜算，也当尽力为之。道长，请让我缓思片刻。顾先生，请思量，但需尽快。当知大战在即，不可久拖。此道人真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啊！顾先生来找我，可别是让我写那个什么报纸了。林统镇，我这次来不是报版的事，我有一件大事想与林统镇商议。大事？顾先生请说。以我观之，大军退出江宁城下，虽损伤不大，可军心依然有所下堕。有一策或可提振军心，只是……顾先生请继续说。可请都督称王建制，后赏诸军。好计策，顾先生果然大才，不错不错。林统镇不觉得太过草率了吗？况且擅自称王，或对都督之声名有所影响。影响？这有什么影响？那张献忠一个反贼，4个义子一头靠，都封王了。大都督干下这般大事，难道还不配一个王号吗？是啊，好像林士奇这话也没说错什么。既然林统镇觉得此策可行，那便问询诸将商议此事。今夜邀请诸位，我有一事想和诸位商议。什么事啊？林统镇居然请了这么多人，这可堪比大都督军议了。我想请大都督称王，
就在这鸡龙山下。这就是我想说的，这是我的想法。林统镇，万万没想到你竟如此睿智，白某甘拜下风。有道理，大都督称王，众望所归。沈某也赞同此意。既然大家都同意，诸位说说称什么王好？林某建议可称秦王。不妥，汉王好。不对，这王号可不是下棋的，咱老王好歹读过半年私塾，这王号要看地方的。咱们在江南应该称吴王。没文化还读过书，吴王是大明太祖皇帝用过的王号，信不信大都督一称吴王，两个小朝廷不得翻天了？白某觉得在南方应该称楚王。一时间场面便陷入了争吵之中。就在诸将吵闹不休时，勒克德浑终于抵达了江宁。郡王，那虾贼退往鸡龙山不防，便是想与我军决战，只是战阵一起，胜负难料，不可浪战。不可浪战。我大清饮马长江，数十万大军驱袭而降，吾数千之众临荆州，获10余万顺贼。那虾贼不过一土寇罢了，洪总督何至于如此畏惧？摄政王真不该在此时给其封王，岂不闻骄兵之败？郡王，虾贼昔日曾在野战中大败伯洛贝勒，其不非一般以民土寇可比，不可小觑。伯洛乃是被绿营溃兵所冲散，否则如何能被虾贼所趁？洪总督切勿谤国朝八旗之勇悍，八旗锐士横行天下，无人可挡。请大都督称王，请大都督称王。诸将何故如此？你们这是害苦了我啊！国难当头，民心所系，请大都督称王，以定军心，复我河山。江南之地无诸久矣，都督称王，乃顺应民心之举，万千将士无不思之。诸镇士卒皆已知大都督即将称王，士气大盛。都督若不允，岂不是伤了将士之心？但称王之事事关重大，还需从长计议啊！都督，时机已到，切莫错过，请都督三思。请大都督称王，请大都督称王。虾人听着这山呼海啸般的呼喊声，脸上露出了一丝复杂的神色。诸君如此行事，实在有些草率。然诸将士们的心声，我又怎能轻易驳之？好，本督决意称王。我这一回你寻脚步是来自是亲戚。狼子野心，草莽之辈，竟敢擅自称王，简直就是无君无父。此等乱臣贼子，当诛！你们速随本督前去中军。大人，此刻前往中军，我等怕是有去无回啊，还是从长计议为好吧。诸寇无身负皇恩，岂能容此了如此猖狂？务必让马虾人打消称王之念，虽死亦可。我倒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敢杀忠臣义士。尽管曾道为义愤填膺，但这些锦衣卫们却依旧无动于衷。毕竟他们又不是傻子，此时没有一人响应曾道为的命令。颠覆了天下，贪欲越浮夸，人生是不。鸡龙山下，连夜筑起一座高台。虾人身披蟒袍，站在高台之上。诸王万岁！诸王万岁！诸王万岁！大征之势，强则强，弱则亡。臣虾人后告天穹，日月山川。如今胡虏南下，百姓生灵涂炭，剃发令一出，百姓誓死不从。而皇室奸臣当道，不思报国。我虾人恨不能清君侧，但汉家天下将倾。为了民族大义，今我虾人率义军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愿上天庇佑我等，回复汉家天下。拜见庄王。大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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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万岁！大王万岁！随着虾人称王，军中士气大振。在不复退出江宁时的低落感，全军整个带弹，准备迎接清军的决战。草台班子不过是个自以为是的跳梁小丑罢了。虾人驻军鸡龙山的用意，便是想和本王决战。巧了，本王也想决战。次日，勒克德浑调扬武烈，高进库部2万人，柯永胜部4000人，马德公部5000人，又征江宁前藩守城而征召丁壮3万人，全军11万人，浩浩荡荡朝着鸡龙山进发。是急，大炮都拉上栖霞山没？启禀大王，经过数日来日也不停的伐木搭桥，大炮已经有40余门运往半山坡，剩下的今日便能尽数布置好。我们火炮居高临下，鲁军便是火炮对轰，咱也是大有优势。好。大王，杨长史又从后方运来了6万支箭，还有6000斤火药，大量的辎重，还调来了8000名有过简短训练的丁壮。
穆德真乃萧何之才。大王，此处战场是否离江宁城太过近了？敌若败，可直接退入江宁城啊！战场就在这，已成定局，勿负此言。大王，急报！赤后营小队与八旗探马在大营20余里外接战，10人小队8死1伤，八旗5死1伤，八旗剩1人狼狈而逃。20余里已经很近了，看来明日勒克德魂就得和咱面对面了。战死沙场者都要记下名字，此乃与鲁军第一战，当鼓振军心，传令下去，严八旗15人，我军10人，斩敌人14人，便传大军。首战即决战，一战定乾坤。明日咱们和鞑子决战。是大王。我大清远胜大明，必将一统天下。在本王看来，伯洛实在有辱大清宗室。虽然伯洛为朝廷拿下福建，可这依然改变不了其在浙江大败的事实。只要能在这次野战中击破虾仁的6镇兵马，那将意味着江浙之地彻底平定。而本王将会是满清宗室中除多铎外最为耀眼的新星。决定江南形势的决战正式拉开帷幕。这一日对勒克德魂来说，必将是扬眉吐气的好日子。郡王，杨武烈大败，降了贼军，所以大军开始后撤。晋王，高进固大军惨败，右翼大军开始后撤。这些露营实在不堪用，督战队居然都挡不住他们的背刺。此时的战局已然不再适合以路迎兵，充当前锋。速派本王麾下最为精锐的护军500人，以及江宁驻防骑兵1800人，另从湖南一路立。夏都督打到南京了。夜色之下，南京城内的百姓都抄着武器往城门处冲过去，怒吼着要打开城门。大人，虾仁打到南京了，怎么办？鞑子是我等如草芥，开城投降，我第一个赞同。管他3七21，速速开城门。上！上！恭迎周王入城！恭迎周王入城！把勒克德魂带上来，就在这南京城下，拿他的人头祭旗。大王万岁！大王万岁！大王万岁！看来江宁城彻底守不住了。大王虎威，收复南都，请大王上表朝廷，请陛下还复故都。本王放龙武天子，而非少武。大王此言妙矣。襄皇帝陛下已大行，国不可一日无君，且有奉先帝而不奉天子乎？况且今上乃襄皇帝之地，兄终弟及，合乎伦序？大王，长幼有序，神宗血脉仅贵王一系，按序当贵王登位。再者严厉国当以敌，岂有不奉晋藩而奉远宗？陛下乃襄皇帝之弟，其是远藩。陛下先于贵王称谓，贵王狼子野心，窥视大宝，以致陛下登基，还敢称号肇庆，其心可诛。一太胡言！吵什么？皇城尚未收复，南都未定，有何可争？这群腐儒，大王不必理会。如今江宁内城一破，胜局已定，当尽快清除皇城内残军。现在不是纠缠这些琐事的时候，传本王令，立即包围皇城，务必不让任何一个敌人逃脱。无跳投敌，可永胜遁逃。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城墙易事，府库前2进末，不重心散，如何能守得住？我现在带人去屠了这皇城。且不说敌众临城，你能否屠城？便是动起手来，怕反的就不只是吴跳了。谁敢反，我必诛其满门。事已至此，我们应该想办法应对眼前的局面。兄弟们，里面就是皇城了，杀！杀！杀！派人进去劝降，就说本王不好杀人，除洪城头和8旗兵外，余者皆赦，还有不得焚毁宫殿。那下人说不好杀人，除洪总督和8旗大兵外，余者皆赦，还有不得焚毁宫室。狗贼痴心妄想，他想要完整的宫殿，做他的美梦。老子现在就去放火焚城。洪总督，下人前人招降，原只要我等8旗和洪总督的脑袋，其余人皆赦，还想要完整的宫殿。
国公大人事已至此，非人力所能挽回。君王大败之时，我就已做好了准备。至于宫殿，我劝国公大人不要焚烧，宫殿完整，明廷想回南京的意愿必然更加强烈。这样一来，明廷与虾人相争，与大清利大于弊。当知明廷之内斗凶狠异常，若天佑大清，或有风波停之就是。宫大人终究还是认为自己是汉人，舍不得这片宫殿。什么明廷想要完整宫殿，便是宫殿全毁，难道明朝皇帝就不想回南京了吗？我把宫殿全毁了，明朝皇帝回南京时总不能没地方住吧？大建宫殿耗费人力物力，岂不更好？传令点火，焚毁宫室，就留一片白的给那瞎贼吧。正所谓在其位谋其敌，如今守到这个地步，已经是山穷水尽，也对得起大清了。兄弟们，江宁城已经破了，再守下去也无益。打开城门请降，别再撞了，开宫门了。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是功是过，就留给后人来评说吧。随着洪承畴自焚而亡，皇宫内的纷乱很快得到平息，最终残余八旗被彻底扫灭。洪承畴的前半生俨然是大明王朝的顶梁柱，可他最后却降了皇太极，失节降清，尚可推说明廷腐败回天无力。可若是再次降本王，那朝秦暮楚又降汉的名声必然是躲不掉了。以洪承畴自视甚高的模样，绝不可能做此行径。胜利意味着巨大的收获，此战乐克德魂全军覆没，周军攻克江宁、郑州、常州、无锡与苏杭这等地连成一片，而耿仲明水势大败，至江全暂时在周军手上，江宁也恢复旧号，改名为金陵。曾道维、徐允觉、曾英、朱国弼、王铎五人因图谋不轨，预谋自周王，大逆不道，失窃而被捕。经督察司、律政司联审，曾许张王五人自杀主谋，一律斩立决，即刻行刑。我是魏国公，别杀我！杀！李定国，大明气数已尽，改朝换代势在必行，你又何苦逆天而行？哼！你这卖主求荣的狗东西，我汉家男儿的脸都让你丢尽了。你好不自大！本王可是孔大圣人孔先师之后。孔有德啊，身为海盗，你辱没先人，后被朝廷招安成为我大明将军，就应改邪归正，以洗海盗之过。可谁知你竟晚节不忠。大胆虾人，窃据江南，擅自称王，其行为天人共愤，无承天命之托，是诛此僚，为国主天。大军出发。就在虾人忙着应付内斗之时，多尔衮此时竟派来了信使请求议和。这多尔衮是何用意，竟会在此时提议议和？究竟是何居心？或许是清廷粮草不济，亦或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大王，若是清廷真的合意，那我等正好抽出精力，一举平定南方。万万不可！不论鞑子是否真心和谈，只要与鞑子议和的风声一旦传出，那大王必然将受千夫所指，大王苦心聚起之名望就会毁于一旦。这冯权又是何许人也？清廷既然派他来议和，想必有什么过人之处吧？回大王，这冯权乃河北涿州人。天启元年，冯权因魏忠贤赏识而加入阉党，甚至进入内阁成为阁臣。没几年，崇祯登基，诛杀魏忠贤，清洗阉党。冯权为定性为阉党一脉而被削籍。多尔衮入关后，在洪承畴的大力举荐下，多尔衮亲自作书召冯权出山。顺治2年，冯权开始主持明史修撰。呵呵，说了这么多，这不就是个汉奸吗？就在一众大将文臣商议清廷和议之时，永历皇帝朱由榔派来的信使也抵达了金陵。虾人则安排了刚到不久的杨恩接见他们。你们说什么？叫我王退出金陵？朝廷不是才刚刚移都昆明，现在又要来金陵？况且昆明朝廷曾经下过旨意，怒知我王无人臣之下，还要倡议天下共击之，言犹在耳，大伤我王之心啊！杨司长，那不过是一场误会罢了。如今大明难得无地位之争，若是周王深明大义，以国为重，退出金陵，待陛下还都南京时，千秋史笔，必会对周王浓墨重彩的。不错，周王大军聚于南都，恐会惊扰圣驾。昆明朝廷置于秦王之手，是否移都，恐怕你等已经说了不算。周王愿意退出金陵，我想朝廷必会改弦更张的，到时聚南兵于一处。秦王攻四川，晋王复湖广，待大军隔绝大江，休养3年，分5路大军北伐中原，大事可定。
海五路大军，李成栋、金生恒已经准备联合出兵。李成栋进攻福建，金生恒则打金陵，内战又起，你们竟还在做联合驻军的打算，真是可笑。杨大人，此言可否属实？这可不能胡言啊！无从不胡言，战事一触即发。你等难道没察觉出金陵城内百姓皆是行色匆匆，军队已经开始朝着前线开拔，战争一触即发，已经不可避免了。国事纷乱，这等军将无一人怀忠义之心，私心自重，局势稍有缓和，内讧又起。二位大人，如今该当如何？是回昆明，还是回昆明吧？待在此处已毫无用处。我以为南方之地将复归大明，不过数月战端又起。李成栋和金生怀两个小人，那虾人也是野心之辈，二者相争，徒损军力啊！大帅，金生恒、李成栋二人联盟，要和那虾人一决生死。这时候不是我等之大好良机吗？朝廷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要议和？摄政王之睿智启示，我等所能窥探一二。不过摄政王又不曾下令让我们停战，以本帅之见，这不过是麻痹虾贼罢了。若是战事一急，待调走江防之势，我等趁机渡江克复江宁，再立昔日禹王之功也。摄政王英明，不过这些南蛮子果然都是烂柴一般的玩意儿。这才多久，又打起内战了？汉人本性如此，以本帅观之，金李二贼必难胜之。不过二者拉了那么多钉爪，足够让虾贼头疼的，就看他会不会调走江防之师了。传令下去，让密探给我盯紧了，各部都做好渡江的准备。夫人勿忧，官令爱之八字，福泽深厚，且卦象显现吉兆，越是姻缘美满，将来必有良缘佳婿。先生所言当真，小女姻缘果真如此顺遂。卦象所示，绝无虚言，令爱之姻缘如同春日花开，只需耐心等待，佳偶自会降临。那这佳婿可是为官之人？放心，当能如愿。谢谢先生。道长，大军即将开拔了，你怎么还有空在这摆摊算卦呢？汝之面相平和中正，观乳额宽广，鼻梁挺拔，实乃吉人之相。道长，现在就别消遣我了，快随我回去。幕府忙得都快冒烟了，你还这么清闲，岂不是遭人恨？我一道人，既无实物，还需做什么？你不是说要跟在大王身边历练吗？一天天的都看不到你人，那便回吧。次日大军集结完毕，6000火铳兵列阵在前，其后的是3000重甲军。这些士兵都是从各个镇挑选出来的精锐之士。此战以火器破敌，难得碰到左良玉第二，试图以人海战术取胜的金生恒。到时候正面接战时，大炮先轰，到射成了5排线列的火铳兵连绵不绝的射击。若金生恒真的是孙武转世，这些强征的士卒还能杀气腾腾的冲上来，还有后排的攻守，实在不行，那就重甲军上阵，面对面的厮杀了。听闻道长神卦之名，响彻金陵，那今日便替本王算算，此战吴军可否大胜？大王之面相贵不可言，贫道不可算也。不过我观大王部下众人皆面露显贵之相，因此推断大王必胜。呵呵，道长果然神算。一个人的成就有多大，取决于给其的舞台有多大。拥兵10余万，还具有江南富饶之地，在这天下的棋盘里，他已占有优势。谁敢说他不会是又一个朱元璋？虾人率军很快抵达宣城，与林士奇的宁武镇会合。大王，前标的武宁镇效命军10营，加上皇城的骑兵和滞后营，以及重甲军等等，全军共计76000余人，其余府兵、民夫等也有6、7万人，皆是协助大军运输物资。好，命诸将大营议事。金贼部将胡瞻率军人数约有4万至5万之众，前日已进驻铜陵，事后回报。胡瞻所部前锋已经出城，沿江而进，目标直指。虾人大胜的消息很快便传回了金陵城，还是那个茶馆，掌柜贴了雾檀国师的纸条，也堵不住城内百姓那好义国政的嘴巴。什么？金贼这么快就败了？怎么？你难道还觉得可惜是吗？我怎会如此？只是惊讶于大王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捷报频传之速啊！大王天纵英才，我早说过了，大王百战百胜，此战也不例外。可我上次怎么听你说金贼势大，战之不易啊？是了，战之不易，那是支持。大帅，其不过一老书生，见见无妨，听听周王想干嘛。你当初不是骂那虾人为贼吗？怎么现在改口为周王了？周王毕竟是昔日少武天子所封，那便见见吧，请那个使者进来。虾贼手下无人了吗？竟派你这么个老头来见我，
今将见久仰大名，今日得见将军之言，大妙。岂不闻昔日廉颇老矣，尚能犯13斗。德仁回来了，那老匹夫可说些什么？大帅，那孟红就是虾人派来劝降咱们。孟红说，大帅要是投降，可以富贵一生。此老匹夫朽木也，劝降也不知道骗本帅。老子是需要富贵的人吗？金银财宝，老子却是玩意吗？德仁无忧，李帅的信我已经收到了。李帅大军已经开始北上驰援南昌，南昌城固若金汤。你派兵将驿馆围起来，把那老匹夫五马分尸，以泄我心头之恨。上集说到，王德仁和胡瞻章因为密议结束后，便率精兵2000朝着南昌城而去。不好了，孟大人，外面来了大队人马，看来是金贼坏规矩，要杀大人了。周队官，王德仁虽兵围驿馆，但还未进攻，不可自乱了阵脚。王将军可以派兵为使者驿馆。大帅有令，要将使者五马分尸。这是不是过于草率了？不如再劝劝大帅，就是把这老头赶走，也比杀了强啊。那我便再去劝劝大帅。1647年，国姓爷郑成功率军发起收复台湾的行动，400艘战船列阵海湾严阵以待。国姓爷各营战船已准备完毕，只是荷兰人在台湾热兰遮城囤积了百门火炮，赤堑城更是粮弹充足，且他们战船坚利，我军恐要付出不小伤亡啊。红毛番虽船坚炮利，却不知民心向背，台湾百姓受其压榨多年，苛捐杂税，烧杀抢掠，早已怨声载道。此次出兵非只为夺地，更为救万民于水火，复我大明疆土完整。后退者斩，不破此城，誓不还师。大明的军队打过来了，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大明的兵。开炮！几轮炮击过后，反应过来的河南人急忙调遣战船迎战。郑成功早已布下埋伏，装满炸药的冲锋船在炮火的掩护下，一举将荷兰战船炸毁。在强攻3日后，热兰遮城指挥官奎一正式向郑成功投降。自此，郑成功收复台湾。诸将士、诸同胞，尔等随我跨海远征，沐风致雨，倒风饮雪，何惧惊涛烈箭？何谓炮火摧营？为的是驱逐豺狼，肃我故土。自此以后，台湾再无外夷欺辱，再无骨肉分裂，看我旌旗所指，皆是华夏和珅。消灭清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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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成功站在热兰遮城楼，身后是欢呼的将士与百姓。这片失而复得的疆土，终于重回了中华和平。消灭清妖！消灭清妖！ Foi realmente grande fracasso inédito da empresa nas Índias Orientais. Uma perda inestimável. Bem, tem que conter a família Zeng a qualquer custo. O que a inteligência diz? Aquela Sharon não é a mesma facção que tomou Formosa ou Príncipe de Nimpo, enquanto eles ainda carregam a bandeira da China. Mas é óbvio que o Império Ming já havia colapsado. Centralizadas já tinham desaparecido. Vale a pena tentar. Talvez se possa comprar este homem com interesses. 达子要议和，呵呵，若是达子高层脑子抽了，退回关外，那么等天下安定后，依然会继续出关攻打辽东。因此，本王看来议和必然失败。穆德啊，议和就你去吧。是，大王。杨大人，你说什么？清廷退出关内，则可罢兵言和，否则无需再谈。杨大人此言差矣。如今我朝已居天下6分，不过是摄政王心忧百姓，战端一起，生灵涂炭，为表诚意，愿以当前之欲罢兵停战。双方互不相让，议和之谈如同无聊的口水战一般，不过半个时辰便已宣告谈崩。清廷无议和之意，其不过是麻痹我等。依属下看，当直接驱离使团，以示大王与达鲁不共戴天之志。将彭全此人扣下如何？对外言其弃暗投明，狠狠的恶心一把多尔衮。只是这等操作能骗得了普通百姓，肯定糊弄不了各方势力。
大王，此策不妥。自古言，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不论清廷是否真心议和，若是大王将其使扣下，将来何人可信大王之信誉？况且一个区区的冯权，溜须拍马、挨风讥讽之徒，与大王有何益处？大王，城外有红衣之士，欲求见大王。其人奇装异服，金发碧眼，好生怪异。金发碧眼哦，老外啊，要知道此时的西方战船已经遥遥领先，若是能买上几艘，仿制一番也是极好的。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大，不过见见也无妨。买不了船，最少还能买些火铳火炮，到时候看看和自己所造出的火器孰优孰劣。马车里面是什么？回军爷，里面是人。先开脸检查一下。军爷，你先准备好，别被吓一跳。我可是上过战场的人，怎么可能被吓一跳？鬼啊，有鬼啊！小乙，你疯什么疯？哪来的鬼？不是鬼，是红衣的使者。大王下令让他们来的。老大，啥是红毛人？红衣大炮知道不？就是长着红毛的人才会造的。不对啊，咱们的大炮不是自己造的吗？我说的是红衣大炮。算了，说了你也听不懂。Edelachtbare heer, ik ben de ambassadeur van Henan. 尊贵的殿下，我是来自河南的使者。贵使远道而来，不知有何要事。Er komt u. Nederland heeft altijd, om Taiwan te ontwikkelen, hoge kosten, tijd en inspanningen geïnvesteerd. Vandaag veroverde de Zheng-familie gewalig Taiwan. Dit past niet in het gedrag en de manier van doen van de beschaving. Wij verlangen ertoe met uw excellentie op Taiwan te vallen, om eerlijkheid te tonen. We zullen de hertog een tevredenstellende hoeveelheid rijkdom geven. 还以为什么事？要是想要贸易，那还可以谈谈。这群老外居然想让我和他们一起攻打郑成功，这要是干了，老子不得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台岛自古以为皆为华夏之地，三国时便有。算了，和你说这个你也不懂。Nee, nee, nee. De Nederlanders bouwden steden op de eilanden. Wetgeving instellen. Dit kan niet gezegd worden dat het van jullie is. 话不投机半句多，想让本王出兵是不可能的。如今的荷兰人已经在走下坡路，英国人正在强力的追上。等我完成大业后，就夺了马六甲。尊贵的殿下，进攻郑家的事可以以后再谈。我们还有请求，希望殿下能够同意。说，我们希望能在宁波获得一小片土地，用作船上人员休息的场所。我们愿意付出租金。若是想要贸易，待我朝开海通商后，设立港口，按法规可进入我朝之地，租金之言不可谈。再说了，你们的商船能够穿过郑家的地盘来到宁波吗？ Als u, mijn heer, bereid bent ons een klein stukje land te geven, we willen de Zheng-familie een bruggenprijscalculator geven. 虽然你们的要求本王不能同意，不过正好本王想和你们做生意。殿下请说。我国预购贵国战船，以备不时之需。该轮船每一艘都是极其珍贵的，我们的造船厂离这里有万里之遥。对不起，尊贵的殿下，我们不能卖这个船。若是卖船，将得到本王的友谊，未来贸易可为最优惠之国。In ons land is er een verbod, niet verkrijgbaar in andere landen. De vlootbouw is in ons land zeer moeilijk te realiseren. Onverwacht hoge kosten. Uitgedrukt in zilver. Een grote galei zou 1600.000 taal zilver moeten kosten. 记得一艘船要60万，简直胡扯。皇帝赐我国姓，取名成功，为的就是要重建大明啊。虽已经拿下台湾，可举目望去，南方已经没有我的用兵之处。如果攻打福建，恐怕天下人的唾沫就能将我淹没。国姓爷今永历帝受制于人。